这个女人为了守住70年代的妇道，任劳任怨承担起所有家务，可家里的生活却仍是一地鸡毛。只因她有一个圣母心泛滥的老公，辛辛苦苦收获的粮食，转眼就被男人全部送给青梅，而她则一边饿着肚子，一边寒窗苦读。终于在恢复高考的第1年如愿考上了大学，却又被丈夫算计一夜大了肚子，骗走大学名额讨青梅欢心。多年后，她意外从小姑子口中得知真相，被气得血压飙升，脑溢血死亡。再醒来，她竟重生到了18岁，虽然已经有了身孕，大学名额已经被抢，但她有信心把失去的一切都拿回来。小鱼，玉梅她都已经入学了，要是闹到学校去，让她以后怎么见人？算我求你了，你别再闹了好不好？蒲建国看他眼神呆滞不吭声，耐着性子继续劝。中年时的蒲建国和眼前意气风发的蒲建国，两张脸在宋小鱼眼前来回交替。宋小鱼这才清醒地意识到，他是真的重生了。宋小鱼，你到底想干啥？你有父母，还有我这个丈夫，还有啥不满足的？可玉梅呢？她爹就人死了，丢下孤儿寡母，家里全靠她一人，身体又不好，要是不去上大学，难道让她将来种地吗？她不容易，我就很容易了。有个男人就跟没有一样，东家西家哪家的事都要管，唯独不能管我的事。家里强他了，我自己打土坯子砌，屋顶上的茅草掉了，我心惊胆战爬上去补；猪跑了，我追得掉进粪坑里，满身屎臭，被人笑话了大半年。蒲建国，你说我容易不？他说到后面，眼泪止不住的落下，声音也越来越大。蒲建国是生产队大队长，什么事都要以身作则，是村里人眼里的大好人，可在他这儿，连看门的狗都不如。宋小鱼，亏你父亲还是先进分子，你咋就半点都不知道为群众着想，一天天就想着自己那点事？就算名额给了你，你能去上吗？挺着3个多月的大肚子去上，在宿舍里生孩子吗？前世想不通的事，这会儿全明白了。他为了考大学，一直没打算要孩子，两人之间也一直用计生用品。前世他就觉得这孩子来得莫名其妙，如今想来，分明是蒲建国一早就算计好的，打算拿孩子拖住他，让他没机会去大学闹。蒲建国，你为了你的心上人，可真是够不要脸的。我说多少遍了，我跟玉梅是清清白白的同学，是一起从小长大的好哥们，没有你想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你是不是那些爱情小说看多了，看谁都觉得我跟人有一腿？饶是宋小鱼前世多活了几十年，这会儿也被他气得失去了理智。我想多了，我他喵的辛辛苦苦努力了3年，为了考大学，我大冬天洗冷水脸，手上生冻疮，肿得跟个猪蹄一样。夏天忙完地里家里，还要点着灯被蚊子盯着做题。我在辛苦努力的时候，你清清白白的好哥们在城里跟人看电影逛街装时髦，我呕心沥血的来的结果被你转头送人，还说我不讲理。蒲建国，我他喵今儿抽死你！宋小鱼，一个疯婆子，别以为我不敢打你。你打呀，来，朝这儿打！蒲建国，你今儿要是不打我，你他喵就是个孬种。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跟疯婆子有啥差别？难怪村里人都不喜欢你，背地里都说你是悍妇，就是小孩听到你的名字都害怕。你还有脸说？要不是你在外边打肿脸充好人，我能落得这样的名声吗？自己家都吃不上饭了，还穷装大方，要不是我，你早饿死了。蒲建国自然不敢对宋小鱼肚子动手，这毕竟是他第一个孩子。乡下人结婚早，他家穷，一直拖到23才结婚，还是因为宋小鱼他爸为了报他对宋小鱼妹妹的救命之恩，才把宋小鱼嫁给了他。宋小鱼，你自己好好冷静一下，再别说那些乱七八糟的话，否则……你是不是想说我一天天胡思乱想，得了疯病？前世他发现蒲建国跟赵玉梅私下来往时，跟他大吵大闹，他就跟人说他一天天没事干瞎琢磨，自己钻牛角尖疯掉了。要不是他把2人捉奸在床，逼着蒲建国离了婚，估计还真有可能被他逼进疯人院。就你这臭脾气，难怪你爸妈、你大哥和妹妹都不喜欢你，也就我这个丈夫对你好，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别仗着我对你好，一天天作妖没完没了。蒲建国丢下这句话，一溜烟跑了。他这会儿没力气去追，人生能够重来，他有的是法子对付那对贱人。他根据记忆从旧衣服下面翻出个小布包，里面包裹着一只莹润翠绿的翡翠镯子。外婆祖上据说是官宦人家，颇有几分家产，只是年代动乱，好些东西都丢失了。这只镯子是外婆偷偷给他的。大嫂你在家吗？宋小鱼急忙将镯子给收起来，慌乱中不小蹭破了手，手指割出一道血口子，一滴血悄无声息落进了翠绿的手镯之中。宋小鱼将东西往裤包里一揣，压根没注意到手镯的异常。大嫂，我记得你结婚时穿的那件红色波点衬衣挺好看的，你借我穿下呗。哦，你说的哪件啊？我要找找。宋小鱼领着蒲建琼进了屋里，没去翻箱子，倒是打开了门口一个蛇皮袋，里头装的全是干红薯叶，这是夏天从地里捡回来，冬天泡着做干菜吃的。小妹，你说我吃这个，将来你侄子能好看不？分家的时候不是给你们分了80斤稻谷、50斤麦子吗？你忘了，你四哥去镇上读书，从我家拿走了40斤稻谷，后来你去纺织厂学习，也带走了20斤。至于麦子，你大哥心善，都给了赵玉梅一家。小妹，你说回头我坐月子，该不会就吃这个干红薯叶吧？
宋小鱼，你啥意思？没吃的你找我大哥呀，跟我说有啥用？我又不是你爹妈，还管着你吃喝不成？是啊，你要穿衣服找你爹妈呀，我又不是你亲爹妈，还管着你穿衣服呢。前世蒲剑琼说漏嘴，他才知道，原来当初去看录取成绩的时候，蒲剑琼也去了。他自问待这个小姑子不差，两人年纪相仿，从他进门后，有啥好吃好喝的都没少他那一份，就连外婆寄来的东西，他也没少分给蒲剑琼。最后得到的却是他和别人一起骗他。宋小鱼，不就是件衣服吗？有啥了不起的？是没啥了不起的，可惜就有人惦记。啧啧，大队长的妹子，这嘴脸不好看啊。宋小鱼气走了蒲剑琼，这才回屋里继续收拾。他伸手一摸裤包，心咯噔一下，我搞镯子呢？明明放裤包里头了呀。宋小鱼正思索着，突然一个晃神，就出现在一小块黑土地上，四周雾气笼罩，啥也看不清。前世也算见多识广，但这会儿也被吓得不轻，心里就一个念头，这啥鬼地方啊？他要出去。这么一想，他瞬间又出现在阴暗的屋里。宋小鱼似懂非懂，如此往复几次，终于明白了，原来这就是后世那些小说里所说的空间啊，就是不晓得这黑土地能种东西不？他看了眼缸底那点麦子，抓了一大把进空间，试着丢进了黑土地里，眨眼之间就钻出了小绿芽。宋小鱼心中一高兴，把剩下的麦子都种了进去，还把小半袋红薯也埋了进去，接着把好点的衣服，包括蒲建国的，都收进大木箱里，一股脑扔进了空间里。灶房里的锅碗瓢盆，任何有用的东西都没落下，装了满满2大背篓放进空间。女人已经吃了3天野菜，丈夫却把仅剩的粮食送给青梅。然而重生回来的宋小鱼不吵不闹，反而高高兴兴来到了公婆家。妈，你们吃饭呢？大嫂，你吃了没？要不要一起吃点？那可多谢弟妹了，我还真没吃。宋小鱼丝毫没客气，一屁股坐下来，端了一碗桌上凉着的稀饭就吃。这怀着孕也不知怎的，咋吃都吃不饱。二弟妹，你怀芳芳那会儿是不是也这样？我还好。看着狼吞虎咽的宋小鱼，老二家媳妇一脸懵逼，一旁的蒲老娘立马变了脸色。老大家的那是给建兵的，他在生产队修路累着呢。妈，我怀的可是你大孙，你怀孕又不是断了手，自己家不能做饭。缸里要是还有1粒米，我也不至于上你家讨饭，是不是？宋小鱼变着法的点拨，一旁的蒲老爹也气得脸发绿。老大媳妇说话就好好说话，阴阳怪气干啥？爹，村口赵寡妇家不容易，你儿子就把粮食都给他家了，咱是先进家庭，他要给我也不能拦着，是不是？弟妹，劳你再给我添碗饭，这稀牢牢的，不顶饿呀。蒲老爹脸色更黑了，大儿子手松烂好人见谁都想帮，要不然他也不会早早分家，让大儿子出去单过，免得拖累家里。都分家了，你们小两口日子要怎么过？我们当老人的也管不着，你回头劝劝建国就是。是啊，你看别人家公婆掺和儿子儿媳的事，闹得家不安宁，我和你爹啥都不管，就指望你们好好过日子。你们也老大不小，都是要当爹娘的人，还啃着父母算啥事？宋小鱼心中冷笑，你们是不管，可但凡蒲建国得了啥奖励好处，还没到家就进了你们房里，平时耕地也从来不帮忙离半分，一到收割的时候就来帮忙。他的目的没达成，暂时还不准备撕破脸，到嘴的话又咽了回去。妈，我屋顶破了，今儿晚上估计还下雨，我就不回去了，天黑路滑，我怕摔着孩子，你去那边一趟，帮我把猪给喂一下。说完也不管蒲家人反应，就去了老四蒲建设的房里。蒲老娘最疼这个小儿子，因此蒲建设的屋子是最好最大的一间。宋小鱼，你给我滚出来！哪有大嫂睡小叔子屋里的？别拍了，吓到你大孙可就不好了。之前路过的乞丐说，我肚里这个可是天上文曲星下凡，是个状元命呢。你明儿一大早就给我回去，滚回自己家里去！蒲老娘投鼠忌器，到底没敢再拍，回头把气撒到看热闹的儿媳妇张秀花身上。还不去煮猪食，煮好了挑2桶给建国家顺道喂一下。莲，我还要收拾锅碗，缝补衣裳，再去给大哥家喂猪。都啥时候了？他们家旁边全是坟地，我不敢去。咋？我还使唤不动你了？屋里的宋小鱼锁上门，挪开书桌上的箱子，伸手挖出个塑料袋，里面装着10几块钱，都是蒲老娘私下给小儿子的。这还是前世蒲建琼告诉他的。他把钱收进空间，又捡着实用不引人注意的东西收了一些，这才心满意足的上了床。蒲建国要评优秀干部，说不定会参加村书记或村长的选举。这会儿说离婚，他是打死都不会离的。没关系，他会等着他求着自己离。还没等到天亮，蒲建国就过来了。宋小鱼，你给我起来！你看看你娶的啥婆娘，太阳照屁股，她还赖着不起床，怀个咋了不起呀？这村里女人谁没怀过崽生过娃？就她矫情，不下地不喂猪，懒得连饭都不做，满村都找不出第2个这样的。我跟你说，这女人不老实，打一顿就好了。我看她就是让你给惯的，蹬鼻子上脸，不晓得自己姓啥了。一大早就叫魂儿呢。一晚上不回家，你想干啥？我干啥？干屁啊！家里就1袋子烂红薯叶，我靠那个养你儿子。分家给了你们那么多粮食，
这就吃完了？你还真当你是城里长大的？哪有过日子像你这么个吃法的？你可太看得起我了。那米一半是叫你小儿子吃的，还有一大半让蒲建国给了老相好赵玉梅。蒲建国，我告诉你，今儿你要没粮食拿回家，我就不回去。婆婆，我觉得你这儿住着挺好的，烂红薯叶养不出文曲星，你老多担待，先养着我们娘俩一阵儿，将来你大孙会报答你的。蒲老娘转头瞪了儿子一眼，都说多少回了，别跟那寡妇家的女儿来往，那小妖精到处勾搭，一看就不是好人。蒲建国盯着宋小鱼，脖子上的青筋起伏不定，拳头也捏得死紧。蒲建国，你是读过书的人，又是大队长，不会不懂法吧？别说我如今怀孕，就是没孩子，你要闹出家暴来，估计乡里领导再看重你，也得掂量掂量吧。如今的任乡长是个女的，还是从省城过来的，最是看不惯男人打女人。蒲建国也知道任乡长的脾气，不敢在这时候闹出什么麻烦来。小鱼，咱有啥事回家说好不好？宋小鱼没理会他，打眼看见了路过的村里人。三叔，夏田呢？咦，你们不是分家了吗？这不是家里房子漏雨，我婆婆心疼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特意让我过来这边住。蒲三叔诧异，没想到一向刻薄儿媳妇的蒲老娘，还有这样心疼儿媳的时候。二嫂，人家小鱼是城里来的，你待人家好些。是呢，小鱼是城里人，读过书，人长得好。二嫂，你可别看人家年轻就欺负人。蒲老娘一双吊梢眼里布满阴狠，蒲善大的手掌一手拽着儿子，一手抓着宋小鱼进了屋里。宋小鱼，你是不是要闹得全村人都来看我们家笑话？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他蒲建国是大队长，养不活我和娃，我就不回去。我给你拿粮回家，行了吧？去哪儿拿？拿多少？宋小鱼咄咄相逼，蒲建国无奈看向老娘，造孽呀！老娘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供你吃喝，供你读书，替你娶了媳妇，半点轻浮想不到，还得替你养婆娘。蒲建国，你拿把刀把我老婆子砍了，给你媳妇熬油去吧。你能一把屎一把尿喂你儿子，我儿子可不成。反正粮食没拿回来，我就不回去。还有，我要钱，顶替那事气的我肚子疼，我得去乡卫生院看看。你还要钱？蒲建国死死瞪了宋小鱼一眼，把老娘给拉到了一边，不知说了啥。蒲老娘黑着脸，拿了半袋子稻谷给蒲建国，还有15块钱。粮和钱都有了，可以走了吧？你是大队长，是干大事的人，以后要去哪里干啥，我都管不着。可不管你想干啥，这头等大事就是保证你婆娘娃有吃喝，不然别怪我去乡长跟前哭，问他为啥不给我男人发工资。蒲建国抿着唇，背着粮食将宋小鱼送回家，刚放下东西就要走。忙啥？上去给我把房顶补上。你自己不晓得补？我男人死了吗？蒲建国没办法，转头又去扛梯子上房顶补屋顶，忙活了一上午才饥肠辘辘从屋顶下来。你怎么不做饭？家里这么多活儿，你看不见。行了行了，饭我不吃了，把衣服给我洗了，我还要去看修龙渠。我给你洗个锤子。他趁着蒲建国在屋顶时，拿空间里的红薯垫吧了2口，这会儿倒也不怎么饿。等蒲建国一走，他就跑去找到了猪贩子蒲建红。建红大哥，这2天猪啥价格？女人寒窗3年考上大学，名额却被丈夫拿去讨好青梅，并且还四处借钱给人凑足学费。重生回来的宋小鱼不忍了，扛起家里的老母猪找到猪贩子。建红大哥，这2天猪啥价格？小鱼，你这2天卖猪不划算啊，红薯马上就要挖了，养到过年那会猪贴膘够肥，才能卖上价呀。这年头养猪不容易，都是靠打猪草和红薯来养，就等着红薯秋收后把猪催肥卖一个好价钱。建红大哥，你说这事我能不知道吗？还不是建国为了给赵玉梅凑学费，让我找二大娘借了钱。二大娘家这阵子不好过，她看我困难没好意思找我要钱，人家信我才借钱给我，我这还不上心里难受啊。二代娘家小孙子赶上罚款了，本来他家的蒲大生是个能干的，这点罚款也不当个事儿，偏偏前阵子梅瑶出事，蒲大生被炸断了一只手臂，眼下还在医院没出来。二大娘好几次过来找宋小鱼说话，想开口说钱的事，见宋小鱼家里穷得难受，又不好开口。宋小鱼看在眼里，心里难受，催着蒲建国拿钱回来，等来的却是他今儿这个困难，明儿那个不易，自己家的困难他是半点看不见。你有人情味，是个好样的，生猪5毛，还得是饿肚子上秤，所以真卖不上啥钱。再便宜也要卖啊，人家借钱容易，咱还钱就不能今儿等猪肥，明儿等鸡下蛋。那既然你非要卖，就去我院里给我下秤。宋小鱼家里没多少粗粮，猪也养得不好，2头养了将近1年的猪，加起来才285斤，一共142块钱。我身上没那么多，先给你50，这猪我也得去卖了才能给你剩下的。宋小鱼拿了钱就去了二大娘家里，把钱给人家还了，还多给了10块钱。二大娘，是我耽误你家事儿了，这10块钱你给嫂子买点鸡蛋，让她把身子养好，大生哥肯定不会有事的。小鱼，我不能多要你的钱，建国不管家里，你一个人挺着个肚子，没个人帮衬，我哪儿还能要你的钱？我最难的时候，也就是你老人家帮我了，眼下别的忙我也帮不上，
这个你就别再跟我推辞了。他说完转身就跑。二大娘捏着钱，怕叫人知道又不敢去追。宋小鱼从二大娘家里出来，又去了陈勇家里。建国家的，你咋来了？嫂子，你家要挖红薯了不？陈勇媳妇不喜欢宋小鱼，当初他男人跟蒲建国争大队长败了，我家可没空余人手给人帮忙。嫂子，你误会了，我不是找功夫帮忙的，是想问你家要红薯不？你这话啥意思？嫂子该知道，我今儿把猪给上了，这家里没了猪，那么多红薯也就没用了，就想着拿红薯换些谷子麦子啥的，回头坐月子也能有吃的。我说建国家的，你想的也太美了吧，拿红薯换谷子，你想啥呢？我几个地的红薯换你家100斤谷子，成不？陈勇媳妇不说话了。土地刚下户2年，蒲建国2口子最少也有3亩地，宋小鱼一直打理得好，这红薯产量可不低。你为啥要做这亏本生意？蒲建国心里有老娘一家子，有赵玉梅一家子，有5队这个大集体，唯独没我这个媳妇。我就算不为自己想，也得为我肚子里这个想吧。我跟我男人商量一下，今儿晚上给你回话。宋小鱼知道他会换的，这条件搁谁都会换，只看敢不敢换。而陈勇家敢，因为他兄弟有5个。晚上，宋小鱼躺在破烂的家里，眉头紧皱。就他喵这样的日子，你上辈子还能熬10年，忍者神龟都成精了吧？真想抽自己一巴掌。也不知道是被子不软和，还是他这一天经历的事太多，迷迷糊糊睡得不踏实，半梦半醒之间，像是有人撬开了他家那扇破门。宋小鱼一个机灵起身，借着窗户处透进的月光，躲在了门后面。片刻后，一道畏畏缩缩的人影走了进来，那黑影还没摸到床边，就被人一棍子打在腿上，当即吓得惊叫出声，连续敲了10几分钟。侄媳妇，你别打了！宋小鱼听出这人是村里的光棍汉王大田，也是赵玉梅老娘的姘头，火气瞬间高涨。这个王大田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当初他跟蒲建国结婚时，这老王八蛋借着他新娘子脸生不好意思，婚闹时故意咸猪手，宋小鱼当即就动起手来，打得王大田两眼发懵。事后蒲建国和蒲老娘还怪他，说他不给村里人面子，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宋小鱼满屋子追着王大田敲，把屋里弄得乱七八糟，他自己也被墙角的农具划伤了腿。离宋英陈家最近的蒲建红家里也听到了动静。当家的，我听着建国家好像有动静，快起来！死婆娘，大半夜你不睡觉想干啥？建国家好像出事了。蒲建红仔细一听，好像真有人在惨叫。你把手电拿出来，我去看看。他和蒲建国一家也算同族兄弟，屠宰场的检疫证明，路上的各种检查，这些都是蒲建国帮忙办的。人家媳妇在家出事，他这个当哥的离最近，不出去看看说不过去。半道上，二大娘带着小儿子蒲大江听着动静也赶了过来。小鱼，出啥事了？救命啊！救命！屋里王大田缩在角落，拿一个被篓罩住自己，瑟瑟发抖，压根不敢再动。老东西，你再不跑，老娘今儿就给你脑瓜子开瓢！王大田不敢再躲，吓破胆的他慌忙冲了出去，被蒲建红、蒲大江一把给抓住。王八蛋，敢摸到咱们羊头村干坏事，当咱村里没人是不是？二大娘和张玉珍一路小跑进屋里，就见宋小鱼捂着肚子缩在角落。小鱼你咋样了？当家的，快去找建国兄弟回来！小鱼他叫人给害了呀！他这是吓到了，他这胎才3个月，他是动了胎气，得赶紧去乡卫生院。听着动静赶来的几户人家都围在了门口。小鱼家里进了贼，这人怕是都不行了。建国呢？他这个大队长到底是有多忙？大晚上不着家，忙啥呢？人家大队长忙着呢，这会儿还在赵玉梅家帮人家包包谷。赵玉梅家在羊头村下湾处，和蒲家中间还隔着个树林子，上头出了啥事，那头还真听不到。蒲建国正坐人家院里，和赵玉梅的老娘赵玉涛一起包苞米。建国，先喝口水，这大晚上的，要不你先回去，你家小鱼一个人在家，回头别有事。没事的，大娘，她身体好，又不缺吃少喝的，能有啥事？你家就这些，今天包一晚上，明天晚上再包一包就完了。建国，这大娘可就要说你了，小鱼怀这胎不容易，你做男人的。他话没说完，就听半坡上有人喊蒲建国。蒲建国，你个天杀的，就小的帮寡妇家，也不看着自己家里，你媳妇叫人给害了。陈茂嗓门极大，这一嗓子吼的，下湾处好几户人家都听着动静了。蒲建国跟陈家人不对付，这会儿见又是陈家人来传话，一屁股又坐了回去。宋小鱼，你可真是长本事了，居然学会耍这种小手段。这个可怜的女人被老光棍盯上，企图对她进行伤害，好在她早有察觉，躲过一劫。然而她丈夫却不管不问，在寡妇家夜不归宿。人家小鱼是城里人，偶尔耍个脾气也是应该的。建国，你让着人家一些，就是可惜我家玉没了，命不好生在乡下，爹没了，还遇上我这么个不中用的老娘，也不知道她在城里咋样了。大男你放心，等我这个月奖金下来，就给玉梅寄过去。半山坡的陈茂发现没人回应，又喊了一嗓子：蒲建国，你媳妇是真不行了，满屋子都是血。这会儿建红大哥他们正找人抬华杆送卫生院呢。蒲建国哼了一声，手上的包谷依然没有放下。不愧是城里人，玩起花招也不像乡下女人，不是跳河就是喝农药，人家还弄满屋子血了，
真是能耐啊！和赵玉梅家挨着的王富贵家的跑了过来。我说大队长，这天都快亮了，你就是回家瞅一眼，不犯法吧？他说这话时，斜眼看着李秀英，这老婆娘可真是本事，女儿都进城了，还能勾着人家男人大晚上的给他家包包谷。建国，听大娘的话，两口子有啥过不去的？你跟小鱼闹别扭，也不能不回家了，是不是？山上陈茂一直骂蒲建国不是人，山下王富贵家的也眼神不善的瞟他。蒲建国终于坐不住了，行，我倒要回去看看他到底闹哪样。此时宋小鱼家门口，蒲老娘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小鱼，你坚持啊！建兵借到华根没有？这都大半夜了，建国咋还没回家？人家忙着帮丈母娘包包谷呢，哪有空回家看媳妇？陈茂，你别胡说八道，在这儿拱火！我拱火，富贵婶子作证，我可是在赵玉梅家找到你儿子的，人家还不愿意回来，说要把包谷包完才回来呢。刚赶到的蒲建国这才发现真的出事了，挤过人群走到宋小鱼边上，就见满地的血。你死哪去了？你家单门独户，周围没人，小鱼还大着肚子，你咋就忍心让他一个人在家里？大娘，你快别怪咱队长了，谁不知道队长心善，最是爱帮人了，这也是为了集体啊。陈勇媳妇说着反话，院子里的人看蒲建国的眼神满是不屑。先把人抬去卫生院。等众人送走宋小鱼，蒲建红才踢了踢地上昏迷不醒的人。这人咋弄？这样的歹徒当然是要送派出所。建国这会家里忙走不开，这人我们就帮着送去派出所吧，为民除害也是大功一件。而此时的宋小鱼早就悄悄躲进了空间，一小块黑土地种得满满的。这土是好土，长得也极好，就是地方太小了点。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宋小鱼才慢悠悠醒过来。此时他无比感谢神奇的空间，他可以整个身子进去，人像是凭空消失一般，也可以只有魂体进去，留在外面的身体像是失了魂，虚弱不堪，留着一口气，不至于让人家误以为是死人。而他人在空间里，却可以听到外面的声响。小鱼，你醒了。蒲建国见他醒来，松了一口气，将一旁早就凉透的稀饭端了过来。你睡了快1天1夜了，肚子早就饿了吧？快吃点东西。宋小鱼看了眼可以照出人影的稀饭，你这是去谁家讨的涮锅水，就给我吃这个？没带锅碗米面，卫生院附近的食堂又贵的要命，我去大军嫂家里给你熬的，只是用人家的米和灶，不好意思煮太稠。反正你都醒了，等晚上回家去，我就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蒲建国，要是躺这儿的是赵玉梅，你也给她喝这个吗？宋小鱼，你也完没完？啥事你都要扯到玉梅身上，是不是非要证明我跟她有点啥？你心里才舒坦是不是？宋小鱼见他恼怒，忍不住讥笑。我说说而已，你发那么大火干啥？搞得像是真有那啥一样。你要真跟他没啥，你问心无愧，坦荡自如，何至于发火？你男人是个好人，刚才我从厕所回来不方便，都是他背我回来的。稀饭清淡养胃，有啥不好的？遇上这样热心肠的小伙子，你就知足吧，别为一点点小事跟自家男人闹脾气。宋小鱼看了眼一旁搭话的老太太，您老是管得太宽半了腿，才住院的吧？你这人咋说话的？我好心劝你两口子，你还来阴阳我？你是他老娘还是丈母娘？我用得着你来劝？老母鸡孵鸭子，你管天管地还管人家身上来了？老太太被宋小鱼气得呼吸都重了几分。刚巧老太太儿媳这会儿给她送晚饭过来。我生病住院，你就给我吃这个。宋小鱼挑眉看了眼，人家给她送的萝卜丝煮稀饭，里头还有好几片肉。老太太，你都生病了，还火气那么大干啥？你老人家胃弱，吃太好不易消化，不如我们换换，你吃清淡点养胃不是？呸！拿我好好的肉稀饭换你涮锅水，你想得美？够了，宋小鱼，你不吃是吧？你不吃我吃，喂你了一晚上没歇着，进了医院又前后后的忙，到这会儿连水都没喝上一口。他正准备去端碗，护士长走了进来。你媳妇怀着胎，本来就营养不良，昨天夜里又受了惊吓，有流产迹象，你不想着法子给她弄点营养品补补，就给人喝着涮锅水。话音刚落，蒲老娘脸色阴沉的走了进来。医院又不比家里，有的吃就不错了，醒了就收拾收拾回家去养着吧。这卫生院也太贵了，一瓶水就要8毛钱，住一晚上3块钱就没了，抢钱呢！你们是不是脑子有病？病人胎还没坐稳，吊瓶还没打完，最少还得观察3天，这会儿出院，回头出事算谁的？你跟医生就是一伙的，别以为我不晓得，你们就是合起伙来骗我们这些老百姓的钱。哼，我儿子是大队长，别以为你们这些小把戏我会不清楚。你呢？你是高中毕业，还是村里的大队长吧？你也觉得你媳妇这样是我在骗钱？不，你看我媳妇该咋治咋治，我拿她不懂这些。你也知道，他们那个年头的人，生了孩子都照样下地，就觉得这也没多大事。宋小鱼看着蒲建国和蒲老娘吃瘪的模样，心里暗爽。护士长，谢谢你好意，我男人说的对，我婆婆生了孩子都能下地，我这也就是快小产了，孩子又没掉，我回家养养就好了。
说完就假装要起身，突然晃晃悠悠的倒了下去，两眼一翻人事不省。他又趁机溜进了空间。快，这怕是动胎气了。咋这么娇气呀？啥也没干，咋就又倒下了？不是说掉这个水灵验的很吗？咋掉了2瓶了还不好？护士长和另一个医生忙活半天，又是开药又是换吊瓶，一直忙到天擦黑。宋小鱼才脸色煞白的醒来，一睁眼他就发现病房里站着2个公安。你是宋小鱼？是我。昨天夜里你家里遭贼了？不是遭贼，我家靠山脚下，边上也没住户，还有几个坟包。一到夜里风呼呼刮着，就像是有啥东西在叫唤，听着特别瘆人。昨天我去了二大娘家里回来，一直等我男人回家，都半夜了，他还……宋小鱼，你能不能说重点？人家公安同志问你话，你扯坟包，二大娘干啥呀？我要不说给二大娘还钱那事，也不至于招了坏人过来啊。你还钱？你哪里来的钱还给二大娘？怀胎3月的女人被侵犯，丈夫却只顾着拉屎，甚至还帮凶手说话。重生回来的宋小鱼直接甩证离婚。蒲建国，我要跟你离婚。宋小鱼，你疯了是不是？我没疯，家里地里婆家的事全都是我张罗。你是队长，你有责任和义务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但那些人里面没有我。当初嫁给你是因为你家娶不上媳妇，现在你是大队长，有的是人嫁给你，我太累了，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好不好？这些话是宋小鱼故意说给人听的。重生之后，他想过很多法子，要报复蒲建国跟赵玉梅，可这样一直跟2人纠缠，挡着他前进的路也太没意思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开始，人生的路还长得很，没理由为这2个烂人一直耗下去。宋小鱼，你躺在床上不用动，可这一天一夜我都没歇着，我真的很累，你不要再跟我闹了好不好？你永远都是这样，累的只有你自己，我的累你永远看不到。离就离，我儿子高中毕业，长得一表人才，还是大队长，离了你照样娶个17、18岁的青头小姑娘。再看看你自己，宋小鱼离了婚，你一个2婚的女人，我看谁会要你？一旁的公安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我说大队长，能不能先让这位女同志回我们的话？对不住，您先问。所以你刚才的意思是歹徒是因为看见你有钱才来你家行凶的？我不知道，他一进来就来床上摸我，还说我男人以后就是他半个儿子，他想拿我咋样就咋样，说我男人当初娶我是因为家里穷，不过没关系，现在他闺女是大学生，以后出来就是吃皇粮的，到时候蒲建国就得跟我离婚，回头娶他闺女，让我识相点，早点跟了他。宋小鱼，你别胡说了行不？就算你要扯赵玉梅，那他爸也早死了，你扯这些谁信呢？这时来看望宋小鱼的2大娘插嘴说道：那可不一定，他亲爸死了，他妈不是跟王大田裹在一起，说不定过几天就是后爸了。王大田与谁有私情？李秀英啊，就是建国那个女同学，赵玉梅的吗？建国，你可别瞪我，这是村里人可都知道呢。昨晚上摸进我屋里的人竟然是王大田。大田哥向来老实，怎么可能是他？你没看清歹徒？家里连煤油都买不起，天黑了就只能摸黑睡觉，我哪能看清是谁呢？那你棍子哪里来的？我一个人在家害怕，就一直放了棍子在床边，他一上来就摸我身上，我就拿棍子胡乱打了。我说宋小鱼，就算人家是坏人，也或许是有逼不得已的原因，说不定就是想进来拿点吃的，你拿棍子打人是不是太过分了？万一伤及人命，你良心过得去吗？宋小鱼突然抱头尖叫，一边在床上翻滚挣扎，一边胡言乱语。他摸我力气还好大，还说要打了我的孩子，免得将来占了他闺女的地儿，他好臭，好可怕啊！你媳妇估计是应激反应，被昨晚上的事给吓坏了，你好好陪陪她，不能让她再失控了，等她情绪平缓些，我们再过来。公安走后，宋小鱼悄悄躲进空间忙活了一阵，2个小时后才慢悠悠醒来，拿出2块钱递给2大娘。2大娘，能麻烦你帮我买碗面吗？我这一天多没吃饭，饿得厉害。给你送饭你不吃，非要吃外头的，就晓得你城里人屁事多，不是那千金小姐，还非要摆千金小姐的谱。宋小鱼没搭理蒲老娘，转头看向了蒲建国。年底干部评选要开始了吧？逼死媳妇对你是有什么好名声吗？你要吃啥，我给你去做不就成了？家里挣个钱不易，你何苦花那钱？蒲建国，你要不要脸？当初我外婆可是给了我100块的陪嫁，这些年被你花了个精光，今儿我要吃碗面，还要看你脸色了。那你把钱给我，我去给你买吧。吃碗面还得问我要钱？蒲建国，请你告诉我，我嫁给你到底图了个啥？图啥？谁家女人嫁人跟你一样，还图男方家底了？也就是我家建国脾气好，忍得了你，换个人，你早不知被人打多少回了。看来公公打你打少了，所以你才这么多逼话。蒲老娘暴怒，伸手就想去打宋小鱼，被蒲建国给拦住了。他把老娘劝了出去，才去给宋小鱼买面。半个小时后去买饭的蒲建国，却是空着手带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回来了。建国媳妇，我求求你放过我家大田吧。王大娘，我这胎可被你儿子吓得好几次差点流产，你要再来气我，回头我儿子没保住，
你就跟你儿子一起去吃牢饭好了。小鱼，王大娘都60多的人了，你咋这么吓唬老人家？我刚才昏迷是假的。蒲建国不吭声了。我生的那混球闯的祸，小鱼你就说吧，这是你要咋样？也不是没办法解决，我要50块钱的赔偿。可我们家一直欠债，我上哪儿去给你找50啊？王大娘一家没来钱的路子，就靠着种地勉强温饱，你一开口要人家50，不是存心逼死人吗？我不着急的，你要是觉得他老人家不容易，你就去给他想办法吗？王老太太一听宋小鱼的话，瞬间像是找到了救星。建国，大娘晓得你是好心人，你一定可以帮大娘的，对不对？蒲建国一脸为难看向宋小鱼。小鱼，我们是夫妻，这钱就当是我借你的行不？我刚才就说了，我要跟你离婚，相比有你这个男人，我觉得寡妇更自在。蒲建国见宋小鱼死活不松口，只好出去找陈大军借了50。这下你满意了吧？宋小鱼才不满意，这钱太少，尤其是去城里，哪都是花钱的地儿，他得想法子多弄点钱来花。谁满意了？满意蒲建国你这个鳖孙吗？门口突然传来大骂声，蒲建国闻声走到门口，都没看清来人，就被人狠狠抽了2巴掌。病房里的人惊得躲到一边，宋小鱼忙安抚大家别担心，那是我哥，他就是替我出口气。大家一听这是大哥替妹子出头，也就见怪不怪了。金灿，你不要太过分，再打我可就要报警了。咋？我妹子被人打得全身是血，你还替杀人犯求情，轮到你就要报警？怎么，你一个大男人还没个女人经得住打？建国，我哥又不是故意的，他只是太过关心我，你不会因为这个跟他生气吧？宋小鱼茶里茶气的样子让蒲建国更为恼火。宋小鱼，他算你哪门子的大哥？我看他分明就是对你居心不良，你眼瞎看不见是不是？说啥呢你？我和金灿打小一起长大，小时候还一起吃一起睡，要真有那啥，不早就在一起了，能有你啥事？这是从前。他说赵玉梅时，蒲建国回他的话，论关系，他和金灿可比蒲建国跟赵玉梅亲多了，两人同在一个院子长大。金爸金妈忙工作，金灿就托给外婆照管。后来金爸金妈下放，金灿直接就住外婆家好些年，两人正儿八经是从开裆裤起就在一起疯闹。去把住院费和药钱结了就滚吧，我妹子不用你照顾。女人第一次不穿内衣睡觉，屋里就传出阵阵尖叫声，而她的渣男老公还鼻青脸肿的站在一边。金灿，宋小玉是我老婆，我想怎么对她都行，你别多管闲事。去把住院费和药钱结了就滚吧，我妹子不用你照顾。你了不起，你怎么不去结款啊？你媳妇住院，让我去结款。蒲建国，就算你想戴绿帽，难不成我就愿意给你织帽子了？蒲建国被金灿怼得脸色铁青，一瘸一拐出了病房。金灿看他交了钱，才慢悠悠拎着一兜水果回来。你买这么多干啥？我又吃不完。呵呵，你脸可真大，就你张嘴了，我不能吃。宋小鱼不说话了，过了几十年，都快忘记这人嘴巴毒了。看着眼前的男人，心神一阵恍惚。他已经将近30年没见到金灿了。前世他在最好的年华逃命，从飞奔的火车上一跃而下，尸体被碾成碎片，拼都拼不出一具完整的尸体来。你一直盯着我干啥？不会到现在突然发现你哥我很帅了吧？是，你很帅，蟋蟀见了都得叫大哥。真的，上次我去海城，好几个姑娘拉着我说我像那个傻港城明星，还说我要是拍电影一定会很火。可惜我爸那个老古板打死也不让我去港城。金灿正说的眉飞色舞，见宋小鱼陈眼里水雾溅起，还以为自己说错话，让他不高兴。你咋长大之后就变得爱哭了？要是觉得过得不好，不过就是了呀。别看我这5、6不着调的样子，其实我找工作了，就在市文工团，我每月都有工资，能养你的。宋小鱼深呼了一口气，平复情绪。你咋知道我这是的？我有哥们在你们乡派出所，是他告诉我的，说你被人入室抢劫，还差点没了命。我没敢让我妈知道，她跟你一样爱哭，怕她一听说这是守不住，就自己搭了车过来的。宋小鱼一怔，从市里到槐树乡要转好几次车。金灿怕是一听说消息就赶着过来了。灿灿，我要拜托你一件事。他如今无人可用，只好把复仇计划拜托给金灿。跟我还客气什么？你说吧，要我帮你干啥？宋小鱼将赵玉梅顶替他去上大学这事讲了一遍，听得金灿顿时火冒三丈。啥？你考上了大学给了别人？蒲建国那王八蛋居然还能干出这事来！不行，我不能饶了那混球。别冲动，那样只会影响你，还会害了我。按我的计划做就行了。发生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也不知道早跟家里人说一声？我怎么跟人说？村里没电话，有事都靠传话。我一个外乡人，能找谁帮忙传话？金灿这才想起羊头村穷的厉害，就算要打电话，那也要去乡里。你看看你挑的什么人家，嫁的什么玩意儿？他骂完才想起，宋小鱼并不是自己愿意嫁的，是宋父宋母将她骗到乡下，逼着她嫁的。想起这茬，他又狠狠握紧了拳头。哥，我想出去走走。金灿忍着心头怒火，带着宋小鱼来到了医院外面。金灿，你也不小了，遇事不要太冲动，凡事多想想父母。金叔和苏姨可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要是出事了，你让他们2个老人咋办？前世金灿没了，苏姨受不住打击也跳了河，金叔没了妻儿，没几年也去了。
他重活一世，可不想他们再经历一次丧子之痛。不是在说你的事吗？你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怎么突然变得唠叨，像个老太太一样？金灿，我在跟你认真说话，你老这么冲动易怒，早晚会闯祸的。你遇事先冷静一下，不管多急多火大，先在心里念5个数，平复一下情绪，再想该不该动手，好不好？金灿看着满脸认真的宋小鱼，火气也没那么大了。好，我听你的。真的，你说话可要算数。跟你说话，我啥时候不算数了？宋小鱼没再接话，沉默了许久。金灿再次开口：所以这是你打算怎么办？我要拿到所有证据，将这2个贱人彻底踩下去，和蒲建国离婚。那这孩子打掉。宋小鱼说这话时斩钉截铁，面无表情。可是孩子是无辜的，基因何其可怕，既是要断，就断得干净些，免得将来牵扯不断。那好，这事交给我。那个王大田，你打算怎么办？我会有法子对付他的，你别管这事。你不许自己动手。怎么会？我还不知道你。金灿可不觉得他是个能忍气吞声的人，劝自己劝得好听，他自己却是不一定的。放心吧，我会找人对付他的。对了，这事你别让苏毅知道，他身体不好。我知道。他妈疼宋小鱼胜过他这个亲儿子，要是知道宋小鱼出事，估计得哭死。金灿又从兜里掏出一把钱，10块、5块的都有，甚至还有毛票和钢镚。这个你拿着，不够你就去派出所找刘小涛，他是我同学，让他给我打电话。宋小鱼刚想推辞，不许说不要，都落到这份上了，嘴硬会让你日子舒畅。那我就先收着了，你花钱也有个章法，你看看你穿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你怎么和我妈越来越像了？两人说了好一阵话，宋小鱼将金灿送走后，转身回了病房。第二天早上，上次的公安又来了。你好，我是刘小涛，今天过来是想问问关于王大田入室抢劫的事。蒲建国也刚好来了，这次过来倒是还带了几个鸡蛋。宋小鱼便当着蒲建国的面将这事说成了误会，公安也猜出个大概，当事人不追究他也不好多说什么。公安离开后，蒲建国便收拾东西准备带宋小鱼出院。家里啥都没有，你去买点肉和米面，我在这儿等你。别买肉了，回家我让我能给你杀鸡。结婚那会儿就说杀鸡，你一只鸡杀了2年。蒲建国哪有你这么画饼子的？同一块饼你画几年？宋小鱼，你非得这么阴阳怪气是吧？你不买肉，我就得去派出所跟人说说，刚刚那些话是你威胁我说的。蒲建国盯着他瞪了许久，从牙齿里恶狠狠挤出话来。行，我去给你买。刚好今天逢集，蒲建国很快便买回了1刀不足1斤的肥肉。和他一起过来的还有蒲建红家的张玉珍和二大娘。米面就不买了，回家我去娘那边拿。你放心，我说到做到。小鱼，你咋样了？没事了，大娘，我家建国照顾得好，今儿就能出院了。那正好，咱们可以一起回去。蒲建国愣了一下，他没想到闹了这么几天的宋小鱼还能和颜悦色说他的好话。二大娘、玉珍嫂，你们陪着小鱼一起回村里，我还要去趟乡里。低头收拾的宋小鱼嘴角扯出一抹讥诮，他知道蒲建国是怕他作妖，想提前给赵玉梅通气。出了卫生院，张玉珍悄悄把卖猪的钱给了宋小鱼。这钱你建红大哥说给你，免得叫建国拿去，还不晓得便宜了谁。多谢嫂子。路过街口的小吃店，他便买了些个大包子，给张玉珍和二大娘一家分了5个。这可不成，你身子不好，正是要营养的时候，留着自己吃好了。收着吧，那天晚上多亏了你们，要不然我这会儿说不定都不在了。流氓只是多看了女人一眼，就被关进小黑屋3天，最后还赔偿50元巨款。可他不仅不悔改，还恶狠狠地盯着女人。我说王大田，你这是心里不服，还想害小鱼是不是？老嫂子，没有的事，我就是刚出来，还有点懵。王大田说完咬着牙跑走了。你晚上把门锁好，有事你就喊，我瞧着他怕是不大服气。我知道了，二大娘。宋小鱼嘴上回应着，心里却没打算就这样放过王大田。和二大娘分开后，他直接来到了蒲家老宅。哟，不是病得起不了身吗？来我家干啥？宋小鱼没理会阴阳怪气的小姑子，径直去了蒲建设的屋里，拿了1袋米，又拿了床上的一套铺盖。呆，你干啥？大白天的你就来偷东西？宋小鱼，你去个医院了不起了？你大哥让我过来拿的，一边去。不行，你把东西给我放下。蒲建琼，我这肚子里可是你大侄子，你要是碰到我，回头你大哥你老娘都饶不了你。蒲建琼咬了下唇，不甘心又不敢靠近。我会告诉我娘的，随你便。宋小鱼回到家，重新铺上软和的棉被，一觉睡到了太阳落山。蒲建国拎着皱巴巴的衬衣走了过来。宋小鱼，我就这么一件衬衣，这都几天了，你咋还没给我洗？我不舒服，摸不得凉水。怀个孕而已，你要不要这么娇气？蒲建国，衣服你自己看着办，以后都别指望我给你洗衣服做饭。我们是2口子，你非要跟我闹的什么身份吗？你要钱要粮我都给了，就连你拿了建设的铺盖，我也给囊说好话，把这事过去了。你到底还想我咋样？宋小鱼扭到一边不理他。蒲建国盯着他许久，最后无奈叹了口气。晚上我要帮三叔掏红薯冻，可能会晚点回来，
等蒲建国走后，他才起床焖了点米饭，做了个小冬瓜炒肉片。吃饱喝足后，他悄悄出门往李秀英家的方向走去。李秀英家这会儿正吃饭，远远的还能听见他喊赵玉涛端饭的吆喝声。他走到偏房边上，钻进空间躲了起来。王大田小气记仇，肯定会来找他报复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今晚王大田一定会先来找李秀英，他被关了这么几天，出来肯定想泄火。再就是他会跟李秀英商量怎么对付宋小鱼。没多久，外头就传来动静，他赶忙从空间出来，躲在一棵大树后面，将锄头紧紧攥在手心，瞅准时机抡起锄头，狠狠朝着王大田砸了过去。哎呦！王大田捂着脑袋回头的一瞬间，宋小鱼又躲进了空间。出来，是哪个龟儿子打老子黑棍？他四处看了看，压根没见有人影，嘟囔着骂了两句，便扭头继续往李秀英家走去。宋小鱼再次出现，又是一锄头抡了下去。这次王大田哼哼两声，就倒地上起不来了。宋小鱼不解恨，随手捡起一截枯树枝，朝着他的眼睛狠狠戳了下去。刚躺上床的李秀英似乎听到什么动静，屏住呼吸仔细听了听，又好像是错觉。想着一会儿王大田要过来，特意将灯给灭了，连里面的衣服也提前脱了。回到家的宋小鱼将绑在鞋底上的木板和布条全部取下，扔进灶堂里烧掉。别说是眼下侦查手段有限，就是科技发达的将来，也未必能找出痕迹。办完事的宋小鱼心情大好，躺在床上美滋滋的睡去。好人是没好报的，前世金灿母亲苏怡一辈子做了那么多好事，却在送学生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游手好闲的王大田。他拦着苏怡意图不轨，被过来接母亲的金灿遇上，愤怒的金灿一拳打伤了他的眼睛。王老娘便不依不饶，天天跑到苏怡工作的学校去闹，闹到最后，金灿不但赔了钱，还被家里人送去了彭城。要不是去彭城，他也不会遇到那个女人，害得死无全尸。宋小鱼想着前世之事，打定主意这辈子坚决不让金灿去彭城，昏昏沉沉睡了过去。半夜里，蒲建国顶着雨回到家里，一看书桌上的煤油灯已经燃得见底，再看灶台上碗都没洗，火气瞬间就上来了。宋小鱼，你会不会当家？有你这么过日子的吗？你晓不晓得一斤煤油多少钱？你睡觉还点着灯干啥？天黑没灯我害怕。蒲建国想起王大田那事，心里有几分愧疚，但很快消失不见。我在外头忙了一天，回家连口热水都没有，你自己吃了肉连碗都不洗，这日子你还过不过了？蒲建国，我不想过了，以后也不会给你洗衣服做饭干任何事。这话我下午就说过，你记性不好，我就再说一遍。行，你厉害，我懒得跟你说了。蒲建国累得不行，脱鞋子就打算上床，自己找地方睡，我这床只给大学生的男人睡。宋小鱼，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你欠我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你想睡我边上也行，不过我睡觉不安生，怕是会乱砍人。你和王大田不一样，砍伤他公安有话说，砍伤你不过是家庭纠纷，最多调解而已，你可想清楚了？蒲建国瞪眼与他对峙许久，最后败下阵来，转头扯了几捧稻草过来，打算将就着对付一宿。还没等他准备好，门外又传来敲门声。建国，建国，快起来，出大事了！有人叫你，赶紧滚出去，别耽误我睡觉。蒲建国无奈走到门外时，脸上却又不见了之前的烦躁。建宏大哥，出啥事了？建国，王大田在半弯处被人打断腿，戳瞎了眼，这会儿还人事不省，你赶紧过去看看。啥？大田哥被人打断了腿？这啥时候的事？不知道，昨天晚上去屠宰场送猪，回来的有些晚，半夜里又下雨，路有点滑，我走到半弯处，脚下一滑，摔了个跟头，就扑在了一个人身上，我的个能耐，差点环都给我吓没了。宋小鱼听到是说王大田的事也走了出来。建宏大哥，刚我听你说是王大田被人打断腿了。睡你的觉去吧，你打听这些干啥？他欺负了我，这会儿被人打断了腿，我当然得问问是哪位大侠行侠仗义，替我出了这口恶气呀。你心咋这么狠？人家都断腿了，你还计较之前的事？蒲建宏可没工夫看蒲建国两口子拌嘴。建国，你赶紧去看看，王大田估计这回好不了，看看是送卫生院还是去派出所，总得有个安排。蒲建国也没啰嗦，跟着蒲建宏出门去了。建国，你早点回来，我害怕。女人真是麻烦，以后你还是早些回去吧。小鱼说来还是个小姑娘，又是城里长大的，你家旁边还有几个坟包。当初我就说选那儿盖房子不好，咱老爷们不觉得有啥，可他们女人肯定不一样。第二天一早，宋小鱼刚来到门口，就看见张玉珍神情憔悴的从半弯处回来，一看就是一宿没睡。玉珍嫂，吃饭了没？没有。你说这倒霉催的，咋就让我家男人遇上那破事呢？别管那些，先去我屋里吃口饭再说。张玉珍想客气，可肚子又不争气，跟着宋小鱼进了屋。王大田那是闹得咋样了？说起这事可真是奇怪，三婶家的建林当过兵，你晓得吧？宋小鱼点头表示知道，他费劲清扫痕迹，就是怕有人瞧出来。我跟你说，建林可不简单，以前在部队那可是侦察兵，可他愣是没查到半点痕迹，再加上昨夜里又下雨，鬼才知道王大田是啥时候被人敲了黑棍。咋这么离奇，连建林哥都看不出痕迹来？可不是嘛，村里人都说王大田怕不是见鬼了。花心丈夫只顾挑逗青梅，
已婚少妇夜夜独守空房。然而宋小鱼却不吵不闹，反手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就连地里的红薯也打包换成了谷子。建国媳妇，你上次说几亩地的红薯换我家120斤谷子的话，还算数不？算数呢。那好，这里是120斤谷子，去皮打米估计不够，回头我再给你补麦子，你自己去脱粒打米，我没时间。宋小鱼没想到陈勇媳妇做事还挺磊落，当即也不计较。行，回头我出了多少米，找嫂子补回来就是。那红薯我今天可就开始挖了，你挖吧。宋小鱼丝毫不在乎这事。下午，蒲老娘路过宋小鱼家的地，见陈勇媳妇带着2个小子还有妯娌正忙活，还客气的打了声招呼。老大家的还怪能干，居然喊了陈家人帮忙，也不晓得陈家人憋的啥主意，还真给他帮忙了。你说这是怪不怪？你管他那些干啥？眼下家里没人手，建国天天忙外头，他家几亩地的红薯，有人帮忙收拾好事。回头你空了，带上老二媳妇去搭把手。建国那边没红薯冻，全叫我们冻里，他们要吃再过来拿就是。也不晓得老大家猪养的咋样了，就他3天2头往卫生院跑，估计猪都该要飞了。就你爱操心，这下收了红薯，他家也该有猪食了，养到年底猪也就可以出栏，到时候老三的婚事也就有着落了。还有建设开春的学费，当年龚建国供到高中毕业，他几个弟弟都没他读的书多，如今也该他帮衬家里了。你把他盯着点，我不管他当干部喜欢去帮谁，可这2头猪的钱必须捏咱手里，别一天天的在外头吆五喝六的，回家不晓得自己姓啥，爹娘老子兄弟都不管了。那头的宋小鱼还不知道，蒲家老爹老娘还在打着已经被他卖掉的猪的主意。他到下湾处找到王富贵家的。婶子，我听说你家兄弟有拖拉机是不是？小鱼，我正要去找你，王大田害你那是可咋说的？还能咋样？我还在床上昏迷着，他老娘就跪我面前磕头。你说我一小辈能看那么一把年纪的人跪着磕头？都是他那老娘给惯的，一把年纪还游手好闲跟人鬼混，谁见了不厌恶？也就那头人家稀罕得很，就他这样的人被人打黑棍，那不是迟早的事吗？婶子，你可别说这话，我跟他有恩怨，之前看我就像要吃人的样子，他这被人打了黑棍，我怕他那老娘回头不问青红皂白赖我身上。我家建国那脾气，婶子你也是知道的。我呸！我看啊，他分明是跟人争风吃醋，被那老寡妇的野男人给打的。不能吧？除了王大田，难道他还有别的男人？我跟你说，这话你可别告诉别人。那赵家的可不只是王大田一个，就连小涛是不是他老子的种，那可都不一定。那娘们打从年轻时起就不是个安分的，他那闺女跟他妈一样，有样学样，要不然建国咋会？宋小鱼一脸认真听着，时不时还点点头嗯一声。富贵婶子话说一半，才想起当着人家蒲建国媳妇的面说人，一时脸上有些尴尬。小鱼，建国是个好人，他也就是爱帮人，婶子嘴上一时没个把门的，你别往心里去。婶子，我知道他那人，也该是我命苦。男人嘛，年轻时都会不懂事，等过几年年纪大了，他就晓得家里人的重要了。算了，不说他了。婶子，我就是想问问你娘家弟弟的拖拉机给人拉货咋算的？他那拖拉机这2年都没咋动，也不晓得还能不能用。你要用拖拉机干啥？前2年抓投机倒把抓得厉害，他娘家弟弟替人拉了几车砂石料，挣了不少钱，也引来不少人眼红。去年还被人检举了，弄得他现在拖拉机闲置，都不敢出去跑生意了。我有个叔叔在城里有点生意，想找个拖拉机转一下。对了，你家是城里人，肯定认识不少厉害人。这样吧，回头我带你去一趟我老弟家，你跟他说一说。不着急，我先去城里问问我叔叔，啥时候需要再说。宋小鱼跟富贵婶子说好之后，便去二大娘家里问蒲大江借了自行车去乡上，要不让建国回来送你吧，咱村路不好走，回头掂着肚子里的孩子可咋办？没事的，大娘，我会注意的。他骑着2八杠的自行车一路颠到乡上，已经是大中午的时候了，又马不停蹄地往槐树乡唯一的厂子化肥厂的方向过去。大叔，我找张小伟，麻烦你帮我喊一下。你等着。看门的老头见是个漂亮的姑娘，已经见怪不怪了，看宋小鱼的眼神颇有几分恨铁不成钢。不多会儿，一个中等个头20多岁的年轻人走了出来。小妹妹，你找我？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妹妹，我可不记得招惹过你呀，别在这厂门口给哥们搞事情。张小伟是个风流的主，不过他要胡闹都是去县城里，可不敢在自家老子地盘上跟人胡闹。怎么，张大少堂堂爷们，还怕我在厂门口害你不成？笑话，我张小伟会怕个女的？你谁呀，这么嚣张？宋小鱼扭头朝着厂子对面的小卖部过去，要了2瓶汽水，递给张伟1瓶。我是赵玉梅的表妹，听我表姐说，张大少是个能耐人，不光是咱这乡上，就是县城里，那都是有牌面的人，让我有事就过来找你。不知道我表姐说这话是真的不？那是，也就是我为人低调，要不然还能窝在这乡卡里。我说你那表姐上个大学了不起啊，这一走连封信都没有，还真是翻脸无情啊。咋可能？我表姐写信给我，还特意提起张大少你呢，
说他对你日思夜想，魂牵梦萦，就是碍于你场少的身份，不敢随意给你写信，怕坏了你的前程。难道你已经将我表姐给忘了？他真这么说？是真的呀，要不然我哪能晓得你张大少的大名？我表姐说让我有事就过来找你，说张大少你这人最是热心肠，只要你能帮得上忙，那就绝不会有二话。尤其是我表姐的托付。大少，我表姐说的是真的吗？张小伟被捧得云里雾里，他身边狐朋狗友不少，被人这么直白的恭维，可还是头一回。嗨嗨，你表姐说的没错，你有事只管来找我好了。哎呦，那可真是多谢表姐夫了。张小伟那会儿对赵玉梅其实也没啥想法，本就是赵玉梅成天跟在他屁股后面博存在感，可这会儿眼前这姑娘笑得比厂门口月季花还要好看，他心都有些不受控制的跳动。说吧，你找我是有啥事？表姐夫，我想问咱厂里的氨水咋卖的？你想让我给你弄氨水？化肥厂不只生产肥料，还有氨水等农用产品。化肥颗粒大多农民还买不起，像羊头村这样的穷村，多是靠人力去挑氨水来用。这时候的牛，多是几户人家合作养一头，都不舍得用它去拉货。宋小鱼就是打着从化肥厂拉氨水回来挣差价主意，一桶氨水挣他个几毛钱。表姐夫，这是不行吗？张小伟面对这双水汪汪的眼睛，那句不行就说不出口了。也不是不行，就是我知道表姐夫要弄这事挺麻烦，这样吧，我每卖一桶氨水，给你抽5分钱咋样？张小伟眼睛一亮，他家里不缺钱，又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可奈何他花销大，除了把妹还得请客吃饭打赏小弟跟班。可这是钱他想要，可老头子的竹笋肉丝他不想吃。这事你不用担心，都是为村民服务。你也晓得，咱乡下人拉一次肥水不容易，我男人是干部，天天为这事犯愁，要不然我也不会想着来干这事了。你结婚了？张小伟失落2个大字全写在脸上。我男人是村里干部，我就想着为集体做贡献，也让他少操心。姐夫，你可得帮我呀。那的我先说好啊，我还得去找人批条子，这事能不能成还不一定哈。我相信你姐夫，你一定可以的。化肥厂效益并不怎么好，好些农民还没开始接受这玩意，能接受的又没钱买，或是有钱买难以拉回家，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厂子很不景气。张小伟没怎么费事，就找销售科主任批了条子。哎呦，你可真是我亲姐夫。宋小鱼拿着条子喜不自胜，便打算回村寻富贵婶子。他刚走到中学的岔路口，远远望见学校大门，想起好久不见的金叔和苏怡，猛地刹住了车。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前世好像就在这几天，苏怡出了个事，具体是什么事他一时没想起来，于是调转车头往学校的教师宿舍楼方向过去。李老师，我找苏老师，他在不？苏老师啊，他好像去学生家里家访了。宋小鱼当即有种不好的预感。你知道那学生家在哪个村不？好像是去徐建妹家了。我知道这个女生家里重男轻女，不想让她读书，天天想着让她回家嫁人。这女生学习好得很，是个读书的料子，可惜了。苏老师一定是心疼那姑娘，才想着去她家里劝她父母的。宋小鱼也想起这姑娘了，她顿时有些手脚发凉，身子打哆嗦，不听使唤。徐建妹家是哪个村的？公安在值班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慌忙赶来的女人却不报案，而是开口要借她的棍子。金灿说有事就找你，能借个电棒给我不？小鱼姐，你遇上啥事了？你说就是，这电棒都是有登记的，我可不敢随便乱借。宋小鱼这会儿也急得很，便将苏江月和徐建妹的事大概讲了一遍。刘小涛一听是金灿母亲的事，瞬间坐不住了。你先去外边等我一下。刘小涛回了所里，不多会再出来时拿了一根棍子，前面是调节电量大小的，后头这个是开关。小鱼姐，你可得注意啊，我晚上要值班走不开，等我一下班就过来接你们。好。宋小鱼没拒绝，带上电棒就往徐家村赶。等到徐家村附近时，天已经快黑了。按说他这时候该在半道上遇到苏江月的，他拦住一位赶牛回家的老汉。大叔，从你们村去乡里还有第2条路吗？别的路就四番这座山了，不过这山可不好走，尤其是晚上，里头石坑多得很，一不小心可是要摔死人的。姑娘，我劝你在今夜别走山路，真的危险啊！宋小鱼心跳的厉害，这么险峻的山路，苏江月一定不会走，那为何大路他没遇见人？大叔，徐建妹家在哪你知道不？竹林旁边的茅草房就是他家了。宋小鱼道了谢，猛踩自行车冲到了徐建妹家门口，屋里正传出女人的骂声：死丫头，说是去送个人，送到这会儿还不回来，是要把人给送回学校吗？不长眼的东西，家里到处是魂儿，还想着偷了，老娘是做了哪辈子的孽，生这么个不懂事的玩意儿。宋小鱼上前一脚踹开门。徐建妹走多久了？好像差不多1小会儿了吧。宋小鱼顾不得继续问下去，一路往前是记忆中出事地点过去。徐建妹老娘后知后觉反应过来，哪儿来的小妖精，还敢踹老娘家的门，日你仙人板板！宋小鱼一路飞奔，没注意前方有个树桩，一时冲过去摔了个跟头，肚子顿时一抽一抽的疼。我求你，可别在这个时候闹啊！他艰难起身，吃力的扶起车把手，想要继续往前赶。这时不远处好像传来一声吼叫：救命啊！
这一次他听得很真切，随之还传来了脚步声，似乎正是朝着他这个方向过来的。他一个闪身进了空间，紧紧捏住了电棒。不多时，两个娇弱的身影跌跌撞撞跑了过来，身后跟着个黑影。臭娘们，我看你们往哪里跑！你们这些臭婆娘都该死，一个个都只认钱不认人，骗人彩礼还不给生娃，老子今儿就弄死你们！苏江月被脚下藤蔓绊倒，连带着徐剑妹也摔倒在地。嗨嗨，你倒是跑啊，跑呀，给老子跑呀！他见两人摔倒，反倒不着急了，慢悠悠往两人跟前过去。倒在地上的苏江月手肘蹭破了皮，火辣辣的疼，也挡不住他此时心里的惊骇，因为他看到那黑影身后又出现了一个黑影，还举起了一根棍子。徐剑妹也看见了，死瘸子，就你这样人丑心歹毒的天杀玩意，活该被人骗婚，让你这辈子都娶不上媳妇。瘸子生平最恨人喊他瘸子，还有他媳妇跑路这事，这会儿被徐剑妹勾起怒火，哪里还注意到身后动静？你还敢骂我？我今儿要你！瘸子气到头顶冒烟，伸手便要去抓徐剑妹，腰部突然传来一阵电击发麻，随后是一阵剧痛，蔡瘸子砰的一声倒地，抽搐两下彻底不动了。苏姨，你咋样了？死丫头，你胆子咋那么大，居然敢跑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来？你先别管我，还是想想咋处理这个人吧。苏江月目光落在瘸子身上，后知后觉又是一阵惧怕。苏老师，咱不能放过他，蔡瘸子是村长外甥，要是放过他，这事十有八九又不了了之。宋小鱼看了眼徐剑妹，没想到这姑娘居然这么硬气。没错，她祸害的姑娘可不止一个两个，这回要是放过她，下回还不知谁倒霉。总不能杀了她吧？杀人可是犯法的。杀人的事咱不干，可这救人的事咱还是要做的。他说着狠狠挥动电棍，对准蔡瘸子那条好腿，连着几下敲了下去。徐剑妹缩在苏江月身后，看向宋小鱼的目光既畏惧又崇拜，心里有种前所未有的痛快。小鱼，你带着小徐先走，我留下。宋小鱼眼角湿润，就是这个瘦瘦小小的女人，明明很胆小很害怕，可一旦有事，总是会站在她前面。比起她那个从小到大没给过任何关爱，却能骗她去嫁人的亲娘，不知好多少倍。听话，你们赶紧走。苏老师，我不会走的，就算要枪毙，那也该是我，反正我贱命一条，死了也没人管。你带着这个姐姐先走吧。不用，咱们不会有事。突然她肚子一阵痉挛抽痛，疼得额头直冒冷汗。小鱼，你是不是肚子难受了？宋小鱼已经疼得说不出话了，脑袋一歪，彻底陷入昏迷之中。小鱼姐，苏老师。小鱼，你醒醒，没事了，肯定是你经书带人来找我们了。等宋小鱼再次醒来，人已经到了卫生院。你醒了，小鱼，还没有哪里不舒服？我没事了，苏姨。那坏人抓起来了吗？抓起来了。小刘说，蔡瘸子手上估计沾了人命，他们昨晚连夜审呢。宋小鱼想起前世打开蔡瘸子家地窖发生的惨烈场景。苏姨，让人给刘警官传个话，蔡瘸子杀了人，没见着尸骨，他家菜地偏房地窖，还有粪坑都得好好查。你别操心这事，灿灿回来了，他知道去跟人说，饿坏了吧？我去给你弄点粥过来。金灿咋回来了？是小刘告诉他的。你也知道，那孩子脾气冲，却是个知道心疼人的。他本就不放心我和你叔，一听说遇上杀人犯，哪里还坐得住，连夜就骑车回来了。从市里到乡上将近100里路，宋小鱼都不敢想金灿这一夜跑得有多急。两人正说着话，金灿提着个保温壶进来。爸一大早熬好的鸡汤，你俩赶紧趁热喝吧。蔡瘸子那是咋说的？你先别管这事，好好养你的身体。那老王八蛋犯的是不小，刘小涛他们一大早带人去指认现场，要是真查出点啥，估计花生米跑不了。你要不要去一趟？我怕刘小涛他们找不到。用得着你操心。刘小涛他们所里来了个老师，人家办案经验足，一看蔡瘸子就知道有事。昨晚上加班审那死瘸子，所里人熬了一个通宵。来了个老师？据说是省中心那边调拨过来的，好像姓严，人称活阎王。小刘说，但凡案子，他瞟一眼就知道啥情况了。宋小鱼是听说过这人的，有名的刑侦大师。他怎么会来咱这穷乡村？说来这事还跟你有点关系。跟我有啥关系？王大田出事后，非说是你报复，派出所查不出个究竟。正巧刘小涛他爸跟阎罗认识，两人聊天就说起了这事，他一听就来了兴趣，直接打报告来了这边。宋小鱼扭了扭头，心里想以后出去可得注意些，至少阎罗在的时候不能冒头，省得叫他抓住了小辫子。金灿伺候完2个女人，又去街上忙活了。宋小鱼和苏江月说起了徐剑妹的事。他家里人咋给他取了那样一个名字？他们家连着生了3闺女，才生了个儿子，因而前头出来的姑娘就像父母的前世仇人，名字一个比一个难听。他大姐叫徐建仁，二姐叫徐建妮，儿子叫徐金宝，聚集全家人的宠爱。他父母对女孩这么轻视，他咋还能上学？他2个姐姐都没读过书，原本他也是没指望的。那孩子是个上进的，以前我和你经书下放在他们村带了一阵课，他每天都会背着弟弟过来听课，好学又是个有天赋的孩子。你经书那人你也知道，
学费都没让他们家出，这才让小徐那孩子读到了初中。可惜他家里人这会一门心思想让他嫁人，给弟弟换彩礼。我昨儿去他们家劝了好久，他爹妈也没松口。他弟弟才11、12岁，要换啥彩礼啊？人家打算将来送儿子进城，给儿子娶个城里姑娘，所以啊，这彩礼就得早早准备了。宋小鱼无语了，赌上几个闺女的一生，去换儿子那个未知的前程，都不知该说什么了。建国呢？这都大中午了，你一晚上没回去，他都不担心的吗？一旁值班的大军扫笑着接话：咋不担心？我刚去倒垃圾，就瞧见你家建国提着个保温桶，估计是过来给你送饭来了。苏江月一听这话，眼里的不悦散了些，好歹还算懂点事。结果大军嫂把病房都给收拾了一遍，还是没见到蒲建国的影子。咦，这人呢？走哪儿去了？他是寡妇的救星，是村民眼中的大好人，可妻子住院却不管不问，甚至还热情地给仇人送饭。建国媳妇，这是建国给大田送来的，他一人吃不完，剩下的你吃了吧，省得浪费了。宋小鱼目瞪口呆，蒲建国来送饭了，但不是给他，是给王大田。现在王大田吃不完，他老娘拎着剩饭来给他。一旁的苏江月心里那股火蹭蹭往上冒。不用了，我家闺女有人送饭，你留着自己吃吧。建国媳妇，你别动不动就跟男人怄气，男人家在外不容易，你得体谅一些。你说的对，大娘，王大田咋样了？腿还能治不？眼睛瞎了没？我咋听人说他那啥都不行了，该不会断子绝孙了吧？懵懂老太太总算听明白宋小鱼的不善语气。建国媳妇，你啥意思？我好心好意来看你，你就是这么说话的。大娘，我就是关心问问而已，你发这么大火干啥？这老太太是村里出了名的懵懂人，说话从不顾及别人，经常堵得人心里难受。宋小鱼以前以为她是真不懂，可别人照着她的话来说，原来她还是知道疼的。大娘，我不会说话，你是知道的，要是哪句话让你不高兴，你可别往心里去啊。你大娘哪能跟个小辈计较呢？再说了，我们家小鱼那也是关心你是不是？王大娘沉着脸抿嘴拎着小桶走了。苏江月脸色很不好看。蒲建国是不是一直都这么不着调？先进干部嘛，肯定是先为大家，再顾小家了。有他这么个先进法的吗？自个儿媳妇一晚上没回家，他这会儿都不清楚，还有心情给别人送饭。你老实告诉姨，蒲建国是不是对你不好？前世宋小鱼在亲人面前永远都是报喜不报忧，以至于他后来离婚，周围人都很是莫名其妙。姨，我要跟他离婚。离婚？你打定主意了？他没问为啥要离，离了之后要怎么办，只是问是否决定了。是你知道的，当初我是被我爸妈骗过来逼着嫁的。本来我还想着蒲建国人不差，我好好跟他过日子也成。可你今儿也看到了，他离就离，你别怕，苏姨有工资，灿灿也能养活自己，回头你跟着姨过就是了。这天下离了他蒲家还不能转了难不成？他一生吃过各种苦，唯独没吃过婚姻的苦，见不得宋小鱼受这委屈。天擦黑，金灿才拎着个帆布袋回来，里头装着2罐麦乳精和橘子。我爸让拿过来泡给你们喝的。你爸呢？我爸去派出所了，说是要登记什么信息，估计还得要一阵子。他害人证据找出来了吗？金灿看宋小鱼的目光有几分疑惑。你怎么那么肯定他害人了？他好凶的，不信你问苏姨，那么可怕，我不信他没杀人。没错，穷凶极恶，手上很难说没沾人命。你们猜的没错，下午我去派出所，刘小涛还没回来，我就骑车去了一趟徐家村。那会阎王还在他家找证据，别说蔡瘸子脑子还挺活的，他承认欺负女人，就是不承认害人。去他家查看的时候，他们村的书记还过来套近乎，但遇上阎王嘛，呵呵。那最后怎么找到证据的？在他们家猪槽后面的地窖里。我过来的时候，刘小涛他们还在清理尸体，据说已经清理出12具了，其中男女老少都有，实在想不通他咋就能害那么多的人。宋小鱼前世在新闻上看过这事，这会儿亲耳听着，还是觉得惊骇不已。他害了那么多人，村里就没人发现不对吗？蔡瘸子一家不会做人，跟村民多有纠纷。后来他爹娘死了，其他人看他不顺眼，没少排挤他，逼得他在3队靠山脚那一块起的房子，那一片跟村里隔着老远。他害人干啥的？对上人哪能知道呢？苏江月捂着心口后怕不已，简直不敢想象他们昨夜居然跟那样一个杀人狂魔博弈。他那个村长舅舅估计要麻烦了。不能吧，新社会可不兴连坐那一套。是不兴连坐，可蔡瘸子害的人里头还有个是他的本家侄女，人家小姑娘才14、15岁，正是大好年华，听说还是个读书不错的，他本家兄弟能放过他？天爷，真是丧心病狂，连亲戚都不放过。何止，还有他们老蔡家的人。阎王怀疑蔡瘸子他媳妇压根没跑，而是被他害了。不过现在尸体还在清理，还要查询走访死者身份，这是一时半会弄不完。这年头科技不发达，要辨认面目全非的死者极其不容易。你要不要去厕所？我扶你过去。宋小鱼一看金灿朝他使眼色，就知道他要说别的事。两人从病房出来，走到院里。蒲建国让那个女人顶替你上大学的证据我已经找齐了，你打算啥时候把这事给闹开？不急，
这是我得寻个好时候。他前世知道这事太晚，没给他发挥的机会，这一世既然知道了，那就要将两人彻底掐死，钉死在耻辱柱上，让他们这辈子都不能翻身。这事你可不能胡来，回头咱们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处理。宋小鱼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以前遇到这种事，他已经不管不顾冲上去揍了，现在还反过来劝他了。我不是担心你，主要怕贸然打草惊蛇，反倒落了下乘嘛。你把证据放哪了？我带着呢，这是我托教育局那边弄出来的，你看放哪比较好？要不先放我家？不用，我有稳妥的地方。等两人回到病房，金校长也来了。小鱼，你身体咋样了？我好多了，金叔。驼家那边无人照顾，你就别急着回去了，就先在学校里住下。你苏怡这几天都不能去上课，你就帮我看着你苏怡几天。好。宋小鱼满心感动，心知金校长说这话并不是因为苏江月，而是担心他自己回去无人照顾。一直到第二天上午，蒲建国才脸色难看来了卫生院。宋小鱼，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家里挖红薯忙得要命，你还有闲心跑卫生院来躺着？你是不是装病成习惯了，觉得这卫生院的床躺着舒服些？蒲建国，我就这样了，以后啥活也别想我干，家里活谁爱干谁干，不干拉倒。这日子你能过就过，不过拉倒。你不要太过分。我不觉得过分啊。哦，对了，家里吃喝你可得给我置办齐全，没吃的我就去找你老爹老娘要，再不然我就去你亲戚家，去村集体和乡上要，烧我一口饭不要紧，我就看你蒲建国那脸丢得起不？蒲建国盯着宋小鱼看了许久，最后一言不发，转身就要走。娘说的对，这女人就是不能对她太好，晾一晾她就会知道怕了。蒲建国，家里门后面那半背篓麦子你可别动，那是我留着要用的。蒲建国头也不回的走了。宋小鱼勾了勾唇角，话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他要是不听，那也不怨自己没提醒了。晚上宋小鱼躺在床上没事干，索性进去空间收起了庄稼，一进去他就傻眼了，居然又开出了一块土地，在两块地的交接处居然还长出一棵小苗。第二天宋小鱼出了卫生院，便找到了富贵婶的娘家兄弟德文书。德文书，你帮我跑一趟拖拉机，我给你5块钱，你看咋样？咱也不是外人，我就跟你直说，5块钱不多，我也愿意跑，但是如果碰上检查之类的，这事你得承担。叔你放心，我男人是干部，这事包我身上。蒲建国这张牌在县里乡里无人问津，在村和村之间倒是好用得很。宋小鱼带着德文书去化肥厂时，张小伟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这说好的事咋能不来呢？昨天出了点意外给耽误了，你放心吧，今儿不会再有事了。德文书，你跟人去装货，能装多少是多少。德文书欲言又止，想提醒他拉多了家里用不完，想想蒲建国素来烂好人，备不住还有给别家拉的。半个小时后装了满满一大车桉水，往徐家村方向过去。不是拉你们村吗？我们村里人不喜欢用肥，倒是徐家村那边人有钱，他们舍得买肥料。徐家村刚经历了蔡瘸子害人事件，村里如今是风声鹤唳，见着个外人开着拖拉机进村，不少人都围了过来看热闹。你们村支书在不？老书记，有人找你呢。不多会，扛着锄头的村支书看向宋小鱼。姑娘，你哪家的？宋小鱼拿了一网兜水果递给了村支书。我是派出所小刘的表姐，说你们村前几天出事了，听着怪瘆人的。我表弟说得亏老书记你发动群众，积极配合派出所工作，才能将坏人绳之以法。这不我就想着，你这样德高望重的长辈，我得来拜访一下呀。村支书被宋小鱼一顿彩虹屁捧得笑出了褶子，客套推辞一番便接过了网兜。小宋，你拉的这一车桉水是打算干啥的？那不是我们村的人买桉水，都是靠人力挑吗？刚好我叔拖拉机在乡上，又有朋友在化肥厂，索性就拉一车回去，看看乡亲们要不要。这咋能不要呢？姑娘，你这桉水咋卖的？1桶50斤，厂里出来1毛2，你要的话我加1分钱，给我叔凑个烟钱，不过分吧？那人听了价格就不说话了。他们去化肥厂自己拉，确实是1毛2，这1桶50斤，多1分钱也不过是5毛钱的事，可5毛钱也能买1斤肉了。老汉还在犹豫，旁边一个大娘走了过来。闺女，给我家放5桶成不？大娘家里缺乏壮劳力，眼馋别人家能用肥料，自己家却没那个本事走几十里路去挑回来的。今儿个有人上门，自然愿意加钱购买。行，大娘，我给你放下5桶。不行，我先说的，得给我留10桶。老汉算了算，家里的钱够开支，这东西也确实能增产，只是去厂子里挑太吃力了，贵5毛总比自己苦哈哈去挑来的强。刚你不是不要吗？这5桶可是我家先定下的。一时间闹哄哄的，谁也不肯让。去厂里挑，哪有人直接送家门口来的方便？父老乡亲们都听我一句啊！今天本来是过来拜访老书记，凑巧遇上大伙儿有这需要。我呢，也是红旗下春风里长大的，从小家里长辈就教育事事为人服务，自己吃点亏没关系。为了帮助大家，我决定明儿再拉2车过来，你们看如何？男人3天奖励自己800次，妻子却为了生计四处奔波，靠着倒卖桉水赚了第1桶金。建国媳妇，其实咱还可以再跑一趟的，只是回来摸黑罢了。叔，我就想挣点月子钱，没想把自己搞得那么累。
那在明天。明天天不亮一早就走，我把富贵婶也叫上。他仔细想想，就他和德文叔2个人，时间长了不免有人说闲话，不如叫上富贵婶子，3个人一起干活挣钱，也不会有人说什么。婶子，我叔给我学了点生意，我琢磨着你帮我找了德文叔帮忙，那也不能落下你。明天你跟我一起出去，1天3块钱，管饭，行不？富贵婶一听这话，眼睛都亮了几分。建国媳妇，看你这话说的，都是乡里乡亲的，说啥钱不钱的，那不就是顺手帮忙的事吗？婶子，话我得给你说清楚，我那男人啥德行，你也知道，你帮我干活，这钱我说多少是多少，就一个要求，这事儿你不能让蒲建国知道。你就放心吧，婶子这嘴严实着呢，你那男人下午还帮人挖红薯呢，我听着那意思，还得把老赵家的挖完种了小麦，才回去弄自家的，要不我让你嫂子给你帮忙去。不用，我有人帮忙呢。宋小鱼如今是巴不得蒲建国天天给别人帮忙，最好忙的家都不回。谈妥后，宋小鱼往家里走，路过李秀英家时，他似乎听到了蒲建国的声音。建国，今天在我这吃饭，我娘子嫂子送的酸菜，酸得够味，吃面最好吃了。不用了，婶子，小鱼在家做饭了呢。你拿婶子当外人呢？小鱼在卫生院没回来，上哪去给你做饭？就在这吃吧，这2天把你给累坏了。蒲建国推辞不过，索性应了下来。建国啊，你是个好孩子，小鱼她也是个好的，就是城里姑娘和咱乡下孩子不一样，有点娇气任性那也是难免的。你是她男人，多少让着些，别事事跟她计较。躲在外边的宋小鱼冷笑，这女人可真是会劝。之前李秀英每次劝后，蒲建国都少不得要跟她甩几天臭脸，闹得她心里不是滋味。谁跟她计较了？还不是她心眼太小多事。她这不是怀孕了吗？你让着些，等孩子生了，她也就成熟懂事了。怀孕算个屁！村里哪个妇道人家不怀孕？人家都照样下田种地，就她宋小鱼娇气，这不能干那不能摸的，现在连洗衣做饭都不干，我都不知道我娶这个婆娘是来干啥的。那倒是，我怀孕没那会儿，在集体挣工分，去晚一会都不给算，还不是天天挺着个大肚子去下地，就是生她头1天，我都还在田里割稻子。现在年轻人不同了，没我们那时候能吃苦，也不乐意吃那苦了。宋小鱼索性躲进了空间里，边忙活边乐呵地听着。李秀英和蒲建国聊着聊着，就说到了麦种上面。哎，今年为了玉梅上大学，麦子都给卖了，这种子怕是……你不用担心婶子，种子的事我来想办法。宋小鱼听到这里已经懒得再听了，回到家进屋里一看，果然门口那半背篓麦子不见了。他刚躺下还没闭上眼，蒲建国就回来了。他一屁股坐床沿边上，手就想往宋小鱼的腰上摸。敢碰我一下，我砍了你的手！宋小鱼一嗓子瞬间将蒲建国那点心思给打没了。宋小鱼，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脸了，蒲建国，让你吃了丈母娘家的饭，还敢回来钻老娘被窝，你活腻歪了是不是？我问你，门后那半背篓麦子，你是不是送人了？蒲建国自认理亏，火气刹那间散了不少。小鱼，你听我说，王大娘家真的不容易，大田叔出了事，那腿算是彻底废了。你说人家那把年纪的老太太，往后可咋过？我就想着，都是一个村的，能帮一把是一把，好歹先让她度过眼前难关再说吧。蒲建国，我提醒你，那是麦种，是你老娘拌了农药的。我知道，我拿去就是给王奶奶他们家做种子的。是吗？宋小鱼不置可否，懒得再说了。媳妇，我都好些天没上床了。滚！蒲建国脸青一阵白一阵，忍了许久，还是去了柴房。天刚亮，宋小鱼就出发去找富贵婶了。蒲建国还以为他下地干活了，便想着去他的床上眯会。刚起身，王大田隔壁邻居蒲建林就找来了。建国，你赶紧去王大娘家里，她家出事了。咋的了？路上宋小鱼也在问富贵婶。咋的了婶儿？你瞧着昨晚上没睡好啊？能睡好才怪，那老寡妇不是跟我家挨得近吗？昨天夜里那娘俩就跟猫叫春一样，哎呦哎呦一直叫唤到天亮，吵得人没法睡觉。咋回事？那娘俩都病了？谁知道，我听着也没过去，那婆娘不是好人，我才不想好心过去，回头惹身骚。富贵婶以前对李秀英还是很热情的，可她几次主动给李秀英帮忙，回头人家却捏着嗓子跟她男人道谢。别说她只是病了，她李秀英这辈子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去天玩水米撒把钱，还指望我救她？做梦呢！你听婶子一句劝，这男人都是一个贱德性，见不得那女人打声打气几句哥傲地的。他那闺女跟他一个德性，也不是啥好东西，你可得看尽建国才是。哎，知道了。三人赶到化肥厂门口时，张小伟也在门口等着了。妹子，你来了。他算了算，宋小鱼这一车最少要给他分7块5，比他爸一天的工资还要多。要是他每天都能卖出去1车就好了。姐夫，这是给你的辛苦费。妹子办事就是爽快，你也别姐夫不姐夫的，就叫哥好了。我跟你那表姐实在算不得啥。再说了，人家如今都是大学生了，哪儿还能看得上我呢？那可不行，你是我表姐的男朋友，做人不能坏了规矩。宋小鱼一本正经道，他要绑死赵玉梅的每一个舔狗，省得将来祸害别人家好姑娘。
德文叔装好货，三人再次去了徐家村。村支书听到动静，立马就出来迎接了。你男人是个积极的，你也是个一心为群众的。好啊，咱们人民就需要你们这样有奉献的年轻人。这都是有叔你们这些老辈子做榜样啊！德文叔帮忙给人卸货，富贵婶一边与村里人闲话，一边收钱，跟大娘婶子们很快就打成了一片，已经开始小声嘀咕：谁家的儿媳生不出娃，谁家的婆婆刻薄尖酸了。宋小鱼见他们姐弟配合的好，便打算去徐建妹家里看看。你读个屁！你读再多的书，还不是要嫁人？老子还能指望你给我养老是不是？就算你嫁了人，将来还不得靠娘家兄弟给你出头？再说了，我和你爸供你吃喝，供你读书这么多年，你也够意思了。我跟你说，妈不会害你的。王胖子虽然没了一双腿，但人家煤矿上赔了好几百，这么多钱，别说你弟弟将来娶媳妇不愁，就是你日子也好过得很。你们就看中了王胖子的钱，就没想过他爱打人。别说他前头媳妇跑了，就是亲娘他都敢打。我跟了他，能有啥好日子过？打你咋了？要是婆娘都不敢打，那还是爷们吗？宋小鱼听得火大，看来徐建妹要读书的是挺难。是徐建妹家吗？徐母从屋里出来，认出是前几天踹他家门的宋小鱼，刚想骂人，可一看他手上拎着的东西，又把话咽了回去。你咋来了？徐父也从屋里出来，目光落在宋小鱼身上，有几分打量的意味。宋小鱼清楚这目光是在看他值什么价，嫁的是啥样的男人。最后出来的徐建妹看到宋小鱼的那一刹那，眼里发出亮光，随即又慢慢暗淡下去。大娘，我是派出所小刘的表姐，那天来的苏老师是我姨，那天得亏小徐救了我姨，我听我表弟说了之后，正好要帮我化肥厂的表姐夫送肥料过来，就想着来谢谢救命恩人了。徐父眼神瞬间变得不一样了。刘警官是你表弟，还有化肥厂？哦，我叔在县里上班，所以我家这事可不能随意乱讲。我叔说了，首长最讨厌家里小辈在外头打长辈的名号。他一副不想多说，生怕叫人知道太多的模样。徐父在听到首长2个字后，脸上神情已经从羡慕变成敬畏了。我懂，姑娘你怎么称呼？就叫我宋专管吧。宋专管，专管人间不平事。宋专管，快进屋，咱们屋里说。你愣着干啥？还不赶紧给宋专管倒水去！两口子不知道专管是个什么职位，反正就觉得有派出所表弟，还有化肥厂表姐夫，而且叔叔还在县里上班的宋小鱼，那就是个不得了的人物。我刚好像听到你们是想让小徐嫁人。徐母忙把王胖子给夸了一遍。专管同志，你说这打着灯笼难寻的好亲事，他还不愿意，是不是犯贱呐？听起来这个王同志还是不错的，可惜了，我还想给小徐说我外贸组委会的堂弟呢。我那堂弟出国留过学，家里开了几个厂子，还在北京有房子。你们知道从前的皇帝不？跟我堂弟家是邻居，我堂弟住前院，皇帝住后院。咋可能让皇帝住后院嘛？大伯这是不知道啥叫翻身农民，打倒老封建啊！他家老爷子打过小日子，干过大美兵，猴子也没少干，连主席都跟我家老爷子握手上城楼。你说我堂弟家住前院咋的了？这话宋小鱼还真没吹牛，他外公那是真的开国将领，可惜英年早逝。你家那么牛气，你咋还……我咋还在乡下跑是吧？这就是你们乡下人没见识，不知道啥叫扎根农村，奉献三农，带动民生经济，早日实现奔小康和4个现代化的青年志向。那个啥，宋专管，还是喊我小宋同志吧，别回头让人知道我叔给我的官职，叫人拿住我叔的把柄。小宋同志，你刚说给我家建妹介绍对象这事是真的吗？你们觉得我有空过来给你们开玩笑？那啥时候能让他们2个年轻人见面？你不会以为我堂弟那样的贵公子会千里迢迢来见一个乡下妹吧？要不是我家老太爷是农民出身，一心要给堂弟寻个农村姑娘，觉得过日子才踏实。刚巧小徐又救了我姨，要不然这好事能轮到你们家？那要咋弄？要咋弄可就得看你们咋想了。要是想让儿子在村里混一辈子，有几间瓦房，那王胖子自然是合适的。可要是你们想让儿子将来娶城里姑娘，或者是海城、京都的姑娘，又或者想让儿子将来当官，当个啥市长、县长之类的，那王胖子可就做不到了。能娶大城市的姑娘，还能当官？徐父徐母对视一眼，眼里难掩兴奋。一直没说话的徐建妹看了宋小鱼一眼，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给自己提亲，还把牛皮吹得那么大。小宋同志，这真的行吗？女人把仅剩的小麦下上农药，丈夫却偷偷拿去送给老相好。殊不知这一切都在宋小鱼的计划中，她不管不问，安心赚钱，顺便出手解救被家人放弃的女孩。只要你们听我的，那自然就有7分机会让建妹嫁给我堂弟。毕竟我家老爷子最疼我这个孙女，不怕告诉你们，我迟早要回城里的。可我家中姐妹兄弟众多，所以才想要个跟我一条心的弟媳妇。那小宋，你说这事要咋弄？这事你们不能让别人知道，毕竟我还有个没出嫁的小姑子。徐父徐母点头，一副我们都懂的模样。首先她这名字就不行，建妹这样的媳妇，你们说我那些亲戚听着谁不臊得慌？徐父瞬间后悔了，当初不该因为痛恨是丫头片子
给取了这么个难听的名字。那小宋，你给帮忙改个名字吧。喂，说个亲，还得给人改名字？我们乡下人没文化，就麻烦你了，小宋。毕竟将来是你弟媳妇，你取的名字叫着也亲切些。那就叫剑梅吧，这样也不算误了你们当初给她取名的苦心。这个好，就叫剑梅。在他听来，这名字也没啥变化嘛，只是音调变了一点点。一旁的徐剑梅听着这个新名字，随即眼圈一红，她终于不叫剑妹了。还有就是我堂弟去过美国读书，他媳妇自然也不能文化太低，最少得高中毕业，这你们估计做不到吧？宋小鱼顿了一下，像是笃定徐家人不可能让徐剑梅读高中。果然徐父徐母一脸犹豫，目标太远了，好像没有王胖子那300块来的诱人。两口子沉着脸不说话。徐剑梅的弟弟徐宏斌突然冲了进来，爹，我就让徐剑妹去读书吧，我才12岁，等她高中毕业嫁人，我刚好就可以参加工作了。你个小娃子懂个啥？一边玩去。谁说我不懂的？我可是读过《孙子兵法》的，知道卧薪尝胆，人家皇帝都能等几10年，我等4、5年就当官，有啥不划算的？我儿子还读过兵法，天爷，要是将来不给我儿子当个将军，不是浪费我儿子的本事吗？宋小鱼也是一脸赞许，跟着附和。不错，小小年纪便能通读兵法，他日定非池中物。徐伯，要知道父母爱子女，则为之计深远，要为孩子的长远做打算啊。钱那东西算个啥？在权面前，那是一文不值。徐父听不懂宋小鱼说的啥，但听着和戏文里文绉绉说辞一样，肯定是夸他儿子老聪明了啊！他读书花钱，会耽误你将来读书啊！我是要上战场当将军的人，你见过几个将军会读书识字的？还不都是一个个大老粗？大不了回头我多读几本兵书好了。那是，你看那啥将军，一口一个囊西皮，还有电影里那个谁，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出来。我们儿子跟人家一比，那可真算是文化人了。那是自然，也就是我生不逢时，遇到了和平年代，要不然看我不得给你们挣个将军回来。宋小鱼心中冷笑，鱼儿就要咬钩了。那就不读了，省得那么辛苦，学那些小明小红借钱买东西啥的有屁用？读书那种苦日子，就让死丫头去吧。可她不嫁人，家里花销，那不是还有2个丫头吗？养他们那么些年，不该回报娘家呀？就是大姐二姐出钱养家，徐剑妹读书考学，将来嫁人给我挣钱筹。行，那就让剑梅去读书。宋小鱼眼看计划成功，也不打算待着了。时候不早了，我还得回厂子。那剑梅这事养好点吧，我能帮她嫁进我叔家里，可没法替她生儿子，别到时候身体不好，将来生不出儿子，害我被我三婶责骂。好，从今天开始每天多给她办晚饭。傻愣着干啥？还不去送你姐？徐剑梅默默跟了上去，二人一直走过竹林。小鱼姐，我知道你是为了帮我，要是将来我高中毕业没能嫁人，我爹他们找你麻烦，可咋办呢？宋小鱼目光落在他黑瘦的小脸上，那双眼睛里满满都是对他的忧心。剑梅，那山后面是什么？山后面还是山，要翻过3座大山才能到乡上。是啊，村里人去一趟乡上不易，去县里就更不易了。可是剑梅，你这一辈子难道就甘心永远困在这大山里吗？不愿意。你小小年纪就能想着靠读书改变命运，只要信心坚定，初心不改，将来肯定能走出大山。不但能走出大山，还能走出县里，去海城，去京都，去更多更遥远的地方。外面的天地更广阔，你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到那时，谁还能困住你的脚步呢？可是我将来走了，我爸妈肯定会拿你出气的。真是个傻姑娘，你都能走出这大山了，我还能留下？那我一定努力，将来小鱼姐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谁也别想困住我们。记住，跟家里人有时候没必要硬来，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好，我记住了。宋小鱼交代完就往村集体过去，估摸着富贵婶他们也该卖完了。身后徐剑梅一直望着他的背影，直到消失不见。这一天，宋小鱼是一道光，照进了姑娘阴暗潮湿的心里，救赎了她卑微到尘埃的命运。小鱼，我们都卖完了，这生意太好做了。他们娘家还有姊妹，听说咱这边送肥料下乡，都托人过来说呢。我说这事不容易，我得跟大侄女商量商量，还得看人家厂子给不给，没把话说死。咱这价是不是定太低了？要不再涨点？不能涨，婶子，回头多了遭人眼红举报咋办？咱少挣点，安心。姐，小鱼说的没错，别贪心，回头被人盯上说不清。这一天，宋小鱼带着德文叔和富贵婶连着跑了3趟，除去给德文叔、富贵婶的工资，赚了105块，加上先前的钱，一共375元，也算一笔小巨款了。晚上躺在床上，累得胳膊腿都感觉不是自己的。夜里，熟睡的宋小鱼被一阵踹门声吵醒。谁啊？宋小鱼，你是猪吗？我敲门这么大声，你听不见？宋小鱼猛地打开门，一股凉风窜了进来，身子前倾的蒲建国踉跄一下，差点没站稳摔倒。他顾不上跟宋小鱼生气，进屋就去翻他的箱子。你干啥呢，蒲建国？翻我箱子干嘛？小鱼，你之前不是有个镯子吗？就你结婚时
你外婆给你的那个。咋了？王奶奶和王大田，还有秀英婶子和玉涛都住院了，现在在卫生院没钱交住院费，医生不给治，正等着钱救命。所以他们住院跟我有啥关系？你知不知道，都是因为你，他们才会住院的。那半背篓麦子是拌了农药的，这是你咋不说？害人家王大娘磨了面粉，搞得2家人中毒。镯子呢？你快把镯子给我，我去县里看看能不能换点钱。4个人正等着救命呢。我救你妈！宋小鱼一把从兜里掏出菜刀，摆起架子就要弄蒲建国。你疯了是不是？你别以为我不敢跟你动手，你再敢动刀，我可真揍你了啊！你来啊，朝这儿来，打死你儿子！咱一家子都去过奈何桥，我下黄泉之前还得拉上你妈他们一家，一家子齐齐整整，谁也别想落下。蒲建国可不敢真动手。你疯了，你是真疯了。行了，我不打镯子了，你别动手了。把屋子给我收拾干净，不然你今天别想出这个门。蒲建国刚想怼回去，可迎上他阴恻恻的目光，又闭上了嘴。从没干过家务的蒲建国，忙活大晚上才把屋里收拾干净。你满意了吧？我现在可以走了吗？龟儿子，老娘说让你走了。疯婆娘，你到底想干啥？想干啥？你把最后的麦种都送人了，不知道这家里没吃喝了。现在去你老娘家，我不管你用啥手段，最近1个半月的米面，你得给我置办齐全，不然……宋小鱼，亏你还是读过书的城里人，啥时候变得这么不可理喻了？这年头人家都在喝包谷糊糊吃红薯叶，就你要吃米面，你城里人金贵了不起是不是？那你出去说呀，我这脸要不要？可真没关系。可你这大队长的脸，估计丢不起吧？你今天不给我弄回来，我就去你妈他们家，闹得全村都知道。我看你这大队长脸往哪儿搁？老子倒了8辈子血霉，遇上你这么个不要脸的婆娘。我说当初你爸咋那么好心，还说啥欣赏我要报恩，这他喵的是报仇吧？从来都是便宜没好货，你不知道啊？我1分彩礼没要，还被我爸妈打包亲自送上门，你觉得能是什么好东西？刚巧你也不是啥好东西，咱俩烂住一堆，谁也别出去祸害别人，我觉得挺好。蒲建国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生平第一次，他动了离婚的念头。他的未来很光明，可不能叫这个女人给毁了。去吧，早点给我拿回来，你也好去医院照顾人。我可提醒你，半小时后你要是不把粮食给我背回来，我就打着火把去你老娘家门口，把你那些好事烂事都给讲清楚。你应该清楚，我说得到做得到。蒲建国气冲冲出门，宋小鱼却心情舒畅。果然人不要脸，这日子都会好过很多。累了一天的蒲老爹被儿子喊起来，很没好气。你也不看看，这都啥时候了？你有啥事不能等天亮了再说？先给我弄点吃的，跑了一天，饿得不行了。你媳妇干啥去了？连饭都不给你做。先别说她了，你给我借50斤谷子行不？蒲老娘刚才那点心疼瞬间烟消云散。作孽呀！你个讨债鬼，家里给你还不够多呀？都分家了，你还隔3差5上门来要粮。我和你爹一把年纪，不指望你给我们养老，你还好意思问我们要吃的？也不想想，家里还有老3没结婚，老4在读书，你是恨不得拿我跟你爹的骨头去遨游是不是？蒲老娘越想越气，忍不住开始抹眼泪，数落大儿子的不孝，他的不容易。蒲建国在一旁默不吭声，没一会把刚回屋的蒲老爹和蒲建兵也给吵醒了。大晚上不睡觉，这是要干啥？大半夜就过来要债，真是上辈子欠他的。你等不到天亮，这会儿就要粮，是要干啥？蒲老爹现在对这个儿子越来越失望，说是当官，可家里人没占到半分便宜不说，还经常因为要避嫌，搞得原本该有的好处也没了。乡里要学习，喊每个人交50斤粮。但好人丈夫四处送温暖，女人反手捐出家里所有粮食，还顺手坑了黑心公婆一家。乡里要学习，喊每个人交50斤粮。学习有啥用？给钱不？对，年底要干部评选，任乡长对我很赏识，说不定可以去乡里。给他吧。你说的轻松，马上就要过年了，要忙着给建军说亲，还有建设那里，他读书光争红薯，身体能遭得住吗？叫你拿就拿，哪里那么多屁话？你个婆娘家的，知道个屁！蒲老爹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大儿子这性格是改不了了，可小儿子不一样，知道为自己打算，将来路肯定走得更远。蒲建国要是去了乡里，等蒲建设一毕业，他就是1哭2闹3上吊，也得让蒲建国把他弟弟安排进去。你家红薯挖完了，咋没背过来？叫谁动里了？不是跟往年一样，交在家里一起的吗？家里地里都是宋小鱼在忙，他从没管过挖红薯种小麦这事，他还真不知道。地里红薯都挖光了，我可没见背过来一个。你媳妇把红薯藏哪了？这时一直没吭声的蒲建兵插嘴：哥，大哥，我看到陈勇家的把红薯背他家去了。啥？陈勇家不是帮忙？真是背他家去了？你们不知道啊，我看到他来回背了好多趟，他家几个嫂子弟媳妇还都帮忙了，还以为你们知道呢。我知道个屁！宋小鱼呢？这贼婆娘一天天在干啥？红薯叫人挖光了都不知道。走，去问问你媳妇，看看这是陈勇家故意的，还是他自己做主的。臭婆娘，把家里东西给别人，还好意思让我问爹娘要吃喝？三人气冲冲去找宋小鱼，落后2步的蒲建兵没动。红薯要不要回来？
跟他有啥关系？他心里打定主意，明年要跟人出去挖煤搬砖干啥都成，就是不在家里卖苦力了。蒲老爹一家3口才走到宋小鱼家门口，就听到院里有人在说话。他快步上前进了院子，见他家门口8仙桌上坐着村里老支书、蒲家4太爷，还有2大娘等几个老人正吃饭。你们怎么都在这儿？你去哪了？我前几天就给你说要请老辈子他们来家里坐坐，你咋都不记得了？蒲建国越发摸不着头脑，当着老支书和几个老辈子的面，蒲老爹也不好吭声。这时一旁的老支书开口了：建国，你娶了个好媳妇啊！你媳妇把今年收的红薯都给卖了，卖的钱给了村里，让把村集体翻修一下，明年腾出一间来做教室，让咱村里的孩子也能上学。你是知道的，眼下国家困难，主席说要大力培养人才，可咱村穷，实在拿不出钱来。你媳妇这事还真给村里人解决了大难题啊！蒲老娘气得捂着心口，嘴唇哆嗦颤抖，眼神淬了毒一般盯着宋小鱼，就是发不出半个声。蒲老爹脸色也不好看。老支书，年轻人不懂事，脑子一热就想做贡献，可你也知道，我们家再苦再难，也不能耽误孩子们上学这事。蒲建国立马截住蒲老爹后面的话，毕竟主席都说了，咱们再穷不能穷教育，100年大计，教育为本嘛。好，我就知道你是个有大志的。今天咱们吃了饭，就要去村集体翻房子，等明年开春，村里娃就能上学喽。建国，老支书他们要召集村里年轻人弄房子，我打算给大伙晚上做顿饭，你看这粮食。蒲建国对上他的目光，明白他这是在问昨夜的粮食。我等下就给你送回来。蒲老娘忍不住了，卖了他2亩地的红薯，这会儿还要给人管饭，正要开口时，蒲老爹一把捂住老婆子的嘴。老叔，你们先忙，建国他娘今儿有点不舒服，我先送他回去。建国，你年轻多干点，上房顶这事别让你叔他们去做。大头都去了，不能为点小头在人前落难看，这点账蒲老爹心里还是门清的。他警告地看了蒲老娘一眼，拖着人走。秀珍婶和2大娘相互看了一眼，能舒服就怪了，都一个队上的，几十年了，谁不知道谁啊？蒲建国脸色阴沉地瞥了眼宋小鱼。建国，教育是大事，以后学校的事你多操心，将来咱儿子上学就不用打着火把天不亮赶路了。蒲建国不是喜欢做好人吗？那他也做好人，不但要做好人，还得把这名声落到实处，可不会像蒲建国那样，这里帮一点那里帮一点，回反倒落人埋怨，到时候闹起来，就看这村里人是站谁那边。众人走后，2大娘偷偷提醒宋小鱼：闺女啊，你闹成这样，建国一家怕是要记恨你一辈子了。他一把年纪了，又不是老支书那种乐于奉献的人，哪里会看不出？这分明是宋小鱼在跟蒲建国斗法。宋小鱼心里感动，前世今生2大娘对他都很好，前世他离婚1分钱没有，也是2大娘悄摸给他路费，让他回城里。大娘你放心，我有分寸的。对了，大生哥那头处理的咋样了？得亏你找的好人过去，那煤老板才不敢耍赖，给大生赔了钱，估计这2天也该回来了。前世蒲大生就是因为没了赔偿，送医院没人救治，才会让一个好好的家变得负债累累。因此宋小鱼一早便托金灿寻了人，去煤矿上帮忙交涉。宋小鱼，你个天杀的丧门星，我掐死你！蒲老娘气冲冲又杀了回来，2大娘还来不及劝，宋小鱼一把抽出了早就准备好的菜刀。老娘在呢，来，看今天是你干死我和你大孙，还是我弄死你个老婆娘？几个赶早下地的邻居见婆媳2个动刀，赶忙上前拦人的拦人，夺刀的夺刀。2大娘可不想宋小鱼被村里人说闲话。小鱼，快把刀放下，你婆婆再有不是，那也是你长辈，可不兴跟人动手。蒲老娘气得语无伦次，她不知道自己怎么就不是了。宋小鱼掏光家底给外人，还成了她的不是。建国他娘，小鱼2口子为村集体做贡献，这是好事。你也知道你家建国一心为集体。再说了，一个女人能做啥主，还不都是男人说了算？学校的事都定下了，你再弄，回头对建国名声也不好啊。2大娘把这事往蒲建国身上一推，周围人心里就都清楚了。原来宋小鱼要做好事，蒲家人不高兴啊。大娘婶子们，我嫁到蒲家也有2年了，我从前过的啥日子，进了他蒲家又过的啥日子，你们可都是瞧见的。蒲建国宁愿帮李秀英，都没空帮我一把，这些我都忍了。到底男人做事，我这个妇道人家不能拖后腿，也想着为村集体做点事儿，哪知道他这老娘不敢对儿子撒气，倒是敢来我面前耍威风，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你们说我一个城里姑娘，干啥要受他蒲家这口窝囊气？村里人都知道蒲建国跟赵玉梅不清不楚，看在蒲建国一心为大家的份上，没好意思说这事，背地里可没少议论看笑话。只是人前到底不能这么说，村里人都两边劝。然而就在这一片劝和声中，突然冒出个意外。我说建国媳妇，你个女人家，老早分家不伺候公婆，还天天在外头跑，别不是外头有人了吧？宋小鱼抬眼看了一下，认出那是挨着3队边上2队的王淑芳，霎时明白他为啥要针对自己了。王淑芳和蒲建国从小一起长大，心里一直爱慕蒲建国。从前蒲建国娶不上媳妇，一是因为蒲家穷，还有就是高中毕业的蒲建国自命清高挑得厉害，可他又不敢明说，于是不知就里的好心人给蒲建国提了王淑芳。王淑芳心里是1万个乐意，
蒲老爹和蒲老娘也挺看好王淑芳，毕竟从小干活是个好劳力，两家都准备订婚期了。偏偏刚升任大队长的蒲建国不同意，原因无他，实在是王淑芳长得有点磕碜。蒲建国不愿意承认自己嫌她丑，就把这事推在了还没出场的宋小鱼身上。我先前上工农学校的老师一直很欣赏我，非要把他闺女嫁给我。淑芳姐，你也是晓得的，我这人向来尊师重道，老师他要把女儿嫁给我，我就是再不乐意，那也得点头是不是？你是个好人，我相信你将来也会是个好媳妇、好母亲。是我没福分，咱们以后就别再往来了，免得叫人说闲话。王淑芳被人拒绝，面子里子都不好受，难过的人都差点活不下去，把啥也不知道的宋小鱼给恨死了。在他想去寻短见时，又被赵玉梅给劝了回来。他是城里人就能抢你未婚夫，这事也太不地道了。也就是仗着他爸有身份地位，咱乡下人拿他没办法。淑芳姐，你要为这种不要脸的人去死，那可就太不值当了。换我要死也不能让他痛快。你说的对，不能放过那个小妖精。王淑芳振作起来，从那之后处处找机会针对宋小鱼。蒲建国喜欢宋小鱼漂亮，可遇上这种事，他是绝必站在王淑芳一边，大义凛然说宋小鱼不懂事。王淑芳见蒲建国放着漂亮的媳妇不管，还一心帮自己说话，自认为他心里是有自己的，只是被宋小鱼逼着不能娶，对这个坏了两人姻缘的罪魁祸首越发恨得厉害。赵玉梅又在两边拱火，两人彻底成了见面就掐的死对头。宋小鱼一直以为王淑芳就是小心眼，才会跟他不对付，直到前世儿子工作正审，他回村里开证明碰见老了一大截的王淑芳，他才知道这里头原来还有这么多是非。这辈子知道真相的宋小鱼可不会再替蒲建国和赵玉梅这两个臭人背锅了。王淑芳，你知道当年蒲建国为啥不娶你吗？宋小鱼不急不缓地问了这么一句。已经生了2个娃的王淑芳心里暗戳戳惦记蒲建国，可也不敢当众说出来。你胡说啥？我跟建国兄弟清清白白，你别想着自己不安分就给我和建国兄弟安罪名。宋小鱼走到王淑芳跟前，凑近她耳边小声道：他晚上抱着我说，当年他看见你那地包天的下巴和绿豆小眼睛就想吐，可他是队长呀，要是说出嫌弃你的话，那不是叫人说闲话吗？所以就死皮赖脸缠上了我。王淑芳顿时僵住，她想大声反驳，可宋小鱼的话像是一把带着寒气的尖刀，插在她心窝处。你脑子里除了蒲建国，是不是装不下别的东西？你也不想想，我一个读过书、有身份、有背景，还长得不差的城里姑娘，要嫁个啥样干部子弟没有？我他喵是脑子长屎了，要嫁蒲建国那个穷逼，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当农妇。她嘴张了张，却没说出什么话。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蒲建国其实也不喜欢我，他心里喜欢的一直都是赵玉梅。怎么可能？你仔细想想，是不是从小到大，蒲建国对赵玉梅都特别照顾？你跟他定过亲，他也觉得对不住你。可在你和赵玉梅之间，他帮谁更多？傻姑娘，倒干净你脑子里的废水，仔细盘一盘，蒲建国和赵玉梅之间真的很清白吗？王淑芳的脑子快要炸了，她不敢相信这一切。蒲建国是好人，还是他曾经的对象？赵玉梅是他一起长大的好姐妹，这2个人怎么可能背着他胡来？你知道我为啥突然跟他们家翻脸不？因为蒲建国和赵玉梅2个人在我床上那啥，我这个人见不得脏东西，这辈子都不会跟蒲建国好，所以这几个月蒲建国都不敢回家睡觉。现在你明白了吗？眼泪在王淑芳眼眶里打转，她实在无法接受，她曾经最要好的2个人，在她看不见的地方这样暗戳戳的背叛她，她受不住打击，捂着脸冲出人群，哭着朝外头跑去。周围人面面相觑，不明白宋小鱼跟王淑芳说了啥，咋都把人给说哭了。我刚跟淑芳姐讲了政府对教育的看重，细细说了对孩子未来的好处。她是个明理的人，也是2个孩子的娘，心中愧疚又难受，才会忍不住情绪释放。女人只是多吃了1碗面条，黑心婆婆就四处说她偷人，可宋小鱼不仅不生气，还乐呵呵的笑脸相迎。宋小鱼，王淑芳刚说的没错，你天天早出晚归去乡上，是不是在外头找野男人了？妈，你儿子啥德性你不知道啊？他要帮村集体，其实我是支持的，可家里难啊，他把钱都给了赵玉梅读书，那我不得去乡上挣钱，不然将来你孙子吃啥？蒲建国卖力帮李秀英一家，村里人都清楚。建国他娘，小鱼也是为了家里，你要实在看不惯，就帮他们一把。他肚子大了，去挣钱也不容易啊。蒲老娘顿时站不住了，太阳穴突突的跳。他不容易，他宋小鱼有什么不容易？宋小鱼见蒲老娘面色铁青，大有心梗发作要气死的苗头，他急忙上前抱住蒲老娘。妈，你别为建国生气啊，你晓得他热心爱帮助人，咱们做家属的要多体谅呀。他说话之时，隔着衣服狠狠拧了蒲老娘一把，蒲老娘吃疼，一把将他推开。宋小鱼趁机倒在地上，哎呦哎呦，我的肚子！碰瓷这种事肯定得先下手为强。一旁的陈建媳妇趁机拱火，我说大娘，明明是建国惹的事，你干啥要拿儿媳妇出气呢？就是咱是新社会了，可不兴婆婆折磨儿媳那一套。大娘你这思想也该换一换了，毕竟建国是干部，传出去他脸上也不好看是不是？
蒲老娘一听陈家几个媳妇说话，那火气更旺了。偏偏陈家的儿媳不管平日里斗得多厉害，一吵架就是几个妯娌一起上，那战斗力简直是杠杠的。蒲老娘跟人骂了2个来回，就觉得气虚胸口闷，手脚发麻喘不过气，捂着肚子惨叫的宋小鱼一看这情况不好，估计老婆子要气晕了，她立马闪身进入空间，头一歪华丽的在二大娘怀里昏死过去了。小鱼，小鱼，外面顿时一阵鸡飞狗跳，乱得不成样子。空间里宋小鱼慢悠悠端起一碗猪脚汤，一边听着外头的喧闹，一边美滋滋吃着猪脚汤。本来气得快晕过去的蒲老娘被宋小鱼这么一倒地，精神气儿又回来了。天杀的臭媳妇，就会来这一招，分明是装的。我说蒲大娘，小鱼都这样了，你还说人家装的，这了能装？你倒是装一个给咱看看呢。蒲老娘被人噎得差点心梗，他老蒲家的事关他陈家屁事啊！刚走过来的陈家老太太骂儿媳，没大没小的，咋跟老辈子说话的？陈勇媳妇见婆婆过来，缩了缩脖子，不敢再吭声了。她又扭头跟蒲老娘说道：建国他娘，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就是个不懂事的，不像建国媳妇。咦，建国媳妇这是咋的了？哎呦，建国他娘，不是我说你，如今都新社会了，可不兴旧时候那一套，非得让儿媳妇掉几层皮，显得咱做婆婆的威风一样。儿媳不懂事，你慢慢教就是，把人弄成这样，这也太那啥了。陈家老太太是个小脚老太太，在村里辈分极高，生养了5个儿子，一般人都不敢跟她较劲。蒲老娘差点吐血，这老太婆最会胡说八道了。宋小鱼又被送进了卫生院，再次掐着点醒来时，苏江月正坐她旁边织毛衣。你醒了，小鱼，还难受不？有没有头疼、恶心、肚子不舒服？我没事。苏姨，这都第几次生病住院了，还说没事？你这是没事的样儿吗？我真没事，我就是故意的，省得那老婆子跟我没完。以后可不兴这么胡来了，怪吓人的。大军嫂黑着脸，拎着拖把进来搞卫生。宋小鱼见一向爱八卦的大军嫂居然没了声，一时有些好奇。大军嫂，你这是咋了？别提了，遇上了王大田娘俩和李秀英母子，老娘倒8辈子霉，碰上这2个祖宗，他们都住院了。前几天那4人天不亮就被人送进卫生院，说是啥食物中毒要洗胃。食物中毒？咋中毒的？宋小鱼莫名想到那半贝冷麦种，那4个人该不会都吃了麦种吧？可不是，先前还不肯说实话，把我家那口子急得没办法，后来问的没了耐性，把派出所的同志都给叫了过来，王大田老娘这才说了实话。他说这话时看了眼宋小鱼，欲言又止。嫂子，你有啥事直说就是，对于蒲建国，我已经见怪不怪了。那是建国给他家的麦种，王大田闹着想吃白面馒头，这老太太家里又没了麦子，就想着把麦种洗磨了面粉，馒头蒸出来。王大田又给李秀英娘俩送了几个，这不都给弄医院来了。宋小鱼心中冷笑，他都提醒过了，蒲建国还要给人送，可怨不到他身上来。那现在咋样了？别提了，咱卫生院没洗胃的设备，去县里来不及。你们猜是咋给他们催吐的？咋催的？当时送来，王大田最严重，一直吐白沫，看着吓人的很，沈院长都不敢接，让他们去县里。你们也知道，咱乡上客车2天来一次，那会刚走，根本不可能再来，坐拖拉机吧，只怕一颠簸毒发更厉害。蒲建国和几个赵家亲戚都不听说好话，求医院救命。沈院长是中医出身，也算是见多识广，最后逼得没办法，决定用土法子催吐。啥土法子呀？你不知道啊，就是粪水呀，还得是那种发酵好、味儿够大够浓的粪水。当时2个护士给他们灌，喂了1瓢下去，他们没吐，人家护士先吐了，没法子，还是我跟卫生院边上的张大娘一起给灌的，一口气给他们灌了大半桶，可把我给累坏了。宋小鱼听着都犯恶心，这也太恶心了。那现在他们咋样了？洗了胃，给开了药，又给灌上液体，3天了才让喝点粥。那不是建国早上才……大军嫂话说一半才意识到，眼前的人是蒲建国媳妇，宋小鱼却是半点不在意。没事，我家建国向来热心。苏江月还有课，陪着宋小鱼说了会儿话就回学校去了。他前脚刚走，宋小鱼后脚就出门往化肥厂去。他跟富贵沈德文叔说好了，让他们别等他，直接去化肥厂装货就是，可不能跟蒲家人斗气，耽误了自己挣钱。小鱼，你咋才来？有点事耽误了。今天咱去哪个村？咱今天去吴家沟，那边村支书是我表叔，关系处的不错，咱去那边也好做事。吴家沟已经不属于槐树乡了，而是隔壁的九龙镇，比槐树乡大，又是最早一批养蚕的乡镇，村民手里有钱，这购买力跟槐树乡可不一般。宋小鱼心下一琢磨，当即去供销社买了2斤白糖、1瓶麦乳精和20个鸡蛋。果然富贵婶的表叔接了这里，看宋小鱼就跟看自家亲孙女一般热情。忙啥？再忙也得吃饭不是？走走走，吃了饭再走。于是送了2车货过去的宋小鱼和富贵婶姐弟，被热情好客的老支书留下吃饭。元宵镇那边好几个村我都熟得很，你要是想做那边生意，回头我带你们过去。那可真是太感谢老叔公了。宋小鱼大喜，
富贵婶也很高兴，回去路上还跟宋小鱼说，我表叔认识的人多，还有兰花乡、玉禅乡几个乡镇，咱也有亲戚熟人。我看这生意能做，咱们就算做完整个荣山县，那不是还有其他县乡吗？德文叔看了眼自家二姐，心中叹了口气，没吭声。一开始富贵婶还在跟他说，尽量少跑点这种生意，免得树大招风，叫人红眼搞事情。眼下他二姐瞧着可不像是想收手的样子。宋小鱼笑了笑没说话，这生意不能长久，毕竟化肥厂不远，厂长也有7大姑8大姨的亲戚，先前没人敢做，是害怕政策有变，等他再做个把月，就有胆大的要过来争这块肥肉了。他打算再做1个月，就收手不干去趟彭城。忙活了一天，送了4车桉水，宋小鱼拖着疲惫的身体刚走到家门口，就被蒲建国一把给拉住了。你这几天早出晚归，跟德文叔他们到底干啥去了？偷人呗，你老娘没告诉你啊？小鱼，你是知道的，我心里一直都很喜欢你，要不然也不会纵着你耍小性子，当着我妈他们不让给你找去收拾不是？你心里有啥不舒服的？咱们说开就是，到底是夫妻，将来还有几10年要过，老这么别别扭扭的，还怎么过日子？蒲建国，你想干啥直说就是，犯不着跟我这么绕弯子。他累了一天了，实在不想跟这人废话。你把家里的猪卖了，咋也不跟我说一声？宋小鱼一脸讥笑，这都多少天了，他才知道这事。现在你知道了。那卖了不少钱吧？你把钱给我一些，我有用。你找我要钱？宋小鱼冷冷盯着他，绕了半天圈子，总算说到正点子上了。你把红薯给了集体，这事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可卖猪的钱，要钱你就该拄个棍子，拎个破碗去场口上呀，搁我这儿要啥钱呢？蒲建国愣了一下，随后反应过来，勃然大怒。宋小鱼，那是我家的猪，你不经过我同意就贱卖了，凭啥不给我钱？那你倒是说说，我凭啥给你钱？猪圈是你盖的，猪食你煮过，从猪崽抓回来，是黑的是白的，你有仔细看过吗？那又怎样？你出去打听打听，谁个家里不是女人洗衣做饭喂猪伺候老人？怎么到了你这里，这也不干那也不干，尽想着从我这儿拿钱？你好歹是读过书的人，看看村里那些做媳妇的，再看看你自己，一天到晚啥也不干，就在外面瞎跑，你好意思吗你？我干啥不好意思？人家男人可没偷人，偷人的男人活该一辈子躺猪圈里，还想有媳妇伺候，做梦呢！蒲建国见宋小鱼压根不拿他当回事，气得呼吸重了几分。宋小鱼，我再跟你说一遍，我跟玉梅清清白白啥事没有，就是看人家里困难，顺手帮一把的事，你干啥非得把人想得那么脏？是吗？这么乐于助人，之前跟你定过亲的王淑芳，他娘家兄弟断了腿，村里让你报贫困户，你咋不帮？还说人家日子好过用不着，水田叔家发洪水冲垮了房子，也没见你天天给人盖。就赵玉梅家不一样，连包谷都得你帮着包。你啥事都要扯玉梅是不是？他家跟王淑芳家能一样吗？他家没个男人，处处比人低一头，可王淑芳家里那不是还有老人吗？明明可以靠自己，为啥要去依靠政府？你要钱是想去给李秀英娘俩交住院费吧？我在医院里，你问都不问一声，倒是跑前跑后的伺候人家，比亲儿子还要贴心，还指望我的钱，你脑子里装的都是屎吧？算我求你了，秀英婶真的没钱了，他们家也没亲戚帮助，我要是不搭把手，你让他们一家人可咋办？你要帮去帮呀，我又不拦着，麻烦你出去，我要睡觉了。你别给脸不要脸！宋小鱼一听这话愣住了，伸手就掏裤兜。蒲建国还以为他要拿钱，这才对嘛，都是一个村的，大家互帮互助，好歹。话还没说完，宋小鱼从兜里掏出了匕首。宋小鱼，你又动刀，你敢动我一下试试？丈夫在外是一头卖力的老牛，回家却连倒下的油瓶都不扶。宋小鱼反手挖坑加挑拨，让他变成有家不能回的过街老鼠。淑芳姐，你咋过来了？家里还有什么活吗？一会我去帮你干。小鱼，你去做饭，留淑芳姐在家里吃。王淑芳却看都没看蒲建国一眼，将手里东西递给宋小鱼。我舅舅让我送来的，说多谢你帮忙给他家买桉水了。他说完转身就跑，像是后面有狗追一般。察觉不对的蒲建国狠狠瞪着宋小鱼。你是不是跟人家说啥了？宋小鱼懒得理他，转身进了屋。蒲建国看了眼阴冷潮湿的柴房，厚着脸皮去了老娘家里。蒲家人今天忙着种小麦，这会才开始吃晚饭。大哥大嫂又没做饭啊？听到这话，原本想过来吃口饭的蒲建国不好意思开口了，咽下口水假装不在意。娘，你们先吃，我吃过了。那啥，我去建军屋里一会儿。建军马上就从工程队回来了，我都托人给他说好了，人家这一回来就要相亲，说不定年底就得摆酒，他那屋你住着不合适。蒲建国愣了，他人不傻，哪里听不出蒲老娘的意思？这是嫌他臭，怕弄脏了蒲建军的房间。那我住建设房里吧。你个听不懂话的，你到底想干啥？你自己有屋有婆娘，不回家住，偏要来占你弟弟们的房间，非得害他们娶不上媳妇打光棍，你心里才舒坦是不是？一向大度的蒲建国愣住了，生平第一次觉得委屈。这是他家，几间房都是他和老爹踩瓦片里顶着大太阳给盖起来的，怎么连他想睡个觉都没地方了？他心里难受极了，也因此又生出了坏心思。
宋小鱼没管蒲建国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忙着到处送肥料下乡，钱箱子里的钱也越来越多。挣钱的快乐让他将蒲建国和赵玉梅都给丢到了一边。直到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妈，你咋来了？我咋来了？我再不来，你是不是就要把老宋家的脸给丢光了？宋小鱼闻言没动怒，他打量着这个前世就断了母女情、几十年不来往的亲妈，整个人显得年轻又时髦。比起他这个灰扑扑、穿着补丁衣服的女儿来，不像是妈，倒像是姐姐。李女士，你太看得起我了，老宋家的脸还轮不到我去丢，毕竟我这样的乡下村妇，何德何能跟海城宋家扯上关系？时隔几十年，早已没了母女相见的激动，更多的是对这个母亲的恶心与憎恨。我就知道你还在记恨当年的事，都过2年了，你还记着那些事不放，心眼比针鼻子还要小。我给你找这个女婿哪里不好？长相周正，脾气温和，比起那些满口脏话爱打媳妇的男人，不知好多少倍。你就是被你姥姥养得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还妄图登天变凤凰。宋小鱼脾气瞬间上来，说他可以，但不能说他姥姥。呵呵，原来这就是林女士眼里的好女婿。我倒是想问问，将来你小女儿说亲，你也按这个标准去找吗？你少把话题往安娜身上扯，这跟她有什么关系？你眼中的好女婿，若是往你小女儿身上一套，那就成了不入流的乡下土鳖，可在我这儿就成了高不可攀的香饽饽。林女士，我真的很想问你，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若是亲生的，你何至于要用那种卑劣手段来插手我的人生？林丽萍被戳中肺管子，越发怒气难忍。你听听你说的是什么话？我好心好意给你寻这样的好亲事，你居然还说在害你！就你天天在大院里跟男孩子混在一起的混账德行，还有金家那个小子跟你同进同出的，名声早都烂大街了。要不是我费尽心思给你寻这门好亲事，你以为你能嫁出去？合着我还得感谢你老人家，要不然我肯定得在家做老姑娘，是不是？真是谢谢你啊，替我寻了这么好的人家，我做梦都得笑醒才是。你这是什么态度？我好心好意来看你，从海城过来，一路颠簸转了多少次车才到这里，你就是这态度。原来他也知道这村子偏远，可当初骗宋小鱼来乡下，却是半点没心软。宋小鱼刚想顶他2句，转念一想又打消了念头。妈，你别生气，刚是我不好，你先坐，我去买些韭菜回来。还想大发脾气的林丽萍见他态度软了，想着女婿托付的事，也没再继续闹。宋小鱼没去村口上的小卖部，而是去了蒲建国的二叔家里。建国媳妇，蒲二叔跟蒲老爹是堂兄弟，长房幼子，一生下来就得老人溺爱，以至于后来说亲，没人看得上他。30多岁的人了，还一直打光棍，在羊头村是出了名的混子。二叔，我娘家妈过来看我，爹他们忙得很，不如你过来一起坐坐。蒲二叔是个看不来眼色的，上桌子就喜欢喝酒吹牛说大话，每逢村里办事都弄得主家下不来台。亲家母来了，我过去做陪，是不是有些不合适啊？都一家人，有啥合适不合适的？我先不跟你说了，二叔，你记得一会过来吃饭，我得回去陪我妈说话，她最近跟我爸闹别扭，心情不大好。宋小鱼转身去了蒲老娘家里，直接从灶房拿了腊肉和米面，刚巧撞见下地回来的蒲老娘。你个挨千刀的小娼妇，我就这么一会儿没锁门，你就敢过来偷东西，你给我放下！你儿子把我妈请来，你觉得我家那点烂酸菜能招待你亲家母不？这东西你爱给不给，反正要丢脸也是你们老蒲家丢脸，关我屁事。刚回来的蒲老爹正巧听见这话，赶忙阻止了蒲老娘。亲家母难得过来一趟，可不能怠慢了，你赶紧拿回去给亲家母弄饭，我们一会就过去。蒲老娘黑着脸想骂人，被蒲老爹捂嘴一把拽屋里去。他妈来了管我们屁事，还好酒好菜，我呸！就他那好吃懒做的闺女，我连水都不想给她喝一口。说你头发长见识短，你还不承认？宋小鱼他妈听说在海城市委工作，人家认识的那都是啥人？都是达官贵人。建国那个木头脑袋，总不好意思去麻烦人家。可建设不一样，咱们到时候怎么着，也得让亲家母给建设找个坐办公室的工作。原本一脸怒气的蒲老娘，一听是关小儿子前程，那点东西瞬间也就不心疼了。那我把过年时女婿给咱送的酒也给带过去。蒲建国回到家时，就见宋小鱼还陪着林丽萍说话，灶房里冷锅冷灶，啥也没动。你去随便弄2个菜，我陪妈说会儿话。宋小鱼一挥手，让蒲建国自己去做饭，半点没要帮忙的意思。你去忙吧，回头我再跟你说话。我好不容易见你一回，可得多待一会儿，不然下次再见你老人家又不知啥时候了。林丽萍脸色不好看，宋小鱼心中冷笑，她才不会累死累活弄一桌菜来招待这个只生不养的亲妈。蒲建国也不想弄菜，可一想岳母是他打电话请来的，这个面子他丢不起，只好去厨房收拾。一进灶房才发现柴火是湿的，锅边灶台都落了一层灰，压根无处下手。他吸了口气，忍住心中怒火。妈，我妈他们听说你来了，让去那边家里吃饭。林丽萍也不想待在这里，到处都是灰，桌子板凳都是缺胳膊断腿的，坐着都担心会摔跤。你是个女人家，
建国一天在外辛苦，你就不知道把家里收拾收拾吗？我想收拾来着，是你女婿不让，非说我爸妈把我养这么大不易，可不是让我来乡下吃苦的。戴了高帽子的蒲建国也不好意思拆宋小鱼的台。是啊妈，小鱼在城里长大，没怎么在乡下干过活儿，这些我回家再收拾就是，用不着她辛苦。再说她有身孕，挺着肚子也不容易。林丽萍似乎才发现女儿有了身孕。女人家生孩子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乡下女人谁不是挺着肚子到处忙？就你娇气啥也不干，你给我老实些，别回头叫人说我们老宋家不会教养孩子，连累你哥和安娜的名声。宋小鱼勾了勾唇没说话，他就知道这个妈从来不会关心他，还生怕他影响另外2个儿女的前程。刚准备出门的蒲老爹和蒲老娘却看到儿子把亲家母给领了过来，他急忙用眼神询问儿子啥意思。妈，饭菜弄好没？弄好？弄啥？谁跟我说要弄饭菜了？马上就好了。老二你去杀只鸡，他娘你跟老二媳妇快着些，亲家母你先做。这乡下人家里比不得你们城里，看着有些上不得台面，你见谅。说哪里话，当年我们插队时啥苦日子没过过，你太客气了。两边友好寒暄，亲切落座，宋小鱼陪在一边，反正就是不入灶房半步。老大家弟，你过来看这些灶里柴火。你婆婆在忙，你也去帮帮忙。不要，我就想跟妈妈在一起。林丽萍脸色难看，这死丫头怎么听不来人话了？灶房里张秀花把锅碗瓢盆摔打打，又不敢摔得太大声。这他喵的都啥事啊？宋小鱼的老娘过来，又不是我妈，凭啥要我在灶房里忙活？想想她亲妈过来时，蒲老娘那不冷不热的表情，活像是要饭的上门，张秀花就忍不住鼻子一酸。偏偏这时候，女儿蒲芳芳进来，妈，弟弟哭了，我哄不好。妈，你除了一天到晚叫妈，还晓得干啥？饭你做不了，地里活儿你也不干，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蒲芳芳才5岁，哪里知道大人之间的弯弯绕绕，憋着嘴又不敢哭。你少给我做脸做色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骂谁。今天有客人在，我不想给你难看。外头蒲老爹拉着小儿子陪着林丽萍说话。亲家母，这是我家建设，就建国他们结婚那会你见过，还记得不？林丽萍哪记得啥建设不建设的，敷衍着点点头。这时蒲二叔掐着饭点赶了过来。呀，这是亲家母过来了。二叔过来了，快请坐。建国，给叔拿个凳子。不用，都是一家人，有啥好客套的？亲家母，你说是不是？林丽萍眉头紧皱，蒲二叔靠近的那一刻，鼻尖嗅到一股子说不清是汗臭还是脚的臭味。你眼光好得很啊，亲家母，当年一眼就相中了我这大侄儿。我大侄子能干，不是我说，这实力拔香的，就我大侄儿这学历，这相貌。被夸赞的蒲建国心里很是高兴，蒲老爹脸色却不好看。他最清楚自己这个小堂弟是啥德行，今天有正事要跟林丽萍说，不想留他在这里搅局。志远，四哥家里有泡的药酒，你去打一壶过来。这啥？你去一趟你是属啥？就是我说的，让把酒给打一壶。蒲老爹狠狠瞪了蒲二叔一眼，当着林丽萍的面又不好直说。亲家母，你是还承认？肯定认得这表对不？我跟你说，这表可不得了，刚成你知道吧？我这表来历可不一般呐，我这是。看着蒲老爹吃瘪的表情，宋小鱼心里暗爽，扭头又朝灶房喊道：妈，你再炖个排骨汤啊，跟冬瓜一起炖，我妈喜欢喝那个。知道了，排骨汤谁不爱喝？我还喜欢的很呢，咋不见你喊你妈给我炖？女人本是家境优越的城里姑娘，却被亲妈上赶着嫁到乡下，婚后丈夫又每天搞破鞋。宋小鱼一气之下把她打出家门，就连前来劝说的亲妈也被狠狠算计。亲家母，我家建设明年高中就毕业了，他读书好，考大学肯定是没问题的。小鱼他妹子好像跟我家建设岁数差不多，你说咱两家反正都是亲戚了，要不干脆亲上加亲？你做梦呢，也不看看你家啥条件，也敢肖想我家安娜，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知天高地厚。林丽萍当即变脸，她是半点脸面没留，一下子弄得气氛很尴尬。蒲老爹愣了，不明白当初说宋小鱼时，宋家人赶着上门嫁闺女，连彩礼都没要一分，怎么轮到小女儿和她出色的小儿子时，这事就不行了。宋小鱼心里冷笑，也没忘记煽风点火。妈，你咋说话的？建设怎么了？长得周正，脾气温和，比起那些满口脏话、爱打媳妇的男人，不知好多少倍。瞧人建设这大高个，配安娜那五短身材都有多余了，好不好？再说了，安娜从小到大没洗过衣服，没做过一顿饭，连韭菜麦苗都分不清，建设咋就配不上了？你干啥说话这么难听？宋小鱼，你到底跟谁一家的？敢这么跟我说话？跟蒲家一家的呀，你教的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自打我跟蒲建国结了婚，那就生是老蒲家的人，死是老蒲家的鬼，你咋就忘了呢？林丽萍被亲闺女噎得差点说不出话来。好，果然女生外向，你如今就知道维护婆家人，连我这亲妈都不认了。你跟你婆家一条心，以后别指望我还管你死活。他说完就要走，宋小鱼怎么可能放过他？从小不管他，好不容易长大了，还得坑他一辈子。
没事还来眼前晃悠膈应人。他看这亲妈比赵玉梅还恶心。妈，我到底哪儿做错了？我说我在婆家过得不好，你说我不是娘家人，不该跟你说那些。这会儿我听你的话，向着婆家人，你又说我是女生外向的白眼狼，我到底要怎么做才对啊？滚开！以后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喝得晕乎的蒲二叔一把搂住了林丽萍。亲家母，都是一家人，好好说话，干啥发脾气呢？他那一手的油就这么抹在林丽萍时髦的衣服上。你给我放开！你个老混蛋！你不能走，我结婚2年了，你第一次上门来，要是就这么走了，你让村里人咋笑话我们老蒲家？以后谁还给建军建设说亲？蒲老爹一听这话也急了，当即给蒲二叔使眼色。亲家母，要是我说错话，我给你赔礼道歉都行，可你不能就这么走啊！咱两家是亲家，有啥事不能坐下好好说？是啊，妈，来都来了，咱们这也得住一晚上再走。蒲二叔接到大哥的示意，搂得更紧了。咦，这女人又还怪是怪软的呢。他喝了几杯酒，这会儿胆子也大了起来，手顺着大衣一路向上。林丽萍察觉到身上晃动的手，那火气再也压不住，一巴掌把蒲二叔扇得东倒西歪。老流氓！蒲二叔正意乱情迷，骤然被人扇了一巴掌，一时错愕。等他反应过来，反手就是一巴掌甩林丽萍脸上。麻辣八字的，你算个啥玩意儿？姥姥，你干啥呢？蒲老爹慌了，赶忙拉住暴走的蒲二叔。林丽萍低头一看身上的黑手印，恨不得拿刀砍了蒲二叔。果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就你们这样的下流龌龊穷干，活该一辈子穷到底。宋小鱼眼里讥讽一闪而逝，这会儿他知道这些人龌龊了，当初逼着他结婚时可不是这么说的。妈，你咋能这么说我婆家呢？当初爸也是看我婆家人品好才两家结亲，这会儿你这么骂人，回头传了出去，让人怎么看我们家呢？听着动静过来的蒲老娘破口大骂：你个老狐狸，搁我家你牛气啥？当初要不是你们女儿嫁不出去，上赶着求我家建国娶她，你以为我会娶这样的儿媳妇进门？别以为我不知道，指定是你这闺女婚前跟人不清楚，以为咱老蒲家乡下人不懂好欺负，故意把女儿塞我们家来，老的都是那样的货色，难道小的会是个好的？你不想嫁我还不想娶呢，一窝子狐狸变的烂货，谁娶谁倒霉。你要气啥呀？要不是你儿子救了我小闺女，他爸看你儿子娶不上媳妇可怜，才把宋小鱼嫁给你儿子，要不然我就是把女儿扔粪坑里泡粪，也看不上你家。嘿，不要脸的，我儿子要你可怜，你出去打听打听，谁不晓得我儿子能干，轮得到你来发善心？你这么爱发善心，咋不见你给我家老二说媳妇？一身酒气的蒲二叔闻言，硬气地指着林丽萍：嫂子，你可别埋汰我，就这样抛头露面，大败妖艳的，我才看不上。林丽萍脑子充血，血压瞬间飙升，捂着心口快喘不过气来了。屠夫，吴志香也泼妇，你们家我高攀不起，我走行了吧？宋小鱼一把抱住他，想走可没那么简单。妈，你不能走啊！你要是就这么走了，你让村里人怎么看我？你让我婆婆他们出去怎么见人？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别跟我婆婆他们计较。不管如何，你留2天再走好不好？你给我撒手！我上辈子作孽，生你这么个讨债的，嫁了这么个人家还……他一想到蒲老爹居然想让小儿子娶他小闺女，还有下流龌龊的蒲二叔，就觉得心里反胃难受。妈，我妈她没读过书，你别跟她计较，其实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真没啥坏心思，你跟她多相处就知道了。那可不敢，就你们这土匪一样的家人，我怕我再留2天，都得叫人给卖了。宋小鱼心里越发恨得厉害，他待一会儿都知道这家人不是东西，就没想过当年他一个小姑娘，突然被人扔到谁也不认识的家里，面对一个陌生丈夫，那日子该怎么过？他一直有个罪恶的想法，想把林丽萍卖到穷山沟，让她把自己曾经的苦难都经历一遍。土匪2个字让蒲老爹也动怒了。亲家母，我敬你是读书人，还请你说话客气些。就你这花里胡哨的做派，背地里还不晓得勾引了多少野男人，保不齐宋阴沉都不是你亲生的，要不谁家亲妈会把亲闺女骗来乡下嫁人？蒲老娘可就没那么斯文了，冲上去边动手边动口。宋小鱼赶忙躲到了一边，一时间家里鸡飞狗跳。宋小鱼坑了亲妈，半点没心虚，别以为他不知道，蒲建国请林丽萍过来是想干啥？无非是想借这个亲妈的威风压一压她的脾气，让她不敢蹦跶。别人家的儿媳生怕娘家和婆家不和，她是恨不得娘家和婆家掐成仇人，最好是提刀砍人的那种。折腾了足足半个小时，听到动静赶来的邻居才把几人拉开。你说说你自己麻啥脾气？你不知道劝着先，还打起来？你平时调解别人家的纠纷，不是挺会来事的吗？怎么到自己家就乱成这样了？都听我老婆子一句劝，老话说家和万事兴，眼瞅着就要过年了，一家人别闹得太生分。建国他娘、亲家母过来试客，大家又是儿女亲家，哪儿能老死不往来？你给人赔个礼道个歉，这事就这么过了。蒲老娘被几个妯娌劝得都快邪火了，让陈老太太这么一说，那火气又上来了。嘿，想让我给他赔礼道歉，下辈子吧。
林丽萍气得浑身哆嗦，她就不该一个人来这种地方，被人家欺负的毫无还手之力。这时被人忽视的蒲二叔突然冲过来，一把推飞蒲老娘，然后抱着林丽萍吧唧亲了一口。放心，婆娘，我保护你。林丽萍瞬间石化，宋小鱼惊讶地瞪着大眼，周围的人都傻了。就在林丽萍要爆发的时候，蒲二叔晃悠悠地倒了下去。建国，你二叔昏迷了，赶紧让老王过来看看。另一边刚爬起来的蒲老娘也疼得哎呦叫唤。蒲建国看着院子里洒一地的汤汤水水，再看看一身是伤的老娘，满面怒气狼狈不堪的丈母娘，还有被人误伤挠花脸的老爹，他突然抱着头叫了一声，冲出院子往村口跑去。村里人面面相觑，建国不会是气疯了吧？躲在一边看戏的宋小鱼骂了句没用的臭男人，快步上前抱住了林丽萍。妈，是我对不住你，嫁了这样的人家，你别跟我生气好不好？滚开！林丽萍这回最不想看见的就是宋小鱼，要不然自己何至于到乡下被这些疯子缠上，受了一肚子的气。妈，是我不好，你别走。我说你这当妈的，来都来了，不给闺女出口气，就打算走。众人齐刷刷看向林丽萍，实在好奇，这个亲妈咋能眼睁睁看着亲闺女过这苦日子？关你们屁事啊！还有你宋小鱼，我讨厌你，我看着你就厌恶，恨不能把你扔水坑里溺死。要不是你老留着你，我才不想要你，不然也不至于眼下被人欺负成这样。我就知道你克我，你打我骂我吧，别把气憋心里，气坏了自己身体。你就是再气，也等明儿天亮了再走好不好？天黑山路不好走，你要是摔死了可咋办？林丽萍一惊，这才察觉到天马上要黑了，这穷乡僻壤的没有客车，她要怎么回城里啊？无奈只好跟着宋小鱼回了家。妈，你睡里头，免得掉地上。你去烧水，我要漱口。好晚了，我肚子也不舒服，明早再洗漱吧。我现在就要洗。洗啥呀洗？乡下就这样，一天不洗又不会死人，就你矫情。林丽萍莫名觉得这话有点耳熟，像是在哪儿听过。宋小鱼不是天生的冷硬心肠，人心不是一天凉的，而是在父母一次次伤害中，将结痂的伤口剥开，流血再结痂，直到再也不会疼的那一天，心也就跟着没了温度。林丽萍后悔死了，先是在蒲家受了一肚子的气，想洗漱都没热水，这都什么事啊？她冲出门去找蒲建国，那个短命挨刀的，把他骗到乡下来，自己倒是跑得没人影了。这口气他咽不下，挨家挨户的去找人。蒲建国一口气跑到了王淑芳家里，王淑芳的男人正陪着他喝酒。张哥，还是你命好啊，能娶到我淑芳姐这样贤惠能干的媳妇儿。建国兄弟，你别说，我还真觉得自己蛮有福气。当初淑芳跟你处不合适，转头就跟我看对了眼，俺俩王八配绿豆，还就看上了对方。你说这是不是缘分？蒲建国噎住，他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比喻，还是形容自己两口子的。我说你不会喝酒就少喝2口，真当酒水不要钱是不是？蒲建国脸发热，有点不好意思，大晚上在人家家里喝酒，扰了人休息不说，酒钱还贵得很。淑芳姐，你放心，今天这酒钱我出了。一向体贴他的王淑芳，这回却没给他台阶下。那感情多谢建国兄弟了，不知道这钱你是这会儿给我，还是我找你媳妇呀？婆娘，你干啥呢？建国兄弟在我家喝酒，我能让他出酒钱？我这就……蒲建国咽不下这口气，满身翻口袋找钱，摸遍了全身，连个屁都没摸出来，气氛一时尴尬至极。女人就这样，心眼小的针都穿不过，多大个事呀？张福全，我给你脸了是不是？王淑芳一发怒，张福全瞬间没了脾气，转头与蒲建国陪笑。建国，你看这夜也深了，要不……张哥，你跟淑芳姐早点歇着，我回去了。哎，听哥一句劝，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哪有过不去的？你丈母娘也过来了，还是早些回去吧。婆娘，你不高兴，以后她再登门，我不留就是。就他那4、6不分的德行，以后不准你跟他再来往。你放心，打死都不会了。还有，以后不准给他借钱、赊肉，反正他蒲家想不花钱的都不行，记住了。不给，婆娘，你说不给就不给。女人在婆家受尽折磨，亲妈却只会让她屈服。宋小鱼扔下教养，放飞自我，张口就造谣老公和丈母娘不清不楚，吓得男人连夜逃出了家。连丈母娘都压不住这头母老虎，这日子真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无家可归的蒲建国想去李寡妇家里躲会，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地方。走到岔路口才想起来，李秀英母子还在卫生院。他犹豫片刻，又打算去老娘家里住一晚。刚到蒲家门口，就听到老娘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唤：“认着点，你这腰闪了，要是不接好骨头，以后可就得在床上瘫一辈子。”砍脑壳的温桑啊，害我遭了这么大的罪，老天爷呀，你可不能放过那对臭人！蒲建国脚步顿住，想了想，决定去大姐蒲建平家里。不曾想，他才走到村口半弯处，就听到有女人惊呼救命。他赶忙朝着呼救方向过去，就见朦胧的夜色下，有人在到草堆里撕扯。救命！救命呀！臭婆娘，大晚上还在外面鬼混，不就是想找男人吗？蒲建国血气上涌，上前一把将男人推开。王八蛋，在我们3队的地盘上，你还敢做这种事？你才王八蛋，敢打自己二叔的小王八蛋！蒲建国听着声音耳熟，再仔细一瞅，
就是今日惹出一堆麻烦的蒲二叔。二叔，你咋在这里？我咋在这儿？我好好在家里睡着呢。要不是这婆娘敲我门，把我勾搭出去，我咋会在这儿？蒲建国听得迷糊，村里人都知道他二叔混账，谁家女人会去敲他家的门？他还在疑惑时，地上女人就爬了起来，上前抓住他，啪啪就是几个大耳巴子。蒲建国，你个混账东西，大老远把我骗过来，就为了让这老光棍欺负我是吧？他这才认出眼前狼狈不堪的女人，居然是他那不可一世的岳母大人林丽萍。妈，你咋在这儿？他躲了2个小时，就怕见到蒲二叔和林丽萍二人，没想到竟然一次碰上俩。蒲建国只觉得头要炸了。走，你现在就送我走，现在就送我回城里。他出来是想找蒲建国发火，哪知道无意中敲到了蒲二叔的门，两人你追我逃，一路跑到了这里。妈，深更半夜的，我咋送你走？我不管，是你把我骗过来的，你就得负责把我送走。小周门都没有，我大侄子就是心疼我们婆娘，才把你弄过来的。好啊，我就说宋小鱼好端端的，你把我给叫来是想干啥？原来你居心不良，一开始就想拐卖我，嘴上大义凛然，肚里怀着龌龊心思，我真是看走了眼。不是这样的，妈，你听我狡辩。跟这臭婆娘有啥好说的？建国，二叔告诉你，但凡婆娘不听话，打一顿就是，要还不听话，那就打断她的腿。我看这臭婆娘还敢往哪儿跑？林丽萍下意识躲在一边，她对蒲二叔有心理阴影了。二叔，你别再胡说八道，火上浇油了。你还嫌家里不够乱是不是？浇油哪儿来的煤油味儿？婆娘，你提着煤油粥出来找我拿，你早说啊！早说我就跟你回家困着了。走走走，咱回家睡觉去。他晃来晃去站不稳，砰的一声栽倒在稻草堆里，接着便传出如雷鼾声。蒲建国这才松了口气。妈，今天是我们家不对，我给你道歉，你先歇着，有啥事咱等明天早上天亮了再说好不好？现在马上去给我烧水，我要洗漱。蒲建国不敢招惹林丽萍，带着她回到家里，见宋小鱼睡得沉，也不敢去叫她，一直忙到大半夜才把水给林丽萍烧好。把宋小鱼的衣服给我找出来，要干净点的。她的东西不准我动，我也找不到她的衣服。林丽萍气冲冲拍了宋小鱼一把，起来，给我找衣服。她这会儿是真睡死了，而且是在空间里睡觉，雷打不醒那种。真是个没良心的，枉我生你一场，你就是这么对亲妈的。好不容易洗漱完毕，又面临睡觉的难题。蒲建国看了眼床上的被子，确实没法让林丽萍睡，只好带她去了巧珍婶家里借宿。宋小鱼每一觉睡到天亮，她轻手轻脚起床，看了眼蜷缩在柴房稻草堆里跟狗一样可怜兮兮的蒲建国，心中暗骂一声活该。这时林丽萍也脸色阴沉的回来了。蒲建国呢？让他赶紧起来送我去乡上。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在这边也没亲人，你多留几天好不好？你不是睡得跟猪一样吗？你继续睡呀，你起来干啥？妈，我是孕妇，瞌睡肯定有点多呀。母女俩说话间，蒲建国也醒了。妈，你吃了饭再走吧。我倒是想吃饭呢。去我婆婆家，他们肯定已经把饭给做好了。昨天在那边受够了欺负，我可不敢再过去了。这女婿亲家都是你和爸自己挑的，又不是我私奔过来的。你这会儿嫌弃我婆家啥意思？林丽萍听出了宋小鱼的阴阳怪气，瞬间火大起来。要不是你在城里成天跟人鬼混，我至于要将你家来这鬼地方？林女士，公安拿人还得讲个证据。我没满月就被你丢给了我姥姥，从小到大，你见我的次数一个巴掌都数得过来。每次一见面，你除了数落责骂，再没别的话。这些年，你除了骗我来乡下那回，有给我写过一封信，打过一通电话吗？我从小到大，你有给我买过一件衣服，做过一顿饭吗？所以，一个管生不管养的人也没在我身边，凭什么说我鬼混？你这是在跟我翻旧账吗？我那会儿下乡，不带你在身边，是不想让你吃苦，你还觉得你委屈了。我虽不在你身边，可你这些年吃喝是哪儿来的？长这么高的个儿，比你妹妹高大半个头，就是比你哥也差不了多少。你享了他们不曾享过的福，你还想怎样？我吃喝跟你没半分钱的关系，那都是靠我姥姥一点点给人缝补做工挣来的。你别想说你有给我寄钱。安娜3岁那年，你把我老平反过后，所有的赔偿款都拿走了。别的小孩子或许不记事，可我记得清清楚楚，你是怎样从姥姥手里骗走了那笔钱，需要我帮你回忆回忆吗？林丽萍瞬间脸色大变，目光阴冷盯着宋小鱼，像是在看生死仇人一般。宋小鱼也毫不避让。你连那么不要脸的法子都能想出来，就是为了骗我老的钱，这会儿怎么还有脸说对我养育之恩？你心黑也就算了，脸皮咋还那么厚呢？一次次的失望累积，被亲爹亲妈坑了一声，宋小鱼对所谓的亲生父母做不出一点敬重。跟你有关系吗？不管如何，你总归是我生下来的，这点你总无法否认吧？宋小鱼扯了扯嘴角，说出那句后世最不要脸的话。你图一时快活，把我生下来，有问过我的意见吗？有想过我愿意来这世间吗？若是投胎有的选，你以为我会选你们这样禽兽不如的父母亲？好，
你真是被你老给宠坏了，连这么大逆不道的话都能说出口。早知你这么忤逆不孝，当初还不如直接扔尿桶来的干脆。说的好像你当初不想扔一样。我出生不到10天，你跟宋卫国怄气，把我扔在了茅厕口上。李女士，乡下茅厕口冬天有多冷，还有野狗出没，你不会不知道。扔那儿对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来说，会面临怎样的结局吧？也是他命不该绝。那天晚上姥姥正好来了，林丽萍前脚刚扔，后脚就被姥姥给撞上，一通骂了之后，就把孩子抱了回去。林丽萍被人揭了老底，脸是彻底挂不住了。你既然这么能耐，以后可别怨我这个妈了。他倒要看看宋小鱼在这乡下地方能混个啥名堂出来。小鱼，妈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就别惹她生气了，快给妈道歉。亲娘俩哪有隔夜仇呢？这大佛是我请来的，蒲建国，你这么爱找人告状，这会儿正主在，你倒是可劲儿告呀。不就是以父母身份拿捏吗？他就不要脸就不孝顺，看他们还有啥好拿捏的。妈，小鱼她就是怀孕脾气大，你大人大量，别跟她计较了，好不好？我可担不起她的道歉，这是翅膀硬了，不受管教了。赶紧给我找车去，这鬼地方我再也不来了。急啥呀？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不给你外孙留点东西吗？林丽萍被宋小鱼这二皮脸的样子气得险些说不出话来。宋小鱼，你还要不要脸？你不是骂我禽兽不如吗？不是不认我这个母亲吗？这会儿又喊吗？问我要钱了，你脸皮咋那么厚泥？都是遗传随了你，你当年不也跟我老闹得要死要活，扬言我老死了，你都不会回家上炷香的吗？后来为了钱，还不是跪我老跟前，一口一个妈，我知道错了，我这才哪到哪呀？就凭这点就可以肯定我是你亲生的，所以娃他老，你来一趟好歹表示表示吧。人年轻时可以犯糊涂，仗着姥姥对他的心疼肆意妄为，如今他宋小鱼就是林丽萍的报应，也不知是被气的，还是折腾一晚上没休息好。林丽萍一时头晕目眩，险些没站稳。蒲建国急忙上前想要扶他。妈，你咋样了？哎，别动啊，再动我可就要造谣了。话说昨天晚上丈母娘跟女婿大半夜没回来，衣服全都皱巴巴的，你们倒是给解释解释，这到底是咋回事？宋小鱼，我都这个年纪了，这话你也能说出口？呵呵，都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打扮的这么花哨，大老远跑乡下来，说是看我这个女儿，却连颗糖都没带，谁个亲妈是这么看女儿的？李女士，你来得太突然，确实有些可疑啊。林丽萍脸充血涨红，嘴唇却发紫，显然气得缺氧，人已经快受不住。蒲建国听不下去了。宋小鱼，你胡说啥呢？那是你亲妈，我是你男人，你胡咧咧，叫人听见像啥话？哟，这就护上了。我就说嘛，当初莫名其妙说什么报恩，把我嫁到这鬼地方来，原来一切都是有迹可循。李女士，你跟蒲建国勾搭，爱而不得才把我嫁过来，好维系你俩的奸情，对吧？林丽萍不是喜欢诋毁他的名声吗？胡说八道谁不会呢？就看谁脸皮更厚顶得住。他这一次就要让林丽萍知道怕，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打着母亲的名义来恶心人。看在咱们母女一场，你今天给我留些封口费，回头你和你的好女婿爱咋咋地，我也管不着，你看行不？林丽萍已经说不出话来，勉强站住身子，抬起手就准备去抽宋小鱼。救命啊！女婿跟丈母娘那啥了。宋小鱼的叫嚷声被蒲建国一把捂住，得亏这会儿天刚亮，这才没引起人注意。宋小鱼，你是真疯了是吧？这话也敢乱说？女婿半夜下面给丈母娘吃，妻子却污蔑二人搞破鞋，趁机索要巨额封口费，200块，一人100块的封口费，没这钱休想我罢休。李女士，我这日子你也看见了，我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鱼死网破这词儿我挺喜欢，不知道林科长喜不喜欢同归于尽这词儿。林丽萍双眼如淬毒，看宋小鱼的目光几乎要吃人，她丝毫不怀疑，若此时在荒郊野外无人知晓，这个妈说不定真会对她下死手。宋小鱼，你这辈子真就不打算再回城里了吗？就算我想回，你会让我回吗？若是18岁的宋小鱼，必然还对这个母亲抱有几分期望，可眼前的她经历了亲人的背叛，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天真的姑娘了。原本我还在运作让你和蒲建国一起回城的事，可你这么不听话，倒是省了我好多事。蒲建国眼睛一亮，刚想开口，却被宋小鱼直接打断。李女士，咱别扯那些没用的，赶紧给钱走人吧。她这个亲妈想害她的心还真是无处不在，这会儿说回城的话，不过是想给他和蒲建国之间插入一颗钉子，让两人在后悔之中互相埋怨指责。行，给你。宋小鱼，你记住你今天。李女士，也请你记住，该撕的都撕开了，拿钱吧。蒲建国还想劝宋小鱼两句，被他瞪了一眼，缩到一边不敢吭声了。他感觉自从宋小鱼知道高考顶替之事过后，整个人就变了，和从前那个泼辣的小姑娘全然不是一回事了。给你，都给你。林丽萍把身上所有钱都递给了宋小鱼，她出来之时带了200多块，原本是想着来了这边拜访一下从前的老领导，再给小女儿买些特色吃的，一共183，不够啊，李女士。林丽萍要气疯了，又掏出一块女士手表扔了过去。都给你，这下总够了吧？我将就一下吧，
到底母女一场，做人也不能太过分了，对不对？还不送我走，要我等在这儿给他接生是不是？蒲建国被宋小鱼不要脸的动作给整懵了，一时愣了神。妈，你别急，我这就送你走。别叫我妈，还不懂啊？都撕开了，以后要叫亲爱的。你够了，宋小鱼。林丽萍已经懒得理他了，这个女儿是彻底没救了。回去之后可别乱说话，别以为海城是你的天下，你就可以胡乱给我安罪你。我是个疯子，你小女儿未必想做个疯子，惹急了我，咱娘几个谁也别想好。这话算是赤裸裸的威胁，看他林丽萍以后还敢不敢胡说八道。宋小鱼见两人走了，扭头走小路去找富贵婶，干啥也不能耽误他挣钱。等到了化肥厂，张小伟早早就等着了。有事啊，姐夫？宋小鱼脸上带着笑，心里却是清楚这安水生意做不成了。妹子，不是哥不帮你，而是我爸上头领导有个侄子，也想做这门生意，哎，哥也为难。姐夫，我知道了，这段时间也蒙你照顾，让妹子能挣个生活费，已经不容易了。他这么一说，张小伟不好意思了。宋小鱼挣钱，他也没少油水，这生意说不做就不做了，他也不舒服。咱淡完这个冬月吧，他不能连这点脸面都不给。宋小鱼想了想，附近的乡镇都被他做得差不多了，再耗下去也没意义。咱别跟人家过不去啊，要是给叔叔惹了麻烦，那就太对不住你了。不过这生意不能做，我倒是想打听另一桩门路。妹子，你说，只要哥能办到的，哪怕是上刀山下油锅，都得替你办。你打听一下，看看你们家有没有认识鞭炮厂的人。你想干啥？鞭炮那玩意儿可不是谁都能拿上的。这会儿世道没后世那么安稳，总有不法分子干坏事，因此鞭炮还没有那样放开。眼看着要过年了，宋小鱼就惦记上这生意了。事在人为，你打听打听就是了，能做做，不能做咱也不损失呀。行，这事就交给我吧。不过这事先说好，我可不抽成了，我要入伙。宋小鱼可太喜欢这话了，他正愁手上钱不够，张小伟愿意入股再好不过，他还想着把金灿也拉进来跟着赚点钱。他还没来得及去找，金灿倒是先找来了。化肥厂那小子一看就油头粉面的，你跟这种人来往干啥？你先别管他，我有事要跟你说。我想到一个。他刚想把做生意的事给他说一下，话还没说完，金灿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给他。你干啥呢？借我钱的人还钱了，我每个月工资不少，养你绰绰有余，你别再每天到处跑，大冷天也不嫌冻得慌。宋小鱼大概看了看，居然有100多块。金灿一个月的工资才58，加上各种津贴奖金，撑死不过70块。他上次就给了不少钱，这次又给了这么多，他自己肯定都没舍得花。我留下100，当我借你的，剩下的你收好，不准太节省，该吃好吃好。瞧你瘦成啥样，遇上坏人你也只有逃命的份儿。金灿见他嫌弃自己，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腰腹。我真的太瘦了吗？那我回头买点好吃的。等等，你可别学那些暴发户，把自己弄个将军肚出来，那可太埋汰人了。我是那么没品的人吗？两人闲聊了一阵，金灿突然想起一件事。你先找个饭馆去吃点饭，我想起刘小涛那里有点事，我去再来。宋小鱼找了个饭馆，吃完饭又等了半小时，金灿才提着个袋子回来。刚在街上碰到我妈了，她说她准备了些东西给你。还是我苏姨疼我？给我说说吧，你想做啥生意？宋小鱼一脸兴奋地和金灿说起过年卖鞭炮的事。这事儿刘小涛或许有门路，回头我打听打听。那你上点心，马上就入腊月了，我就等着过年前大赚一笔呢。知道了，你打算啥时候跟蒲建国提离婚的事？快了，你放心吧，我不会做傻事的。他记挂着鞭炮生意，一直跟金灿说着他的年底计划。恰逢今儿赶集，蒲建琼背着没卖完的包菜，又累又饿，一抬头就看见里头有说有笑的宋小鱼二人，他火气一下就上来，丢了背篓冲进小饭馆。宋小鱼，你居然背着我哥偷人！你是狗眼瞎了还是咋的？没认出这是我哥？蒲建琼下意识回头瞅了一眼，脸一下就红了。金灿他是见过的，那是宋小鱼婚后1个月。金灿怒气冲冲跑村里来，质问宋小鱼为何结婚都不告诉他。两人闹得不欢而散，离开时却找不到出村的路，还是他领着金灿出去的。那段路是他少女时代最甜蜜的一段路，身边的人虽是满脸怒气，却比电影里的男主角还要好看，让他一颗心酸酸甜甜。后来梦里的影子都是他。金大哥，你咋来了？下次要捉奸，先问问你哥啥时候出门再去。跟我哥有啥关系呀？因为你哥喜欢偷人。金灿说完转身离开了。蒲建琼反应过来，脸青一阵红一阵，难堪的恨不得找个地缝给钻进去。我哥挺正派的人，才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宋小鱼，你是故意的对不对？我要是故意的，你今儿就成这场口上的大明星了。他看着宋小鱼又是下馆子又是买东西，心里很是不好受。你买了这么多东西，哪里来的钱？当然是我妈给的呀。你是不是眼红呀？眼红也没办法，谁让你妈你哥没本事，叫你天天上街卖菜，冻得手脚生了冻疮，也不舍得给你买双棉鞋，可怜哦，没人疼的喜儿。过年了，要不要嫂子给你扯2尺红头绳？你混蛋！蒲建琼被气哭了，猛地伸手拽过宋小鱼的袋子，砸在了地上，袋子里的东西落了一地，一条白色的围巾顿时沾惹了污泥，还有一瓶雪花膏和棉鞋也掉了出来。宋小鱼吸了口气，
反手给了他几个大鼻斗。你哥你老娘都不敢惹我，你胆够肥，还敢来惹我？救命啊！嫂子打小姑子了！逢集赶场的人不少，便有不少人停下脚步指指点点。这嫂子也太凶悍了，哪有这么打夫家小姑子的？这要是搁我家，我不得打得他爹妈都不认。这谁家的凶婆娘呀？啧，要是我儿媳，我早让我儿子打死换一个了。可惜你也不是我婆婆，要不然我一包耗子药，让你们全家都去见阎王。谁再敢跟我面前瞎逼逼，回头我一把火烧了你家房子。小姑子厉害，我呸！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娘家啥家庭？就你们这一群垃圾！宋小鱼那不可一世的嘴脸相当的唬人，围观的村民不敢再跟他说话，低声骂骂咧咧走远了。以后你再在我面前瞎蹦跶，我见你一次打一次。宋小鱼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刚出场口就碰到了苏江月。小鱼，你这孩子上街来，咋也不来家里？宋小鱼一愣，突然意识到事情不对劲，于是试探着问道：苏姨，灿灿最近有回来吗？别提那臭小子了，一天天也不知道在忙啥，休息也不回家。宋小鱼拎着东西的手一紧，金灿这家伙居然撒谎骗他。苏江月瞥见袋子里的围巾沾了泥，咋回事？这么漂亮的围巾咋就掉泥里了？刚不小心掉的。你这会儿干嘛去？乡里腊月初7不是要开年终总结大会吗？我们学校也要参加。健美那孩子作为学生代表要上台讲话，可他连双凑合点的鞋子都没有，我打算去给他买一双。他父母还是对他不好吗？以前不让读书，现在也不知抽哪门子的风，一来学校就是过问学习，半点不关心那孩子的身体。宋小鱼心中明白，那是担心徐建梅学习不好，将来无法嫁高门。走，去家里，刚好昨天有人给你输送了只老母鸡，我给你炖汤喝。不用了姨，我还要。苏江月不由分说就拉他回了学校家属院。你说他一天天的老大个人，穿的花里胡哨，没个正形，没存款，没对象，以后可咋整？苏江月领着宋小鱼边数落金灿边进门，一进门就愣住了。系着围裙的金灿正拎着勺子站在玄关处。妈，隔老远我就听见你说我了。说你咋的？我还想打你呢。宋小鱼朝金灿似笑非笑地问道：灿灿，你这是刚从城里回来？金灿警告地瞪了他一眼，那眼里似乎还带着几分不自在。我把鸡都给炖上了，爸回来就可以开饭了。10几分钟后，金校长也到家了。今天人还挺齐的，你还真是掐着点回来，饭刚好你就回来了。年底乡上开总结大会，你家建国也是要参加的吧？不知道嘞。还没吃饭，你提他干啥？不嫌晦气啊？咋说话的？饭吃到一半，金校长突然想起什么来。小鱼，你妈最近来看你了吗？叔你咋知道的？我就说我那天在车站看见的那个人像他，还真是他。他是不是怕你在婆家受气，特意过来看你的？你这孩子也真是的，你妈来一趟不容易，你好歹领他过来家里，咱坐一起说说话呀。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忙着呢，哪有空跟我唠家常？好说歹说留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不亮就走了。金校长闻言看了眼宋小鱼没说话，他那天见林丽萍那模样，可不像是来看女儿的，倒像是逃荒去的。吃完饭，金灿把宋小鱼送到街口，又语重心长再次叮嘱：你要做什么事，最好跟我商量商量，别自己干蠢事。放心吧，你小鱼姐几时打过没把握的仗？还姐呢？你比我还小2岁好不好？这是小时候拳头立下的规矩，这会儿就没理由变来变去。回去吧，要帮忙我肯定会找你的，别忘了帮我打听事。金灿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路口，默默站了许久，才双手插兜往回走。刚转身就看到自家老娘暴毙站不远处。妈，你啥时候出来的？在你快成化石的时候。你啥时候也学会开玩笑了？苏江月走到儿子跟前，一脸严肃望着他。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那你别问了。金灿猜到他要说什么，转身就跑开了。苏江月神色落寞，两个都是他最疼爱的孩子，打小他就盼着这两个孩子有一天能走到一起，那可就如愿以偿了。女人只是请哥哥吃了碗白带，就被小姑子污蔑偷人。宋小鱼反手送他10几个大鼻斗，不料竟引来黑心婆婆报复。你还知道回来？你个臭婆娘，居然敢在街上打小姑子，还真当我蒲家没王法了是不是？蒲老娘前2天闪了腰还没好，就是过来这边都费了好大劲，她实在是太生气，把她闺女那脸都给打成猪头了。宋小鱼，你怀了身子，家里人一直让着你，可你是不是蹬鼻子上脸太过分了？建琼还是个没成家的小姑娘，你当街把她按地上打，你让她以后还怎么见人？谁让她口无遮拦，啥话都敢说？也是你们这些做父母兄长的不好好教育，没人管教，我这个做大嫂的只好代劳了。嘿，老娘还没死呢，轮得到你来教训？哟，原来你还没死呢，我叫人欺负的时候还以为你没气了呢。蒲老娘实在受不了宋小鱼的阴阳怪气，骂也骂不过。建国，这婆娘不要了，把她离了。我老蒲家庙小，供不起这样的大佛，早点把她撵走。宋小鱼皮笑肉不笑地看向蒲建国，你想离婚？你少说2句，没看妈这会儿在气头上。他是不想离婚的，别说村里，就是乡里县里也难找出第二个。
像宋小鱼这般漂亮好看的姑娘，蒲老娘看出儿子的意思更恼火了。蒲建国，你爹妈被人欺负，妹妹被人抽鞋底子，就这样你都能忍下这口气？你说你是不是被这小妖精迷得神魂颠倒，连我的话都听不进去了是不是？妈，你瞎说啥呢？一家人哪有没磕磕绊绊的时候？咋能动不动就说离婚的？他脾气不好，我慢慢说他就是。再说了，要是传出离婚的名声多难听呀！他都敢骑在你头上拉屎了，你还舍不得他？你先回去吧，我会说他的。原本站在蒲老娘背后哭泣的蒲建琼，听着这话瞬间炸了。说有啥用，大哥，你要打他呀，狠狠的打，打得他知道怕了，以后见着我们蒲家人都不敢大声说话才对。闭嘴，都是你没事找事，好端端的非要跟你大嫂过不去，要不然也不会惹出这些事来。宋小鱼眼里闪过一抹讥讽，还真是人善被人欺。以前他好说话的时候，蒲建国却偏要他低头让步，如今他浑身是刺，蒲建国不敢来招惹，便只能求别人让步了。你骂我，明明我才是挨打受委屈的那个人，你还骂我，你还是我亲大哥吗？蒲建国，我讨厌你！蒲建琼捂着脸哭着跑了，气得蒲老娘连连大骂：作孽呀！我咋就生了你这么个耙耳朵，连婆娘都不敢打，说出去多丢人呀！作孽呀！我怎么就嫁了这么个没用的男人？家里要啥没啥，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还得媳妇挺着大肚子在外头讨生活，到头来小姑子还要冤枉我偷人，我上辈子是做了啥孽呀？要是我杀人放火该遭报应，你罚我投胎成畜生，也好过嫁给这种窝囊男人，过这猪狗不如的日子呀！正骂得起劲的蒲老娘，声音突然被宋小鱼盖了下去，瞬间愣住了。够了，你们有完没完？还嫌我们家不够丢人是不是？是不是要把满村人都招来，让所有人都来看笑话，你们才满意？看笑话那也是看老蒲家的笑话，你老娘都不怕人笑，我怕个啥呀？哎呦，我的老天爷呀！你睁眼看看呀，看我被这一家子都欺负成啥样了！他抽空回了一句，又赶忙开始骂，像是要跟蒲老娘比赛一般，半点不让步。眼瞅着正是各家吃晚饭的时候，婆媳俩这么一嚎，整个生产队都能听见。蒲建国想着乡上马上就要开大会了，要是这时候闹出笑话，他还怎么有脸见人？妈，算我求你了，你别闹了好不好？他嚎得比我还大声，你咋就知道说我不说他？妈，你是我亲妈呀，你难道忍心看我前途被毁，一辈子就在乡下种地吗？种的挺好的呀，你不在乡下种地，赵玉梅家的田地谁帮忙？你闭嘴！蒲建国对宋小鱼恨得不行，偏偏这个节骨眼上，他还不能闹出离婚的事。蒲家的先人哦，你们要是地下有知，就看看你们家这个只会窝里横的后辈啊，半夜里托梦，好好教教他咋做人，一天到晚干的那些事，我都没脸给各位祖宗讲哦。行，宋小鱼，你厉害，你牛！我儿子的前程你不当回事，我这个当娘的，也该是我欠他的，给他娶了这么个不着调的婆娘，还打不得骂不得。蒲老娘艰难挪动，一步熬着一步往外头走。妈，我背你回去。滚开，我不用你这个耙耳朵来伺候。蒲老娘伸手掀开蒲建国，赌气要自己走，哪知道用力过猛，自己把自己给摔倒了。宋小鱼完胜，高高兴兴进空间做饭去了。乡里大会还没开始，金灿那头先给他回了消息，刘小涛托人找了个场子，不但可以拿鞭炮，还能带点烟花，这事可把他给高兴坏了，赶忙找到张小伟。县里你可有门路？我两个姑姑都在县城上班，你只要是不是太大，基本没问题。那你给我找个门面，位置不用太显眼，得稍微大点，还有安全问题得有保证，只租1个月。这会儿工商对个体的管制还不是很严格，又是改革春风刚开始的时候，只要有门路，很多事都是可行的。1个月，哥是要干大事的人，你只租1个月能干啥？除了过年，你见过啥时候全村人集体放鞭炮的？可就1个月，能挣多少钱？不说你家，就说你那些亲戚朋友，还有发小同学，以及认识的邻居啥的，就冲着这些，你随便算算，得有多少人了？我大姑、小姑，我大舅、二舅、三舅。张小伟掰着手指头粗略一计算，还真不得了，哪怕是1块钱一饼炮，就他家亲戚都得贡献好几百。你想想看，你家有这么多的亲戚朋友，那你表弟妹他们是不是也有亲戚姑姑舅舅？好多亲戚还跟你家不重复，你同学他们是不是还有同学朋友和发小？你亲戚的亲戚是不是也得买？反正都是要买，去不认识的陌生人那里，还不如来认识的亲戚家买，是不是？遇上关系不错的熟人，咱们是不是还可以送个小玩意，或者抹个零头啥的？被宋小鱼这么一分析，张小伟瞬间觉得这生意能做，不但能在荣山县做，就是附近几个县城也能做呀。那为啥只做荣山县啊？咱这地儿人少还穷，咱去大地方。大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你赔钱没人搭理你，可你要是挣钱了，铁定有人眼红了。在荣山县，咱们要人有人，就算有人来闹事，咱也能想法子。可要是在别的县，地头蛇来闹，你能咋办？生意刚开始，还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得稳一点好，步子太大，可就容易扯到蛋了。宋小鱼将利弊一分析，
张小伟的脑子也慢慢冷静下来了。行，找铺子的事你就交给我。不过既然要做，咱多开几个铺子吧。钱不够，我来想办法。宋小鱼觉得可行，要不是他肚子这事没解决，他还想去一趟彭城，弄些过年衣服回来卖。他把县里定点鞭炮的事交给了张小伟，回头又去找富贵婶和德文叔，在附近几个乡镇上找门面。你别说，我二姐就有个铺子在兰花乡，至于其他乡镇也交给我。你肚子大不好跑，我去给你寻位置。位置安排好了，接着就是人手的事。宋小鱼找到了二大娘。大娘，大生哥咋样了？多亏你帮忙找人，那黑心老板不敢跑路赔了钱，虽说没了一只手，到底人还是好好的，也够万幸的了。他说着话，眼泪就想落。好好的儿子没了一只胳膊，哪有不难受的？没事，只要人好好的，就再好不过了，是这么个道理。对了，你找我是有啥事吗？宋小鱼便将想安排个人去附近乡镇帮忙卖炮这事，大致给二大娘讲了一遍。你大生哥没干过这活儿，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犹豫，恰巧回家的大生媳妇急忙走了过来。娘，大生他能行，我跟他一起，他要是不好意思开口喊生意，就让我来喊。男人自从没了一只胳膊，回来后一直意气低迷，大生媳妇看着就难受，正好有活也让男人出去走走。那我们去玉禅乡吧，我媳妇娘家就是那边的，到那边也有熟人照应。宋小鱼跟二大娘谈好之后，又去了蒲建红跟陈勇家，将卖烟花鞭炮这事彻底安排妥当之后，已经是腊月初5了。蒲建国精神焕发的回来到家。小鱼，初七乡上开大会，你作为家属也能参加，高兴不？如今是群众当家，只要年满18周岁的公民都可以参加。你咋搞得我好像是干部家属特殊待遇一样？他们是在后头站着，你是在前几排位置坐着，这能一样吗？这回我的位置不会又因为谁不方便，或是谁更可怜给让出去吧？放心，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天王老子来了也抢不走，这下你高兴了吧？高兴。蒲建国不高兴，他就很高兴。他的痛苦可是宋小鱼快乐的源泉。蒲建国见他不再跟自己唱对台戏，很高兴，于是又开始变本加厉。小鱼，今年是土地下户第2年，也是改革开放的第1年，所以这次的乡大会很不一样。据说县里也有来人，你说要不要弄身新衣服？要的，都说人靠衣装，马靠鞍装，这样的场合肯定得穿得体面些。那你给我。宋小鱼没给他说剩下话的机会。刚好我肚子也大了，之前的衣服穿着有些紧，这样吧，刚好赶着过年的一起，你给我弄件新衣服咋样？蒲建国瞬间没了好脾气。宋小鱼，我的意思是，你拿点钱出来，我置办一身像样的中山装。不是吧，原来还真有男人软饭硬吃，想花媳妇的钱还能这么硬气。蒲建国，我真想问问你，都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靠不上你半分，你咋好意思跟我开口的？你我是夫妻，2口子之间需要分得那么清吗？有好处你就要以身作则，有难处就该我体谅。蒲建国，就算我上辈子欠你的，那也该是上辈子的事，这辈子别指望我伺候你。蒲建国最后还是没能借到买衣服的钱，老娘不给钱了，蒲建兵那里也没指望。宋小鱼那头忙得厉害，跟烟花爆竹厂的胡厂长联系上，拉回了第1车鞭炮，将县城几个铺子货铺上。他当着张小伟的面把货物盘点清楚，把账本和价目表给了田秀荣。这是价位表，遇熟人上下可浮动5毛钱，这个你自己看着来，遇上亲戚朋友来买也是如此，遇上关系好的可以额外送个小东西。账挺好，我知道该咋做了。田秀荣，我先把话说前头，我是不想要你来的，是我爸非要给你找个事做，才把你安排到这，你可得仔细点，别回头把生意给我搞砸了。田秀荣就是张厂长之前想给儿子介绍的战友家闺女，如今儿子被宋小鱼带出息了，他不打算再撮合这桩姻缘，但这姑娘是老战友的独苗，他还是要多看顾几分的。田秀荣是个知恩图报的姑娘，心中感念张厂长的好意，也知道宋小鱼的帮助，可张小伟要不是看张叔叔的面，他还真不稀罕搭理他。宋老板你放心，我晚上就住店里，保证不会让人偷了去。宋小鱼见他行事落落大方，不见半分扭捏姿态，感慨命运有时候真是奇妙。上辈子这姑娘嫁了张小伟，被生活搓磨得毫无生气，就是个十足的怨妇，将各处生意人员安排到位。宋小鱼便回乡着手准备乡里的年终总结大会。到了腊月初7，槐树乡1年1度的总结大会如期召开。由于槐树乡太穷，县政府也只是几间民房，压根没有所谓的大会礼堂，因此会议在乡政府对面的戏楼前召开。他走到前3排，找蒲建国特意给他安排好的贵宾席，果然没出意外，李秀英早就坐在那里了。丈夫作为优秀干部上台发言，家属席竟坐着青梅一家。宋小鱼一反常态的热情招待，却在男人沾沾自喜时给了他致命一击。建国媳妇，今天也是不巧，我家小涛学习好，一会儿要给领导献花，这不我刚出院不久，建国担心我身体不好，就让我先坐这儿，你要是不舒服就先过来坐着吧，反正我年纪大了，让你们年轻人也没关系。宋小鱼勾了勾唇，属于他的位置竟要李秀英来让。蒲建国远远瞧见赶了过来。小鱼，我在后头给你搬了个板凳，
你个子高，就是坐后头也能看见。秀英婶子身体不好，就懒得让她再起来了。你说你这人也真是的，知道婶子不舒服，还让她穿这么单薄，坐这儿吹冷风，连口热水都没有。宋小鱼罕见的没跟蒲建国吵架，还很是热情的关心李秀英。愣着干啥？这不大会还没开始吗？会场边上有人卖面条，你去给婶儿端一碗过来。蒲建国愣了。宋小鱼对赵玉梅一家人向来没好脸色，今天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李秀英心里也觉得怪怪的。看啥呀？快去，今天天冷，不垫些热乎东西，待会婶子熬不住。蒲建国犹豫，任乡长马上就要过来了，据说县里的王秘书也要过来，他还想，哟，大田叔，你今天也来开会了？王奶奶，你扶着大田叔过来这儿坐，这是我家建国的位置，他待会站你们后头就成。不是，蒲建国赶忙要拦着，这样的重要场合，他站人家后头算啥？王大娘却是个看不到眉眼高低的，赶忙扶着王大田抢着位置坐下。建国媳妇，我以为你还生气呢，没想到你心这么好，我真愧疚。李秀英见王大田坐他旁边，不自在的要起身，被宋小鱼一把按住了。婶子，你起来干啥？快坐着，可别给我让，我去后头站着就是。建国，你去给婶子买面，顺道也给王奶奶和大田叔煮一碗吧，这天冷，怪冻人的。蒲建国心疼的要滴血，傻婆娘要做好人也不挑个日子，他身上只有20块，还是蒲老爹想法子在村里给他借的，一会儿打算拿着钱当着任乡长的面去资助乡里2个上不起学的小孩子，要是给这3人买了面，钱可就给他打散了。愣着干啥？快去啊！建国，还真是多谢你了，原本我说不来吧，可你大田叔非说要来支持你，你看这一来还让你给破费了。蒲建国下不来台，瞪了眼宋小鱼，扭头去会场边上的小面摊上买小面去了。宋小鱼特意将王大田母子安置在李秀英边上，看李秀英躲闪不自在的模样，再看王大田阴恻恻的表情，就知道这昔日的野鸳鸯怕是闹崩了。小鱼姐，快过来，你的位置在这里。徐建梅跟宋小鱼打招呼，那次抓菜瘸子有功，乡里工作人员早早就给他安排好了位置，还在第2排，比蒲建国还要靠前，他用不着靠蒲建国那点关系。你咋在这儿呢？这次乡大会很隆重，乡里工作人员忙不过来，就在学校抽调了我们过来帮忙。我听说乡长还想让你上台发言，你准备好了吗？发言？宋小鱼一愣，这是怎么没人通知他？他下意识朝蒲建国看去。任乡长让我上台发言，你为啥不告诉我？你就是个乡下妇道人家，这开大会是男人家的事，你挺着个肚子上台像啥话？我也是担心你身体不好，在人前闹笑话，所以就把这事给推了。说得好听，你是怕我抢了你的风头吧？蒲建国被戳中心思，心里恼怒。你一天就会小心眼，啥都把人往坏处想，全然不体谅我的苦心。宋小鱼看穿他的心思，还想奚落2句，就听远处有人在喊：任乡长过来了。任乡长叫任慧云，30岁的人瞧着也就26、7，时髦又干练。他身后跟着个25、6的年轻人，饶有兴致打量会场。金校长陪在一边，给任慧云和年轻人介绍会场布置。任乡长边上那个就是王秘书，是刘县长身边一把手。小鱼，你过来。金校长远远看见宋小鱼，朝他招招手，带他走近几步，给任慧云和王阳介绍：这是我侄女，也是这次受邀的先进人员。你就是敢于跟凶手抗争的宋小鱼。任乡长过奖了，我胆子其实很小，只是那会被逼着没办法而已，倒是个实在的。任慧云点点头，他就喜欢说实话的人，不喜那种凡事总要戴高帽、冠冕堂皇的一通说辞的。会议即将开始，任慧云与宋小鱼寒暄2句，便带着王阳等人往台上走去。任乡长跟你说啥了？他说你为啥不抱个小孩，站戏楼上演胜负？蒲建国没听出他话里意思，只听到个小孩几个字，目光落在宋小鱼腹部。小鱼，咱俩都是知识分子，这孩子出生后肯定比别人更聪慧，以后说不定还能冲个清北。是呢，他肯定能考上清北的。宋小鱼笑意不达眼里。任慧云一行人上台落座，恰逢今日赶集，好多人过来看热闹不说，小贩们也把东西搬到了会场边上，上头开会，下头群众攀亲戚拉家常说儿女，一圈的小贩不停叫卖，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大家静一静，静一静，下面摆龙门阵的，你们回屋头慢慢摆；还有相亲的，你们去茶楼里看，不要在会场上介绍对象。还有那几个，把你们娃儿抱远点，别嚎的人听不见说话。做买卖的，先别忙着吆喝了，这里是会场，别当菜市场。任慧云眉头微皱，这可不就是一个菜市场？看来得尽快发展经济，让槐树乡明年再开会，有个像样的地方，而不是这样搭草台班子。尊敬的各位来宾、父老乡亲，上午好。宋小鱼打量着台上，眼角余光不小心瞟到戏台上的一角，对上了赵玉涛阴狠的目光。宋小鱼愕然，看来赵家人食物中毒一事把他给恨上了。麦子是蒲建国给的，面粉是王大娘给磨的，最后却把源头怪在了他的头上。台上苏国富已经讲完了话，轮到任慧云发言。宋小鱼旁边的养蚕能手是个30多岁的大姐，或许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刚开始还正襟危坐，认认真真听讲。等2个领导人讲完话，这大嫂就有些不耐烦了。后头那个你认得不？
赵海军家的婆娘嘛，谁不知道呢？养蚕大姐顿时找到了队友，一脸兴奋道：“那你知道挨他后头是哪个不？不是羊头村3队队长蒲建国吗？这人我听说过。蒲建国跟赵海军的婆娘啥关系？他个儿子。干儿子？我呸！他亲儿子还在台上站着呢。这个是他也男人，也是他也女婿。挨他边上坐着那个也是他男人，搁外头的那种。刚蒲建国还给这两人买面条，你瞅见没？啧，你说这女人多能耐呀！2个也男人，还处得跟亲兄弟一样。”合作社大哥顿时一脸便秘，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来相容这一家子的纷乱。听说蒲建国那媳妇还是城里来的姑娘，长得好看还有学识，娶了这么个能干媳妇，他咋还在外头？那不是老话说得好，家花哪有野花香呢？再说了，这搁家里的不如外头的，外头的不如偷着来的呢。就是可怜那城里姑娘了，老娘要是她，早早踹了男人回城里了，谁耐烦伺候一家子？你要是他，蒲建国早被你拿刀砍了吧？不是我说，就大姐你这脾气，也就亏得吴老三能受着，换个男人你试试。坐在边上的宋小鱼吃瓜吃到自己头上，看来蒲建国和赵玉梅一家那些破事，外头人早传疯了。下面我们有请羊头村3队队长蒲建国。蒲建国含蓄的朝众人笑着走上了台。我儿子。人群中，蒲老娘一脸兴奋。蒲建国在台上激动的朝下面群众发表他的心得感言。作为人民干部，要急群众所急，将群众看成一家人。我认为他一口气足足讲了半个小时，听得台下都是满脸不耐烦。蒲同志是我们年轻一辈的楷模，这种先大家后小家的精神很值得大家学习。那么作为蒲同志的家属，是否也有这样的觉悟呢？我们来听一听蒲同志的家属宋同志作为干部家属的感想。蒲建国一愣，他没想到今天还要请宋小鱼上台讲话。麻烦让一让，该我讲话了。宋小鱼，这可是年度大会，你可别胡说。他话没说完，宋小鱼就走向了话筒的位置。身为干部家属，我个人认为应该有高度奉献觉悟，不能扯后腿。蒲建国微微松了口气，心想宋小鱼还是有分寸的，不会在这种关键时候搞事。老爷们开会，让他个妇道人家上去瞎逼逼啥？但我认为，在奉献的同时，不能以权谋私，侵害国家与人民利益。蒲建国脸色一变，原本还跟菜市场一样的会场也安静了。啥表彰啥先进，他们不感兴趣。可要是报谁的丑事，那可就太有意思了。按理说，蒲建国是我的丈夫，作为妻子应该替他隐瞒1、2。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不能容忍这种侵害国家与人民利益的不法之事。蒲建国脸色骤然一变，手不由捏紧拳头，目光如刀刺向宋小鱼。他怎么敢在这样关键的时候，在台上当着全人的面，这么明晃晃打自己的脸？人群里的蒲老娘沉不住了。臭婆娘，烂货！老娘今天……蒲老爹一把捂住蒲老娘的嘴，不顾他的挣扎，小声警告：“你还嫌不够丢人是不是？”小宋同志，你说这话可有凭据？他是我丈夫，是我人生伴侣，也是我的天。但是身为干部家属，绝对不能容忍这种侵害国家的蛀虫行为，必须还人民群众一个公道。小宋同志，你要为自己说出的话负责。任乡长，蒲建国是我丈夫，如果不是他所作所为太过分，我是不会站在这里的。检举自己的丈夫，我的心比谁都痛都难受。他眼里泛起泪光，看向蒲建国的眼神是心痛，是无奈，是失望。养蚕大姐看了眼台上的宋小鱼，又看了眼旁边空空的座位，她八卦了半天，原来正主就在旁边坐着。这小姑娘不容易啊，以后在婆家难喽。小丫头还是太年轻，丈夫再有不是，那也是2口子，咋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男人下不来台呢？台上宋小鱼却不打算就此罢休，继续罗列蒲建国的丑事。蒲建国身为羊头村3队队长，利用职务之便，公然挪用队上提留款，以及强行置换村民田地。蒲建国再也忍不住了，他3、2步冲上戏台。宋小鱼，你胡说八道啥呢？我担任队长3年多，从没拿队上1分1毫，你纯属污蔑人。他的大好前程正开始，可不能就这么被毁。宋小鱼没理他，而是看向人群中的王会计。有没有挪用不是我说了算，该村里的会计来说说才是。建国，3队的提留款一直在你手上，我催了好多次，你都没交上来，年底要关账，我也是没办法了。蒲建国看见王会计站出来的刹那，额上顿时冒出密密麻麻的汗珠。王会计，我都说了，那是因为队上有2户人家困难，那钱我也不是自己用，是给队上。群众有困难，干部想办法是对的，但不是拿集体的钱去救个人的急。这2户人家是个什么情况？最后这句话问的是羊头村村长张先文，说来和蒲家也算拐着弯的亲戚，是蒲老娘那头的表兄弟。蒲建国要叫一声表叔，张先文瞪了蒲建国一眼，他可不打算保他。村里提留款一直不好收，我和王会计也没少跟村民做工作，但收上来的还是……张先文只说收的艰难，将蒲建国这事撇开，表示自己啥也不知道。任慧云旁边的王阳这时插了一嘴，不知道这2户人家是怎么个困难法？这2家是有点困难，赵海军为了救人牺牲，孤儿寡母的。屁的困难！张先文，你个龟儿子，就是帮你家亲戚说话，
他蒲建国是帮困难户吗？分明是为了帮他的丈母娘。乡长大人，青天大人呐，你要给我们做主啊！蒲建国一看这出来搅局的人，脑袋都快炸了。这人也是他本家出三父的老辈子蒲国忠，对上出了名的固执和小气。蒲建国，别人不知道李秀英、王大田和你啥关系，我来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老爷子声音洪亮，三言两语将几家之间的关系讲的那叫一个清楚。叔公，你不要胡说八道，海军输救人牺牲，王大娘家没劳力，你说他们是不是困难？少扯那些屁话，要说困难，胡二家困难不？人家男人死矿上，丢下几个孩子，最小的一个还在吃奶，咋不见你天天去帮忙？还有大安家，他老子和娘常年吃药，你说困难不？还有全顺家。蒲国忠一连举例好几家，怼得蒲建国哑口无言。宋小鱼心中纳闷，王会计是他找来的，蒲国忠跟他可没关系，纯属是蒲建国自己作出来的。蒲建国还想要努力解释，那知道蒲二叔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一身酒气踉跄走到戏楼前。青天大人，我也要举报蒲建国，他作风不正，乱搞男女关系。这下蒲老爹顾不上蒲老娘了，冲上前扯着蒲二叔就是两巴掌。我让你喝2口黄汤就胡说八道。我就说蒲建国和赵玉梅胡狗，这是他媳妇最清楚。任慧云脸色肉眼可见变得难看，她最讨厌乱搞男女关系的人。小宋，这事是真的吗？可怜少妇寒窗10年考上大学，名额却被老公送给青梅。宋小鱼隐忍不局，反手在大会上当众举报男人的罪行。任乡长，我还要举报一件事，蒲建国为了帮他的女同学，让赵玉梅冒名顶替我去上大学。他这话一出口，台上台下哗然一片。任乡长这才想起来，他似乎听说过宋小鱼这个名字，还说考的海城大学。刚见到宋小鱼，一时没反应过来这事。蒲同志，这事是真的吗？不是，任乡长，这事跟玉梅没关系。因为赵玉梅的父亲救人，蒲队长怜悯弱小的同时，连我的大学名额也拱手相让。蒲建国，你喜欢他？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突然冲出一个人，朝着宋小鱼大喊：贱女人，去死吧！他本就站在舞台上，没留意身后动作，被这猛地一推，重重跌落台下，身下一阵剧痛传来，意识瞬间陷入黑暗之中。台上台下众人大惊，谁也没料到，众目睽睽之下，老师家长眼里的好学生赵玉涛，居然敢当众行凶，将宋小鱼从台上推了下去。快救人！蒲建国也吓懵了，他虽是恨宋小鱼坏他好事，可那肚子里的是他儿子，老娘还特意找人算过，这孩子出息得很，将来肯定能光宗耀祖那种。小鱼姐，徐建梅第一个冲上前，到面前就呆住了，血水已经湿透宋小鱼的裤子，在地上流出暗红一片。快来帮忙背去卫生院！王阳正要蹲下身去背宋小鱼，富贵婶从人群中挤出来：乡长，我老弟3轮车在边上，让他送过去就是。金校长慌忙跑到会场边上，找到卖馒头包子的小贩，把人家5泡沫香的保温被子借来，垫在了3轮车斗子里。等蒲建国回过神来，宋小鱼已经被金校长和任慧云送去了卫生院。他迈步想要跟上去，被蒲老娘一把给抓住。你去干啥？瞧那血流的，我大孙指定保不住了，没了娃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生，就这样祸害男人的婆娘，要他干啥？妈，小鱼他们娘家人在这边，这会儿出事也太可怜了，我要是不过去。建国，李秀英跌跌撞撞冲过来，她一把抓住蒲建国的胳膊。建国，你救救小涛啊，那孩子不是故意的，你是知道的。小涛子小懂事听话，他刚那么做也是因为宋小鱼污蔑你，他气不过才会想着替你出气的。蒲老娘不想让儿子再沾惹赵寡妇家的事，拉着蒲建国想要离开。李秀英手里的胳膊抓得更紧了，红着眼睛哭得眼泪大颗大颗滚落。建国，婶子没别人可依靠，就只能靠你帮忙了。你赵叔为了救人，不顾我们娘几个走了，这些年要没你，婶子和玉梅他们姐弟都活不下去。小涛他是3好学生，才15岁，他还是个孩子呀，要是就这么毁了前程，你赵叔在地下都不得安宁啊。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身子晃晃悠悠，随时都要晕过去一般，让周围人看得心酸不已。建国，你就帮帮你秀英婶子吧，反正你们还年轻，小鱼没了这胎，以后也还能生的呀。你秀英婶可就这么一个儿子。蒲建国看着哭成泪人的李秀英，脑海中浮现出赵玉梅离开时那担心难过的模样。建国，我爸没了，我妈身体不好，小涛年纪还小，外祖家也没了人，我这一走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过。当时的他心一软，满口保证：你放心去上学吧，家里万事有我呢，别担心，等你大学毕业有了好工作，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建国，有你真好，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有你这么个好朋友好同学。答应过赵玉梅的蒲建国一直谨记当时的诺言，对李秀英一家没少照顾。这会儿见人孤儿寡母逼入绝境，他又开始心软了。婶子你先别急，这天冷，你别哭岔气伤了身体，我这就去派出所打听打听。今日大会很隆重，各部门单位都有出席，派出所自然也不例外。宋小鱼被人公然推下舞台，摔得生死不知。受金灿托付的刘小涛
当即吓得脸色发白，不等所长发话，就冲上前将赵玉涛给控制了。宋小鱼被送走，赵玉涛也被人带去了派出所。建国，蒲建国，蒲老娘见傻儿子听李秀英掉几滴猫尿哭几声，还真打算去派出所捞人，急忙要去拦儿子。蒲老爹这会儿刚应付完村长，一过来就听到蒲建国要去派出所的事，气得上前照着儿子就是2巴掌。爹，你打我干嘛？你还知道我是你爹？都啥时候了，你还有闲心去捞他？派出所关着咋了？关一晚上又不会死。你现在马上去卫生院看你媳妇。蒲建国心里气宋小鱼不懂事，先前的紧张这会儿也散得差不多了。他有人照顾，可小涛那边……小涛，干你屁事！蒲老爹气得脸色铁青，他第一次发现这个烂好人儿子竟是如此拎不清，这个时候不赶紧去医院表态度，让任乡长、金校长他们看看他这个做男人的心里记挂着媳妇，最重要的是宋小鱼肚里那个出息大孙，看看能不能保住呀。蒲建国被老爹一顿骂，浑浑噩噩去了卫生院。建国，你咋才来？大军嫂，我媳妇。大军嫂瞧他那不来劲的模样，心里就火大。你说说你，两口子再是有气，可人家小鱼还怀着身子，你咋就能半点不上心？我被事绊住，这不是一脱身就过来。晚了，人情况太危险，乡里不敢接这事，已经送去县里了。啥？就摔一下这么严重？那么大月份，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你说严重不严重？大军嫂越发看他不顺眼，他家那口子说了，这姑娘保不齐，这辈子都不能生了。蒲建国恍惚着出了医院，站在去县里和派出所的岔道口，一时不知该走哪条路。去县城的路上，苏江月给宋小鱼捂好身子。他叔还能快点不？苏老师，你别急，小鱼这孩子福大命大，肯定不会有事的。话是这么说，可富贵婶心里也急得不行，眼瞅着天就要黑了，路更不好走。乡里去县里，一天只有一趟客车，这会儿早没了，只能靠德文叔开拖拉机过去。拖拉机不停把人甩起又落下，颠簸的人很难受。宋小鱼就是在这样的颠簸中醒来的，他一动就觉得下身湿漉漉的，热流不停往外涌，有种生命在悄然而逝的感觉。姨，我怕是好不了，我以后你别告诉我姥姥。他最大的牵挂就是姥姥，那个倔强清瘦的老太太，一辈子经历的苦难太多了，要是她再出事，身体本就不好的老太太可怎么撑得住啊？别说话，风大，你不能伤了风，听话，你不会有事的，你姥姥还在等咱回去呢。宋小鱼意识昏昏沉沉，不知道自己这次能不能撑过去，想把后事交代一下。姨，你别让灿灿去彭城。宋小鱼果然快死了，他感觉自己听到了金灿的声音，嘴角带着笑，手再次无力垂下。宋小鱼，你不能死啊！金灿爬上拖拉机，就看到被血染红的被子和脸色白如纸的宋小鱼。你骑着自行车追过来的？金灿没回答苏江月的话，看了眼毫无生气的宋小鱼，压下心头那股杀人的冲动。谁是病人家属？别人扶不着地，伤及胎儿，胎儿头部严重受损，模子。保大，别管孩子。不等医生说完，金灿便着急回答。旁边一起等儿媳的老太太嘀咕：咋能保大人不要娃呢？娃才是根呀，媳妇没了还能再娶，可娃是自己的。闭嘴，再唧唧我嘴给你撕烂。老太太对上金灿阴沉沉的目光，下意识缩了缩脖子，退到了一边。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手术室大门还是紧紧闭着，没一丝要打开的迹象。金灿突然很想抽烟，手摸向口袋，才发现那里空空的。宋小鱼不喜烟味，他早就戒了。妈，你和爸先去招待所歇着，这里有我就成。不行，我得守着小鱼，不看到他出来，我不放心。有小灿在这儿看着，咱们先去歇会儿，也找个地方给小鱼熬个粥过来，还得买些换洗衣物，你得去帮忙张罗。金校长劝说一通，扶着妻子出了医院。金灿见父母离开，靠着墙的身体一阵站立，最后颓然滑落，瘫坐在地上。他双手捂着脸，眼泪从指缝里一点点溢出。隔着老远的汉子听到压抑的哭声，诧异抬头朝这边看了一眼，没想到这看着像个小混子的年轻人也会哭得这么伤心难过。这一夜，手术室里的宋小鱼生死难料，手术室外的金灿揪着一颗心肝肠寸断。这一夜，苏江月接连敲开好几家房门，就为寻个地方给宋小鱼煮口热粥。这一夜，蒲建国徘徊在派出所门外，见到个人就上前点头哈腰，只为能见赵玉涛一面。这一夜，林丽萍带着小女儿，盛装宴请有名的钢琴老师，只为给小女儿求得名师教导。天色微明，手术室的大门才缓缓打开。你先别忙着去看你媳妇，她有护士照顾，不差这会儿。我有事要跟你交代。她还没脱离危险吗？危险暂时脱离了，只是她子宫受损，以后想要自然受孕，只怕……金灿一脸懵，还没弄明白啥意思。好在他人还年轻，咱们国家在进步，科技也在发展，说不定再过几年，医疗技术到了。你的意思是她不能生了？医生点点头，不知该如何安慰这个深情的年轻人。医生，我可不可以拜托你，不要将这事告诉任何人？金灿脚步发沉，都不知自己是怎么回到病房的。那么骄傲，那么鲜活的姑娘，怎么就遭遇了这样的厄运呢？宋小鱼醒来，就对上了金灿近乎绝望而悲伤的眼神，他心中一咯噔。我是不是要死了？
金灿心情沉重，可依然没忘记逗他开心。都说祸害1000年，你这样的人哪能那么容易死？宋小鱼松了口气，金灿能用这口气跟他说话，看来他身体没大碍了。他手无意识地抚上了腹部，眼睛微微闭上。金灿以为他伤心那个孩子，别扭地劝道：“你还年轻，将来……”一想到医生说的那些话，他心口就堵得难受。宋小鱼却被他的样子逗乐了。灿灿，你知不知道，你安慰人的模样很别扭。你以为我喜欢安慰你，还大言不惭说自己准备周全？你所谓的周全，就是以身犯险，让自己落到这种地步。苏江月进来时，就看到儿子眼睑低垂，不知在想啥。小鱼，还疼得厉害不？咦，我没事了。你给我带好吃的了吗？我都闻见了，好香啊！刚炖好的鸡汤，我本想给你熬粥的，想想你身子亏得厉害，还是吃点有营养的。苏江月给宋小鱼喂饭的同时，特意跟他说起一些事，无外乎都是谁离婚后，日子照样过得风生水起，又嫁了个好老公之类的。他跟蒲建国闹成这样，那点脸面彻底撕破，说不离婚是不可能的了。你不用安慰我，这些道理我都懂，放心吧，谁过不好，我都能过好好的。你这孩子就不能让姨多说两句吗？明知道我不会安慰人。好好，姨你说，我听着呢。你这和小月子没区别，可不能伤了风。这段时间就躺床上给我好好养着，天大的事都等身体好了再说。林丽萍和宋卫国当死人，不管这个女儿死活，她苏江月和金文颂还活着。下午徐建梅来了医院，她背着个布袋子，里头装着20个鸡蛋和一小袋白糖。你咋来了？宋小鱼看她脸红扑扑的，额上汗水把头发粘在脸上，一看就是走了很远的路。一大早赶的客车，就是进了城，不晓得医院路咋走，一路到处问，才找到这里。那头有包子，快先吃几个垫肚子。徐建梅咽了下口水，却固执不肯吃。苏江月打水回来，把包子给她塞手里，她这才小口小口的吃起来。这鸡蛋是你妈他们给的？我妈想让我这时候多亲近你，将来……苏江月从徐建梅那听说过宋小鱼的忽悠，以后可不能这么哄人了，回头他爹妈当真，非得去见亲家母，可咋办？你就放心吧姨，我敢说这话，就有的是法子对付他爹妈。苏老师，不怪小鱼姐，要不是她出主意，估计我早就回家嫁人了。她两个姐姐都是15、16岁就嫁人了，要不是宋小鱼给徐家人编织的梦太美，她都不知道已经嫁给谁了。可怜的女人不惜流产做局离婚，丈夫却偷偷请岳父出山。不料宋小鱼丝毫不念亲情，还趁机索要天价补偿。你放了金灿，那可是宋小鱼他爸。他妈来了我也照打不误。越想越气的金灿反手对着蒲建国又是几个大耳光。老子警告过你，不准找他的麻烦，你自己没本事，还敢把老王八蛋给叫来，真当老子是泥捏的是不是？宋小鱼估摸着公安快来了，也顾不得装柔弱，上前将金灿拦住。别打了，谁让我是他生的，他就是要我这条命，我也是该他的。爸，孩子我已经打了，可我实在不能出卖尊严去给人做小啊。他哭着往窗口边跑去，那模样大有一了百了的气势。金灿也顾不上两人，赶忙冲上去拉他。你寻什么死？错的又不是你，没满月他两口子就把你扔了，被人捡回去，好不容易长大，才16岁正读书的大好年华，又给骗去乡下，嫁给这个狗东西，天天受婆家欺负，还被人打掉了孩子，你有啥错？要说有错，那也是你投错了胎，给这样的畜生做女儿。金灿声音不小，三言两语将宋小鱼住院落胎之事说得一清二楚。我这条命是他给的，从出生就欠了他的，哪怕没养我一天，那也该还。我今天跳下去，所有事一了百了了。请你告诉我老，是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没给他老人家尽孝，也让他不要怪我爸妈，他们再有不是，那也是我亲生父母啊。宋卫国看着宋小鱼二人那精湛的演技，捂着心口气得哆嗦。你个小畜生，你吓唬谁呢？你要跳楼倒是跳啊，我倒要看看你今儿跳还是不跳。你一把年纪了，逼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去死，是不是太过分了？刚好这时公安匆忙赶来，宋卫国顿时满脸便秘的表情。我不活了，我活的有啥意思？被爹妈逼着嫁人，靠自己努力想改变命运，还被男人偷了录取通知书给别人，这会儿我亲爹还这样来逼我，这世道太难了呀。原来他就是那个可怜的大学生，通知书被丈夫给了姘头。天哪，咋还有这么拎不清的男人，把自己媳妇的录取通知书给别人？你别怕，咱们在这儿，没人再敢逼你做不法之事。你真是他亲爹？是亲生的，我岳父过来也是为了……对，都是误会，我们父女许久不见，一时有些误会，说话情绪激动了些。那丫头又刚落了胎，这才一时想不开，我过来就是给他们小两口主持公道的。既是一家人，还是好好把话说开的好，一家人有啥过不去的？就是，既是一家人，你刚刚那凶神恶煞要吃人的样子，是想干啥呢？是我管教方式不对，太过严厉了。小鱼，咱们父女俩的事，不用麻烦别人吧？没啥好麻烦的，反正我这身体都这样了，婆家又那样，出来吃喝困难，也没个落脚地，估计也没几天好活了。爸，你别跟我生气，回去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女儿吧。宋卫国听出他的意思，
咬牙挤出一丝笑容。有爸在呢，还有啥过不去的？小同志，听你爸的话，万事有大人在，你人还年轻，别想不开了。爸，你真会帮我。那是自然，哪有当爹的不拉扯儿女的？宋小鱼这才满意的对女同志道谢。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等我好了，一定去派出所好生感谢几位。不用不用，你好好的就行，都是我们分内应该的。待公安离开，宋卫国黑着脸进了病房。宋小鱼，你还真是豁得出去。过奖，有其父必有其女，比起你老人家，我还差得远呢。你闹成这样，以后别想从我宋家的任何好处。说的好像我得到过啥好什么一样。宋局长，讲真，那也该是你欠我的。小鱼，你别这样。蒲建国刚要插嘴，金灿反手一个大鼻窦送了过去。让你说话了吗？蒲建国愤愤看金灿，却又不敢还手。从他第一次见到金灿起，就莫名对这人有几分畏惧，说不清为什么，就是不敢跟他对上。行，我这个当爹的也管不了你，以后你爱咋过咋过，出去也别说我是你爸。宋小鱼可以不拿自己名声当回事，可他不行。刚升任交通局长才1年，屁股还没坐稳，周围虎视眈眈的人不要太多。要是让宋小鱼胡说八道，给人抓住把柄，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宋局长这就打算走了？你不是讨厌我这个爸吗？走了不正好，省得在这儿叫你气死。想来就来，想走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你想干啥？还想把公安叫回来，当着人再闹一出？我又不是唱大戏的，费那是干啥？只是你宋大局长出了这么大的丑事，难道不该给点封口费吗？宋小鱼，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脸没皮了？从我被爹妈诓骗出卖，就知道我是无父无母的人，不靠自己硬气，我能指望谁？金灿扭过头，鼻子有些发酸，不敢去看宋小鱼此时的表情。他不敢想象，面对冷漠无情的父母时，他该是怎样的绝望与心痛。那你想怎样？1000块买断，以后我与你们宋家毫无瓜葛，也请你们不要来打扰。你做梦，老子生你养你，还欠你了。这话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宋卫国，你摸着良心说，我从小到大有花过你1分钱吗？你跟林丽萍不做人，生下我又拿我当货物买卖，还想跟我这人要尊敬，你想屁吃呢？我告诉你，今天没1000块，你宋局长就别想出医院的门。但凡少1分钱，明天我就能让海城各大报社都知道你宋局长卖女求荣的事。我这条贱命要不要无所谓，你宋局长大好前程还刚开始，孰轻孰重，不用我来教你吧。你，宋卫国手指哆嗦指着宋小鱼，嘴唇不停翕动，就是说不出话来。父亲大人，空穴不来风，无风不起浪啊！没有硝烟的战场，隐在暗处的对手，会比明晃晃的敌人更让人忌惮。你说对不对？宋小鱼笑得甜美。宋家根基本就浅薄，他坐上这个局长的位置，还不知走了多少门路，上去不易，下来可不要太容易。宋卫国脸色变了又变，宋小鱼敢豁出去，他却是不敢赌的。好，我给你。他1个月工资才185块钱，辛苦这么些年，也就存了4、5千块。大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彩礼婚宴哪样不得花钱？还有小女儿读书学跳舞，还闹着要买钢琴，哪都是花钱的地方。一想到这个讨债的，一口气要了他那么多钱，心就疼得难受。我爸来一趟不容易，你陪他去趟信用社，省得他来回奔波。金灿心领神会，走吧，宋叔，你敢乱来，回头我连你家都给砸了。宋卫国沉着脸出了病房，才低声道：金灿，你们老金家能耐人不少，你爷爷真会让你找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吗？我也算看着你长大的，安娜时常都说起你。你是在跟我拉皮条吗？不好意思啊，我对喜欢呆茅厕边上的苍蝇不感兴趣。宋卫国咬牙，这臭小子要不是得金老爷子喜欢，他才不会挨了那么重一拳，还这么低声下气的跟他说话。病房里，蒲建国小心翼翼看着宋小鱼。小鱼，我们该说你的事了。你没宋局长能耐，我也就不找你多要。赵玉梅姐弟2个，1人500，另外你还得给我200块的青春损失费，算是为我这2年可笑的婚姻买个单，你觉得如何？宋小鱼，你欺人太甚，1人500块，你就是把赵家人全卖了也凑不出这钱来。我劝你做人多少留点后路，不要把事情做绝。那就是没得谈了，不想出钱，那就法院和少管所见吧。反正我现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有的是时间跟你们耗。可怜赵玉涛啊，听说官号子里的人最喜欢欺负弱小，也不晓得他那小身板能挨得住人家几巴掌。我还听说里头有些重刑犯关的太久，就是看这个小伙子都觉得眉清目秀。你是男人，就该知道有时候也憋不住吧。行，你够狠，我倒要看看一众叛亲离能得个啥样好下场。这倒不用你操心，肯定过得比你好。我的耐心有限，只给你3天时间，3天后少1块钱都别想我松口。脸色铁青的蒲建国头顶冒烟的走了。累够呛的宋小鱼进入空间查看他的农场，见菜都熟得差不多了，干脆动手收割。他忙了一通可得慌，见小树苗下的白瓷碗里已经接满了大半碗露水，本着农场里的都是好东西，能用就不浪费的原则，他端起瓷碗一饮而尽。天擦黑，金灿才回来。老家伙还真是本事，七拼八凑的，居然还真凑出了1000块。他在荣山县待了那么些年，
如今又调到了海城云和县。从前的那些狐朋狗友朋友还能不卖他几分面子？你让蒲建国凑1200，他上哪给你凑那么多钱？宋小鱼刚要说话，就觉得肚子里一阵翻江倒海。快，厕所！金灿见他骤然变脸，动作利索，将他一把抱起，冲到了楼道口的公厕。宋小鱼冲进女厕蹲下，就是一阵排山倒海。宋小鱼，你没事吧？感觉肚子舒爽一些的宋小鱼刚要回话，肚子又开始搅动，无奈只好作罢。如此几次，总算舒服多了。他从厕所出来，就见护士和医生如临大敌的站在厕所门口。这是干啥？你哥哥怕你出事，他不方便进来，就让我们守着。医生看了眼面色红润的宋小鱼，没好气的冲金灿说道：“就这样的气色，瞎子也能看出他没事吧？”金灿可不觉得尴尬，一把将宋小鱼抱起送回病房。你今天吃啥了？我也没吃啥呀。当天晚上的宋小鱼不知是解决了宋卫国这个恶心的爹，还是怎么回事，睡得特别香甜。起床时就觉得今天身体轻盈了不少，那种沉疴缠身的负重感消失了。今天办出院吧？真不用再观察几天？真没事了，我好得很呢。你去办住院，我要找地方洗个澡。不知道为啥感觉身上特别臭。这时他突然想起空间里的那大半碗水，虽说昨晚上拉肚子了，可今天早上身体明显感觉好多了。他心中猜想那水具有排毒的功效。从澡堂子出来，金灿已经收拾好东西，就连车也找好了。你回市里吧，出来这么多天，再不回去，领导该有话说了。我先送你回乡上，再回去上班。你先回去上班，我这么大个人，自己还能走丢不成？金灿拧不过他，只好答应。这几天你就别回去了，就去我们家住着，让我妈给你做点好吃的。李愁这2天也会去乡上找你，该花钱花钱，你别心疼，早点把事处理完了才是正经。还有那个蒲建国。好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了？3天后，李愁到达的当天，蒲建国也把钱给凑齐了。钱都给你，你也得写个保证书，不准再找他们姐弟俩的麻烦。我给你写保证书，你做什么梦呢？伤害了人，我愿意给你机会就不错了，你居然还想我给你写保证书？我为啥要给你保证？凭什么要给你保证？项羽，建国这几天为了这事来回辛苦，这么多钱，你不写个保证？他辛苦难道不是为了你们一家吗？跟我有啥关系？保证书我是不会写的，这钱你们爱给不给，反正我也不着急。李律师，你把赵玉梅同志所涉及的刑法给他讲讲，省得他到时候突然被抓，都来不及和亲人道别。赵玉梅一听是律师，再对上李愁高深莫测的眼神，心就哆嗦起来。赵同志您好，我受宋小姐所托，全权处理你盗用顶替他人取得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资格一事。接下来，我将你可能牵扯的刑法给你大致讲讲。李愁30出头，在这个律师凤毛麟角的年代，他的社会阅历和实战经验，别说是赵玉梅这样没上过法庭的人，就是跟他一样的同行，他也能凭借自身的行业气势，将别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几句话的功夫，赵玉梅已经听得面色惨白，冷汗淋漓。蒲建国也没好到哪儿去，他也是参与人员。宋小鱼把他一起告了。不知道我这样说，两位听明白了吗？作为一个专业律师，我建议两位与宋小姐私下和解，毕竟真上了法庭，您二位的前途就此止步不说，将来还爱。李愁摇摇头，没再继续。赵玉梅却已经吓破了胆。钱给你，你真的可以放弃对我的起诉吗？你有不相信我的选择吗？我相信你，也相信李律师，希望你们说到做到。赵玉梅想拿李愁的名声来牵制宋小鱼，她居然寄希望于李愁的人品。宋小鱼心里冷笑，行了，等蒲建国跟我离婚过后，我就撤诉。宋小鱼，你真的要离婚？蒲建国，你要点脸吧，别前脚把钱给我，后脚就想借两口子的名义再把钱给要回去，做人不带你这么不要脸的。走吧，现在去离婚，我赶时间。项羽，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不要怪建国好不好？他真的好爱你。没事，以后这深情完美的好男人就送给你了，希望你别介意二手货。女人本是家境贫困的农村少妇，今天却一反常态的盛装打扮，就连平时不管她的丈夫也主动拉车带她。可两人最后却来到了民政局。干啥的？离婚的。大姐脸上的表情瞬间不好看了，直勾勾看着宋小鱼。为啥要离婚？旁边两个聊天的妇女也赶忙围了过来。小姑娘，你还年轻，你男人也长得周正，这过日子嘛，有点磕磕碰碰是常有的事，别一开口就离婚啊。就是呢，你要是离了婚，走出去那不得叫人指指点点说3道4的。这个年代的人对离婚都戴着有色眼镜，哪怕是男人拿刀砍人，他们也是劝和不劝分。大姐们说的是，我丈夫他是个好人，为了帮女同学，把我的录取通知书给了别人，女同学的弟弟还把我推下戏楼，摔没了孩子。大姐，我是个自私的人，配不上我大公无私的丈夫，所以我决定离开他，不再拖累他。宋小鱼，你怎么又提这茬？我都说了，这事跟玉梅没关系。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些。大姐，你给我们办离婚吧。宋小鱼瑟缩一下，那委屈的模样看得几个大姐略有不忍。原来你就是宋小鱼。那天大会，他们几人留守办公室没去现场，都是后来听说的，今日才算见到正主了。是我，麻烦大姐你快点帮我办一下，
我男人还急着要去给他女同学处理事呢，别耽误了他。大姐看向蒲建国的眼神变得很不屑，蒲建国脸一黑，你非得胡说八道吗？你不着急吗？那大姐，我先不离了。离，马上离。他不想离婚，可又不敢不离，否则这个女人扭头就会去告赵玉梅。律师现在就在外面等着。三个大姐相互交换了下眼神，看来不是人家小姑娘想离，是这王八蛋外头有人了，逼着这姑娘离婚呢。大姐翻开户口本，再一看结婚证登记，你这年龄，她话说一半又把嘴给闭上了。宋小鱼结婚的时候还不到年龄，宋卫国为了稳妥，特意找人走关系办的证，就怕他突然爬起来跑了，都是一个单位的，他也不好得罪人，默默给宋小鱼办离婚手续。大红章子咔咔落下，两人之间的夫妻关系也随之告终。宋小鱼拿上离婚证来到门外，手指微颤，压在心头那股郁气瞬间消散，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他抬头看了眼天空，微弱的阳光从云层里钻了出来，看样子还要下雨，不过对他来说，往后皆是晴天。随后出来的蒲建国心思恍惚，看了眼前方头也不回的宋小鱼，往后她将不再是他的妻，余生悲喜都与他再无关了。他捂着心口，突然觉得疼得难受，仿似心突然缺了一块，再也不能圆满。小鱼，宋小鱼像是没听到，她迈大步先前走去，像一个欢快的小姑娘。她没再回羊头村，东西早都收在了空间里，回去也就是那点锅碗瓢盆的破烂。到乡上找到富贵婶，让她带话，让蒲建红、二大娘几家人来乡上开会。小鱼，我咋听说你离婚了？参加会议其余人也一脸好奇看向他，都在思索这事的真实性。你们也知道，蒲建国跟赵玉梅一家关系极好，我实在不忍再耽误他们，索性退出成全他们。呸，不要脸的东西，非得把人家拆散才高兴，离了是对的，看他们那对狗男女能够搭成啥样子。二大娘欲言又止，叹了口气，到底没再吭声。宋小鱼明白老人家思想守旧，觉得男人再不好也不该离婚，传出去名声太难听了。陈勇媳妇本就跟蒲家人不对付，这阵子又跟着宋小鱼做买卖，心肯定偏向他这边。离了就对了，小鱼妹子你年轻漂亮又有学识，以后找个啥样的好婆家找不到，干啥的在他老婆家委屈。不说这个了，今天叫你们来是打算腊月29收摊，年30忙活家里。小鱼，你是要回城里，还是有啥事不想干了？不是要回城里，就是觉得你们这阵子都忙得很，没空顾着家里，年30不得赶紧买点年货回家收拾收拾。几人松了口气，他们还以为宋小鱼有别的原因。有啥好收拾的？再收拾不也就那样，赚钱才是正经。年30那天街上人肯定多得很，年年都是这样，总有人卡着最后一天捡便宜。对，年30生意肯定最好，刚好把手里积压的那点货卖完。至于过年，只要有钱，天天都在过年。陈勇媳妇也表示，能挣钱就绝不歇着，再苦再累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宋小鱼忘记了这是老百姓最为发奋努力的那几年。好吧，既然你们意见一致，那就听你们的。随后宋小鱼便去了学校家属院帮苏江月打扫卫生。这过年可真是累人，哪都是活儿，今年可得亏你给我帮忙了。在学校刚忙完回来的金校长刚巧听到，都说让你别干，等我回来再收拾就是，你偏不听还抱怨。你天天那么忙，我哪舍得让你回来再忙。金校长笑着接过妻子手里的抹布擦窗户。宋小鱼牙酸，这对夫妻的甜蜜从来不带掩饰。金校长知道如何疼惜家里人，苏江月也从不会数落抱怨男人。中午，宋小鱼在苏江月家里跟各处点上的负责人对完账收好钱，便请大家一起在街上一个小馆子里吃个团年饭，感谢他们这段时间的辛苦。张小伟和田秀荣、徐建梅几人也回来了，热热闹闹挤了3大桌。不着急啊，你们慢慢吃，吃完咱一起回家过年。老板娘和陈勇家的认识，宋小鱼这笔生意不小，那自然是要做完才收工的。小鱼啊，你这菜弄太多，吃不完给浪费了。蒲建红的小儿子眼睛像是粘在端上来的肘子肉上，不停地咽着口水。别看他家收猪卖猪，实际上一年到头吃到肉的时候也不多。吃啊，大家敞开吃，吃不完咱带回去就是。我活这么大岁数，吃肉还是第一次见这么个吃法。他生在苦难年代，经历过战火纷飞，后来又有几年大灾害，也就是这2年好光景，包谷面加红薯，才算把肚子填饱。别说大娘了，我家日子不差，可我也是头回这么吃肉。张小伟没太大感觉，他从小到大不缺肉吃。他举起酒杯清了清嗓子，想跟大家说几句话，发表一下他这段时间的感想。那的我，他看了眼狼吞虎咽的众人，只顾着干饭的众人，后面的话就说不出口了。算了，不说了。先前还说吃不完的众人，最后连汤里去腥的姜片都给吃了，个个摸着肚子出门。过年我就不来给你们拜年了，这是给孩子们的红包。他是按个家孩子数量来准备的，连蒲大生媳妇背在背上的都有。众人愣住，挣了钱还大吃一顿，完了还给娃们红包，上哪去找这么好的老板？不，小鱼，这红包不能要了。二大娘几人恋恋推辞，陈勇媳妇却是接了红包。小鱼你放心，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不管有啥事，你只管找嫂子就是。她蒲家再厉害，咱也不怕她。那就多谢嫂子好意。这就是他一开始有意拉陈家人入伙的缘由。陈家人在村里横着走，他以后若是跟村里有牵扯，陈勇就能替他摆平。
其余人见陈勇家的接了，也相继道谢收了红包。以后他们就是宋小鱼的娘家人。蒲家人再想欺负，先问问他们同不同意。众人散去后，天色也不早了。张小伟独自留在最后，突然变得扭扭捏捏。那个，我听说你离婚了。怎么了？那个，你觉得我这人咋样？你这是在跟我表白？有这么明显吗？大哥，我喊你姐夫，你跟我表白，这算哪门子事？快别提这茬了，你跟赵玉梅啊，根不是啥表姐妹，分明是拿她做由头，故意来跟我攀交情的。所以，像我这样谎话连篇的女人，哪点值得你喜欢？年轻人还是要多走出去看看，好姑娘多的是。我这样的坏姑娘不适合你。你哪里坏了？我觉得你挺好，漂亮，本事还有头脑，这样的姑娘可不常见。跟张小伟做生意没问题，宋小鱼可不想跟他扯上啥男女关系。可我觉得你不好啊，张小伟，我要的男人不但个高腿长脸好看，学历还得大学毕业，会做饭会带娃，出得厅堂入得厨房，才算我心中的白马王子啊。张小伟张大嘴，半晌才喃喃道：宋小鱼，你离个婚离疯了吧？做饭带娃进厨房，那不是女人该有的事吗？你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这样的男人吧？所以我说你不合适，找不到我慢慢找就是。打着灯笼不行，我打矿灯吗？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他一点不着急，再过几十年，小奶狗小狼狗满地跑，缘分不够钱来凑，只要钱到位，没有不合适的人。我倒要看看你将来能找个啥样好男人。宋小鱼瞧着他的背影笑了笑，也准备返回家属院。他要在金家待到初5客运站发车才能回江城。走了2步，他就觉得身后似乎有人跟着他，心一哆嗦，正打算从空间摸菜刀出来，那人突然加快脚步，路过他身边时候手一扬，瞬间一块冰凉的东西掉进脖梗之中。金灿灿，你幼不幼稚？小短腿，你追不上我吧？两人一个追一个跑，似乎又回到年少之时两小无猜的时候。等不及的小孩拿着长长的魔术弹，已经开始到处放炮了。黑娃，把你魔术弹分我2根。黑娃是学校老师的孩子，半大孩子吸溜着鼻涕扭过身子不理金灿，他都是爷爷奶奶提前给的压岁钱来买的，开口就要2根，真是不要脸。你不给我，我就告诉你妈，你暑假作业是抄的。老金，你不讲武德，不许告诉我爸吗？你要是不讲信用，回头我就告诉校长爷爷，说你和那个姐姐拉手亲嘴。落后2步追上来的宋小鱼手都伸进口袋，打算摸1块钱给黑娃。一听这话，又将手给收了回去。小屁孩难怪跟金灿那么熟，感情都是一丘之貉。臭小子，这会儿不讲兄弟情谊了，要你2根而已，瞧把你小气的。是你先不讲的，再这样我跟你绝交。绝交就绝交。宋小鱼无奈的笑了笑，这还跟小孩较上真了。灿灿，天都快黑了，你还不赶紧回来帮忙，磨蹭啥呢？宋小鱼追上金灿的脚步，踏进了金家屋里。爸，你去歇着，让我去做饭。让你烧个火都会燎头发，几时还会炒菜了？不会我可以学吗？你要学也请你改天学，我可不想大年初一闹肚子，放过你爹妈吧。去把桌子收拾一下，摆碗筷。叔，让我来做菜吧。他摆过路边小炒摊，也开过饭馆，几个家常菜自然不在话下。那行，我手艺不如你。金家与林家是世交，他年少之时也受过宋小鱼外婆照顾。苏江月又是宋小鱼外婆的学生，这情分自是不一般。他一直拿她当闺女看待，也没什么好见外的。儿子，咱爷俩喝点，你们2个女同志要不要也来一杯？我熬了豆奶，我和小鱼喝那个。酒过半巡，金校长感慨起来：人民日子真是越来越富有了。我记得生灿灿那年，咱过年只有2个鸡蛋和清水面条。瞧你说的，如今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老百姓日子肯定是越过越好呀。对了，给你们2个准备的红包，1人1个，又长大1岁，都要乖啊。谢谢爸。谢谢叔。宋小鱼心里甜滋滋的，被人当作小孩疼爱的感觉真好。金家这边除夕夜一片和乐，可宋家那头就不怎么愉快了。宋小鱼的大哥宋文波指着屋里的新钢琴，黑着脸质问林丽萍：你给他买了钢琴，那先前说好给我的钱呢？